我穿越到东汉末年，刘备竟然是我的邻居。此时的刘备还在卖草鞋维持生活，张飞还在杀猪，关羽还在卖枣。大耳贼，对不起了，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中山靖王第18代玄孙。我凭借着中山靖王的名号招揽三国名将，开启了三国乱世。我这是在哪？这位兄台，请问这是什么地方？二狗子，你是不是又掏鸟蛋摔下来，摔傻了？这不是2023年吗？这是光和5年，你叫刘二狗，家在楼桑村。我丢，不会穿越了吧？系统呢？系统快出来！没有系统，让我怎么生存啊？二狗子，你不会给什么东西上身了吧？我没事。对了，兄台，这是什么村？我不是说了吗？这是楼桑村，你摔傻了吧？刘备刘玄德，老家不就是楼桑村吗？兄台，咱们村有没有一个叫刘备的？没听说过叫刘备的啊。耳朵大大的卖草鞋的有没有？这个有，这个有。刘大耳出去拜师学艺去了，之前是靠编织草鞋谋生。对了，他家不就在你家隔壁吗？你不记得了吗？什么？大耳贼家就在我隔壁。按照历史，再过2年，黄巾起义就要爆发了。刘大耳，对不起了，你的中山靖王之后的名号就由我来接替吧。二狗子，你没事吧？我没事，劳烦兄台告诉我一下涿郡县城的路怎么走。先这样走，再那样走，就到了。此时的张飞应该还在卖猪肉，先去看看。赶了几个时辰的路，刘成到达涿郡县城，刚没走几步路，就见拐角处跪着个雄壮大汉，面目俊黑，虎背熊腰，旁边写着卖身救母4个字。娘，你放心，我一定会找大夫医治好你。这位兄台，在下见你魁梧有力，对令堂又孝心可嘉，实在是佩服啊！先生谬赞了，俺娘病重多时，俺找了很多大夫，都说俺娘病入膏肓，是俺无能，没办法救活俺娘，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老人家受苦。天无绝人之路，兄台若信得过在下的话，可以让我看看令堂的病情。你是大夫吗？在下略懂1、2。那先生您快看看俺娘吧。刘成走进板车，仔细的看了看，令堂是不是会觉得乏力，手脚冰凉，经常浑身大汗？对，先生，求求你救救俺娘。你去弄点麦芽糖，煮成水，每日3次，为令堂喝，不出3日即可康复。敢问恩公姓名？恩公救俺娘，俺典韦这条命就是恩公的，必定当牛做马报答恩公。不用了，举手之劳。不会吧，这就安排了个名将典韦给自己？这典韦的武力值可是超过了关羽、张飞，仅次于吕布、赵云啊！这下赚了。恩公，你怎么了？典韦兄弟，在下刘成，字二狗。先生多礼了，俺叫典韦，俺是个粗人，还没取字。我与你一见如故，不如你我兄弟相称，如何？乱世马上到来，有典韦在身边，可以把心放屁股里了。这如何使得？俺可不敢高攀先生。莫非典韦兄弟觉得我刘某不配？不，俺怎么敢嫌弃先生？既然如此，以后你我兄弟相称。不知阿伟今年多大？俺今年20有余。刘某今年20有2，乃中山靖王之后。我的乖乖，这刘先生还有这么大背景呢。以后你就称我大哥，咱们兄弟2人一起闯荡一番事业。好，大哥。二弟。对了，二弟，你家住在哪里？二弟和娘住在城东的贫民巷里。这些钱你拿着，给老夫人抓点药看病。使不得，我怎么能要大哥的钱？你都叫我大哥了，你的娘亲便是我的娘亲，拿着。大哥，从今往后，俺典韦这条命就是大哥的。好兄弟，大哥住在城外20里地的楼桑村，二弟你先去安顿伯母，日后你我兄弟再把酒言欢。那好，我先安顿好娘亲，择日便去找大哥。说完，典韦便拉着板车走了。虎将啊虎将，这回赚大发了。随后，刘成坐着驴车回了村里。二狗啊，你也老大不小了，别整日游手好闲，得找个媳妇了。特苗的，怎么到了汉代还有催婚的？大爷，我家怎么走？什么怎么走？我说刘二狗家怎么走？什么狗？刘二狗，你不就是刘二狗吗？第2天一大早，刘成家门口来了一群官兵。你就叫刘成，现在自己没背景没实力，还是不得罪这些人好。小的叫刘成，不知官爷有什么事？本将乃太守麾下校尉王显，奉我家主公之命，邀请先生为我家姐看病。敢问王将军，你家主公是何人？为何找我看病？你跟我走吧，我家主公乃涿郡太守刘焉刘大人，至于为何找你，你到时候便知。我的邻居是刘备，此刻的刘备还在卖草鞋为生。杜甫。张飞还在卖猪肉，关羽还在卖红枣，而黄巾起义马上爆发。我为了在三国乱世生存，直接扬言我是中山靖王之后，然后招揽名将，开始了三国乱世。
上集说到，一大早醒来，一群官兵要把我带走。到了地方，原来是涿郡太守刘焉要我给他女儿看病。你便是刘成？回禀大人，在下正是刘成。听闻你颇懂医术，是也不是？自己才来这个世界没几天，如何被刘焉知道了？大人，在下只是略懂一二。涿郡城中有一老妇人，据说已经濒临瞑目，听说被你救活了。大人是如何得知的？来人，把人带上来。随后，几名士兵押着一名巨汉来到了屋里。放开俺自己会走。二弟，你们下去吧。二弟，真的是你啊！大哥，你怎么来了？狗官，你有事冲我来，放了俺大哥。大哥，有俺在，你放心，俺必定护你逃出去。这位壮士多虑了，我请你兄长前来，可不是为难他的。随后，刘成便向典韦诉说了事情的来源。大人可否将此事告知在下？为何在下的兄弟会被大人抓来？我刘成虽不才，但家族却是中山靖王。哇，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听到刘成自称是皇室后代，刘焉脸色直接变了。难道小成是中山靖王的后代？回大人，小成先祖正是中山靖王刘胜第17代玄孙，奈何家道中落已久，这些年一直在家中读书。刘大耳，对不住了，你的老祖宗中山靖王归我了。来人，快给小成赐座。大人还未告知在下，为何将我兄弟抓来？小成恐怕有所误会，昨日听府内管家来报，这涿郡城内出现一神医，将死之人都能轻而易举的救活，于是经过打听才找到这位壮士。然后呢？之后这壮士与属下发生了冲突，并打伤了数名士兵，最后出于无奈才下令将他擒下，但本官可以保证，绝对没有伤害这位壮士。那大人找在下是给谁看病？我有一女，年方5岁，前些日子不知为何，总是无缘无故的晕倒，城中大夫全都束手无策，这才四处打听到小成的消息。刘焉不紧不慢地将事情原委一一道来。不知太守大人可否领在下看看贵府小姐？来人，将婉儿带过来。不一会儿，侍女牵着一位乖巧可爱的女孩走到了前厅。此女容貌与刘焉倒是有6、7分相似，能让刘焉费如此大力气寻找自己，看来对此女甚是疼爱。刘成起身走到了女孩面前，仔细打量着。刘成见女孩脸色有些蜡黄，头发枯燥稀少，浑身并无淤青浮肿，心中便明白了怎么回事。带她回房间休息吧。不知小成有何判断？大人，有些事情不好说啊。这里没有外人，小成但说无妨。婉儿小姐是否没有了母亲？正如小成所言，婉儿从小便没了娘亲，虽然是庶出，但本官对她疼爱有加，一直由我正妻抚养长大。恕在下直言，婉儿小姐应该是营养不良，刚好又处于长身体的时候，接下来的事情想必就不用我多说了吧。堂堂一方太守的女儿竟然营养不良，只能说明有人故意为之。整个太守府敢如此做的人，只有自己夫人了。既然事情已经解决，那在下和我二弟便先行离去了。我观小成有大才，为何不替朝廷效力？有了官位，日后做起事来，那不就名正言顺了？在下自然愿意为朝廷效力，奈何无人举荐啊？若是小成不嫌弃，可以在本官麾下效力。小成自当尽力。好，我涿郡治下固安县强盗土匪横行，前些日子竟然冲进县衙杀了固安县令后扬长而去，甚是嚣张。我给你500精兵，小成可敢前去固安县接手县令之位，并剿灭这群匪徒？这县令一职虽小，但好歹也是一方势力，日后自己招兵买马也有一定的资本。有典韦和这500士兵在，只要山贼不超过5000人，那都不是问题。有何不敢？大人信得过在下，在下必然尽心竭力。小成，此乃官凭文书和委任状，固安之事就拜托小成了。小成定当不负太守大人所望。来人，带领2人前往涿郡城外去挑选士卒。不一会，一行人就到了扎营驻寨的地方。刘县令500士卒已经集结完毕，全部精兵。这是小将高顺。你是陈留高顺？末将的确是陈留人士。这也行，高顺竟然出现在这里。高顺此人虽然在历史上武力不如关羽、张飞等人，但他却是少有的将帅之才，为人也十分忠诚，无恶习。久闻高将军大名，久仰久仰。我只是军中毫无名气的偏将罢了。这刘县令为何如此客气？末将见过刘大人。高将军多礼了。有了高顺，自己就完全可以打造一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重甲部队。这刘焉真是不识货，麾下有如此良将，竟然被埋没在此，自己这趟真的来对了。既然如此，那在下回去复命。不知刘县令有何打算？天色不早了，我等还是直接赶往固安县。将军替我转告太守大人，刘成璧当清理固安县。既然如此，刘县令一路顺风吧。高顺，今后你就跟着刘县令当差吧。末将领命。说完后，刘焉的人便走了。刘成开始向高顺介绍典韦。
高将军，这是我兄弟典韦，以后大家多多照应。俺是个粗人，不会说话，以后你也是俺老典自家兄弟。典将军真是个性情中人。三人寒暄片刻，便领着500士兵朝着固安县出发。我的邻居是刘备，此刻的刘备还在卖草鞋维持生活，还浑然不知以后会成为皇帝。而身为穿越者的我，肯定要断送他的皇帝道路。刘大耳，以后我就是中山靖王第17代玄孙。我凭借着中山靖王的名号招揽3国名将，开始了东汉末年。接上集，太守刘焉给了我500士兵和小将高顺，让我去剿灭固安县的土匪。下午时分，众人终于到达了固安县城衙门。你们是什么人？来这里干什么？我是太守刘焉大人派来了新任县令刘成，你叫什么名字？小的叫吴茂，您稍等。片刻后，吴茂从内衙走了出来，身边还跟着一个上了年纪的老者。老朽周卫乃是固安县县尉，不知刘大人来此，有失远迎，还请恕罪。你这老头年纪大，老眼昏花了吧？我大哥才是你们的新县令。刘大人恕罪，老朽有眼不识泰山。周老客气了，不知者无罪。老朽带您进去吧。周老，这县衙中人员编制还有多少人？回大人，目前就剩老朽和吴茂2人，其他人都被强盗给杀害了。周老放心，本官会替你们做主。这段时间也辛苦2位了。对了，刚刚进城的时候，我见人烟稀少，这城中人啊。大人有所不知，这城中百姓女子被那些土匪强盗掳去，男子也死在了那场浩劫中。如今活下来的人早就逃命去了，这城中人是越来越稀少了。高顺，从现在开始，你安排人在城外一片进行扫荡，遇到土匪就地格杀，务必保证固安县周边安全。末将领命。二弟还有吴茂，你2人组织一批身体强壮之人，组成巡逻队，日夜在城内巡逻，保证挨家挨户的安全。大哥放心。周卫，你草拟一篇公告张贴出去，就说我刘成作为固安县新任县令，必定保卫固安县所有人的安全，大家不用担心那些强盗土匪，不日我会带兵剿灭他们。老朽领命。众人退去后，刘成独自坐在空荡荡的大厅椅子上休息，脑海里不停地思考当前的局势。目前手头上这500人足以震慑住那些猖狂的土匪强盗，想来他们也不敢贸然进犯。不过未来想争霸天下，仅靠这500人还远远不够。正当刘成思考着未来方向时，旁边来了一女的。你是谁？回大人，奴婢叫秀儿，是周大人安排奴婢来伺候大人的。你回去吧，我不太习惯别人服侍。大人可是嫌弃奴婢？大妹子，你别哭啊，我没有嫌弃你。哼，好，你留下来，行了吧？我只是看他可怜，才收留下他，绝不是贪图美色。对，没错。傍晚，周卫命人送来了饭菜，刘成直接在案桌上风卷残云般的解决掉了晚饭。一整天下来，终于吃了顿饱饭。大人，属下有一事禀报。高将军何事如此慌张？把人带上来。大人，这位先生找到巡视的兄弟，说知道强盗土匪的事情，特意带来请大人定夺。片刻功夫，2名士兵带上来一个青年文士。我见县令大人发文说要剿灭匪徒，在下倒是对那些匪徒了解一二，特意前来告知。哦，先生请讲。大人是如何看待那些匪徒的？看来这小子是要考我啊！我这要不把你忽悠瘸了，我都枉为穿越人。本官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去当山贼土匪，无非是形势所逼。那剿灭那些匪徒后，大人又打算如何善后？罪大恶极者，定斩不饶；情有可原者，略施惩戒。那不知大人如何看待当今朝廷？大哥，我跟你讨论剿匪，你跟我讨论朝廷。朝廷是我小小的县令可以关心得到吗？今天就小刀割屁股给你讲讲。朝廷弊病在于皇帝身上，君不知亲贤臣，远小人。正因如此，宦官当道，内戚弄权，整个朝廷乌烟瘴气，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这是关于那土匪强盗的所有资料，尽在其中，大人可一观。在下想留在大人身边替大人效力，不知大人意下如何？先生能来助我，是我刘成的福气，还未请教先生大名。在下徐福，字元直。你是徐庶，徐元直。徐庶乃是在下别名，大人是如何得知的？卧槽，这简直就是瞌睡送枕套，送来的还是黄金白玉枕套，这可是徐元直啊！在三国所有谋士中，徐元直可是为数不多的上马可征战，下马可治国的人才。我得先生真是如鱼得水啊！我真的有那么厉害吗？徐庶定当尽心尽力辅佐大人。好，秀儿，你去安排酒席，我要跟徐先生喝个痛快。翌日一早，吴茂便来汇报消息。大人，黑石山上的土匪来人了，带来了口信。什么？这些人胆子不小，竟然还敢来此？他们说什么了？他们要大人送上今年的保护费，如果不去，大人就得小心自己的荔枝。
我不去找他们麻烦，他们还敢如此嚣张。老虎不发威，他当我是病猫啊！你去把我二弟还有高将军、徐先生都请来，说我找他们有要事相商。不一会儿，三人陆陆续续的走来到了县衙大厅。大哥，不知道你找我们何事？吴茂，你来说。随后吴茂将事情一一道来。特喵的，这群的山贼竟敢威胁我大哥！二弟勿要激动，元直先生，不知你对此事有何看法？大人不要着急，其实此事对于大人来说是个机会。先生，此话怎讲？你敢相信我的邻居竟然是刘备？此时的张飞还是个卖猪肉的，关羽还是个卖枣的，黄巾起义还没爆发，而我为了在乱世中生存，直接扬言我是中山靖王之后，招揽三国名将，开启我的东汉。上集说到，我刚当上县令，土匪便索要保护费，不交的话还要嘎我荔枝。元直先生，不知你对此事有何看法？大人不要着急，其实此事对于大人来说或许是个机会。先生，此话怎讲？大人，据在下所知，这黑石山上共有匪徒3000余人，除去老弱妇孺能战者不足2000，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些胜算了。徐先生恐怕有所不知，我们只有500人，若是500人守城，本官倒是有几分把握。要是主动出击的话，恐怕……是啊，徐先生，若是守城，末将有绝对的把握能抵挡住2000人的攻势。目前那群土匪依靠黑石山地势要塞，恐怕我们这500人根本不够用。高将军，若是他们下山呢？先生意思是我们找个借口引诱他们下山，然后一网打尽。正是如此。那依先生之意，我们如何引诱？树早就打听到，这群人领头的之人叫雷老虎，乃好大喜功之人。若是大人势敌已弱，邀请他下山来固安县收取钱财和粮食，他必然会派大量的人前来。这就要看大人怎么做了。还请元直先生细细说来。大人若是写一份信告诉雷老五，想要投靠他保全性命，并且以整个固安县作为见面礼送给他，那他一定会前来。况且他们并不知道大人手上有500人马等着他们。你这读书人真是一肚子坏水。二弟休得胡言，就听元直先生的。此事按照元直先生所说的办，元直先生全权负责。二弟和高将军听他调令。末将遵命。众人协商了一些细节后，由徐庶代笔以刘成的名义写了一份书信，交给吴茂给黑石山上的人带回去。1个月后，刘成早早的就来到了固安县西门，静静的站在城门口，等待着雷老五的到来。不一会儿，只见成群结队的人马从远处一路朝着固安县而来。你就是新来的县令，看你这弱不禁风的样子，还想跟我雷老虎做兄弟？雷大当家的威名，刘某早有耳闻，此番请雷大当家前来，也是想尽一番地主之谊。大哥，跟这狗官废什么话？今年固安县收成全部交出来，如若不然，定当血洗固安县，并宰了你这狗官的头颅。大当家请看，县令大人早就将东西准备好了，就等大当家来取。此外，县令大人还准备了酒席，大当家带着兄弟们下马入城歇息片刻。喝酒就免了，你们的酒我弟兄们喝不惯。大当家有所不知，我们刘大人请来了10里8乡有名的歌姬来捧场，大当家不如赏脸。你这老东西，年纪这么大了，竟然还对这些事有兴趣。既然如此，弟兄们，咱们进城乐呵乐呵。大哥且慢，怎么了，老二？大哥小心有诈。雷大当家，我家大人可是一直都很敬仰您的英雄气概。老二，你领2营500弟兄在城外接收了这些粮食，其他1营兄弟跟我进城。随后，刘成和典韦便领着雷老虎进城去了，只剩下徐庶、高顺和2营的土匪。二当家，我带您去收了粮食，一会您忙完，我让人送来酒肉，让兄弟们都吃饱喝足了。算你小子识相。高将军，动手吧！鸡汤来喽！与此同时，雷老虎见后方的队伍出现骚动，停下脚步，疑惑地朝着后面看去。二弟，动手专洗他！狗贼，拿命来！兄弟们，给我宰了这狗官，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个你死我活，起码还有条生路。二当家正在城外接应我们。就在这时，只见高顺、徐庶1人1马朝着此处飞奔过来。城外匪徒已被徐先生和末将全部拿下，等候大人发落。元直先生，高顺干得漂亮！大人过誉了，大人才是智勇双全，仅凭数十人便将雷老虎拿下。此时一众土匪已经明白大势已去，心中熄灭了没有了抗争的心思。凡是有反抗者，格杀勿论，围住四周，不要逃出一人。
大人，末将等人共剿灭黑石山土匪300余人，俘虏600余人，请大人定夺。我们城外的人呢？伤亡如何？回大人，我军准备充分，突然袭击发难，虽暂无弟兄们阵亡，不过倒是有不少人在打斗中负伤。末将已经安排周卫和吴茂2人组织城中百姓救治我军受伤士卒。好，受伤的兄弟务必照顾好。大人，庶以为当务之急是要防止走漏消息，恐怕此时黑石山上的土匪还不知道雷老虎已被大人拿下。先生的意思是？黑石山被雷老虎经营多年，内部堪称堡垒，若是强攻，恐怕我军伤亡惨重。如今有了雷老虎在手上，想进去轻而易举。大人能留下雷老虎一命，简直就是神来之笔。那当然，我大哥可是中山靖王的后代。没想到啊，大人竟然是中山靖王的后代。此事不值得提及。刘某乃中山靖王刘胜第17代不孝子孙罢了，如今算是辱没门楣了。刘胜这个老祖宗，我认定了，耶稣来了也挡不住我。我说的。俺听太守大人说，按辈分算，俺大哥算是当今陛下的同宗族兄弟呢。此言一出，徐庶和高顺愣在当场，他们实在想不到，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刘大人，竟然有如此深厚的家世。二弟休要胡言了。大人，在下以为可以趁热打铁，直奔黑石山，剿灭了剩下的匪徒，以免夜长梦多，突生变故。原旨所言有理，二弟和高顺，你们换上他们的衣服，带上雷老虎，随我一起，务必拿下黑石山。当刘备得知我也是中山靖王之后，你猜刘备会是什么表情？我刚穿越到东汉时期，就和刘备一个村，并且还是邻居。身为穿越者的我，熟知黄巾起义马上爆发，我为了招兵买马，直接扬言我是中山靖王之后。上集说到，新官上任3把火，身为县令的我，把本县的土匪给灭了，并且还去土匪老窝缴获了大量粮食白银，还有82年的铠甲，让我更加有叫板乱世的资本。次日清晨，我便把徐庶和高顺叫到大厅议事。不知大人找我们前来所为何事？昨日在黑石山的一些缴获，我已经和高将军商量过，取出其中3成，发放给城中百姓。此事还劳烦员直费心了。大人说哪里话？为君分忧，此乃徐庶分内之事。大人高风亮节，心系百姓，徐庶替城中百姓谢过大人。刘大人年纪轻轻，竟然如此为民着想，真是令人刮目相看。真不愧是汉室宗亲，真不愧是老刘家的好后生。呵呵，先生不必如此，这也是在下作为父母官应尽的义务罢了。正所谓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稻谷。大人一番话，让徐庶获益匪浅。大人如此为民着想，徐庶佩服得五体投地。是啊，末将也以为大人不愧是汉室宗亲。若是大人在朝中掌权，恐怕朝廷也不会沦落到如今这风雨飘摇的地步。我说徐庶为什么反应这么大？原来这个时代的百姓远比自己想象的更凄惨。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百姓俱欢颜。何时眼前突兀现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一族。诗圣杜甫的诗是好诗，还很应景。徐庶愿为大人马首是瞻，竭尽全力辅佐大人，纵百死犹未悔也。末将愿为大人帐下马前卒，以此身为大人效忠效力，绝不后悔。看来自己应该彻底征服了徐庶和高顺，毕竟接受过21世纪良好教育的有为青年，的确不忍看这个年代百姓的凄惨。有2位相助，本官必定不负所托。大人，我有几位好友皆是饱学之士，我想邀请他们过来辅佐大人，不知大人意下如何？求之不得，求之不得啊！原职尽管邀请，在下必定扫他欢迎。早就跟那几个好友吹嘘过刘成大汉皇室宗亲的身份，幸亏答应了。高将军，我打算组建一支重装步兵部队。末将愿闻其详。我前脚抢了刘大耳的老祖宗，现在又要剽窃高顺本人的创意，太不厚道了。如今我们的钱粮足够组建支千人重装部队，配上最优良的装备，就叫县阵营吧。大人，末将必定尽心全力协助大人组建这样的队伍。高将军，你错了啊！你不是为我组建的，是为你自己，将来由你来统管这支队伍。高顺以为就算自己不亲自统领这支队伍，也会交给典韦来统领，毕竟无论从武力值还是感情层面，典韦无疑是不二人选。怎么，你不愿意？愿意，末将1万个愿意。末将必定肝脑涂地，为大人冲锋陷阵。交代完所有事情之后，刘成叫上典韦，带上了5名士兵，穿上便装，准备回一趟涿郡。与其说是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不如说是刘成一直念念不忘的想赶在刘大耳之前找到张飞和关羽。此外，对于剿灭山贼的战果，需要给刘焉汇报，顺便看能不能弄点兵马粮草回固安县。到达涿郡县城的时候，已经是快接近中午时分。上一次来到这里，我还是个穷小子，如今却是一县之主，熟悉的地方却是不同的人生轨迹。对，
临近中午，刘成几人在一家餐馆吃饭，无意间听见一旁伺候客人的店小二提了一句张庄主家的猪肉之类的话。小二，你刚刚说的张庄主是什么人？这位客官，张庄主是李左郡城外西边五里处张家庄的主人，平日里靠杀猪卖肉为生，我们这些酒楼肉食都从他那里采购来的。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二弟，走，我们去会会这位张庄主，其他人在此地等我们回来。五里并不算远，刘成和典韦很快便来到一个大院门前。院落里一位满脸刚须针的黑脸大汉在那里扎着马步。二弟，扎马步你能扎过他吗？大哥，俺能扎3天3夜，这黑鬼显然不能。水在哪里？尔等是谁？来俺家作甚？在下刘成刘二狗，这是在下的兄弟典韦。我二人听闻张庄主为人豪迈，心之向往，特来结交一番。对，一阵阵的马屁拍得张飞心头有些得意洋洋，心情也稍微好了一些。既然如此，你们进来喝杯酒啊！几杯酒下肚，张飞见刘成和典韦丝毫没有醉意，有些意外。他哪里知道，刘成作为个常年泡在高度酒中的后世人，这酒水的度数还不如啤酒。如果允许上厕所的话，他可以一直喝。至于典韦，别说5杯，就是5坛这样的酒水，他都丝毫不惧。俺叫张飞，字翼德，二位好汉十分对俺老张胃口，这个朋友俺交了。翼德乃真英雄也，不瞒翼德，我这兄弟天生神力，武艺高强，不知道翼德有没有兴趣与我兄弟比试比试？俺正有此意，俺生平爱好除了喝酒，就是以武会友，典兄弟可敢一战？此时要是有手机就好了，记录下来你们2个的奇葩比试。黑鬼，俺知道你快不行了，快投降吧！你丫的，好歹俺也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俺从小到大扎马步，俺从来没输过。二弟，你和翼德二人皆是英雄好汉，一时间难分胜负，不如就此作罢，点到为止，如何？我数3、2、1，俺俩同时起身，如何？那你数吧，可不行耍赖。3、2、1。你个憨憨，输了吧？俺不服，你小子耍赖！翼德，我们继续喝酒吧，以后再比也不迟。随后3人边喝酒边闲聊了起来，聊着聊着方向便跑偏了，好好的一个酒局变成了大型的吹嘘现场。前几日俺跟随俺大哥剿灭了那黑石山的土匪，别提多过瘾了。俺听说了，刘成兄弟真是厉害。那可不，俺大哥那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典韦本来就是个有点小八卦的人，如今有人愿意听，他非常乐意讲。当然，期间少不了强调一遍刘成的大汉皇室宗亲的身份。张飞从一开始的兴奋，到后来的震惊，再到最后看向刘成佩服的眼神。算了，还是让典韦吹吧。不是继续阐述事实吧。俺老张早就听说过这黑石寨的作风，他就是一群丧心病狂、恶贯满盈的贼子。刘大人能一举歼灭这群恶贼，俺老张佩服了五体投地。翼德过奖了。见时机成熟，刘成心中有了主意，咱得抢在刘大耳前头来个桃园3结义。翼德，你我3人一见如故，不如拜为结义兄弟如何？俺正有此意。俺家后院有一片桃林，俺这就叫下人去准备香案。不一会儿，3人来到桃林，对着上天举誓：我刘成，俺典韦，俺张飞，对天发誓，我等3人结为异姓兄弟，从今以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若有违此事，天打5雷轰。说完誓言，3人互相自报了年纪。刘成最年长，是为大哥；典韦其次，是为二弟。至于张飞，依然和历史上一样，排行老3。俺是个粗人，不会说话，能认识大哥和3弟，实乃平生一大幸事。日后俺为大哥马首是瞻，大哥让俺往东，俺绝不往西。大哥，俺也一样。刘大耳，对不住了，张飞以后就是我的了。抢东西这种事，一回生二回熟。二弟、3弟，日后我兄弟3人齐心协力，共创一番事业，为天下的苍生百姓谋一份安宁。大哥，我这就把庄子交代给下人打理，日后跟在大哥身边效力。古人真是信一诺千金啊！刚刚还在思考如何劝说张飞跟随在自己身边，如今他自己主动提及，这要是放在后世，估计别人都以为自己是传销，准备报叔叔抓人了。大哥，我们何时启程？事不宜迟，我们即刻出发，赶在天黑之前去太守府。大哥，俺们去刘焉那里干嘛？翼德有所不知，如今大哥虽然是一方县令，但是总归是在刘焉治下，剿灭黑石寨这等喜事，为何不报？更何况这种大功劳，想必能从刘焉那里要来不少赏赐。大哥真是鸡贼。通往涿郡县城的官道上，3匹快马疾驰飞奔，掀起了一阵阵灰尘。骑在马上的不是别人，正是刘成3兄弟。临行前，刘成向张飞这打听关羽下落。张飞表示，他印象中没见过此人，殊不知是刘成的穿越改变了历史走向。
不一会，三人便来到了太守府。下官见过太守大人。一别月余，小城别来无恙啊！托大人的福，下官幸不辱命。黑石山自上而下3000匪徒，除了老弱病残外，其余的全部伏诛。什么？你是说黑石寨已经被剿灭了？没错，黑石寨已经被下官剿灭。好，本官果然没有看错人。小城年少有为，短短月余便剿灭了如顽疾之险般作恶多端的黑石寨，不愧是我大汉皇室宗亲。太守大人过誉了，下官能剿灭这些匪徒，都是靠着太守大人的信任和将士们齐心协力的罢了。小城不用谦虚，小城的才能本官是明白的。如今小城也算了结我心中一件大事，本官要重重赏赐于你。对了，太守大人，这是下官的结义兄弟典韦和张飞。可是涿县张家庄的张飞？没错，正是此人，如今也是下官的三弟。小城这次立下大功，不知想要什么赏赐。终于说到正题了，下官的确有几件事有求太守大人。小城但说无妨。下官想求一些粮草和兵器，还有战马。刘焉大惑不解，本以为刘成会开口索要一些金银钱财，在他看来，如今黑石寨土匪强盗已经被全部歼灭，不知道需要这些战略物资意欲何为。大人有所不知，虽然黑石寨被攻破，但是我军也是元气大伤。前次大人派给下官的500将士几乎所剩无几。刘焉低头沉思不语，过了一会，刘焉才开口说道：“将士们辛苦，本官明白，有功必赏。小城立下大功，你的要求本官答应了，再额外给你2000精兵，望小城不要辜负本官的希望。”下官谢过大人赏赐。小城可能有所不知，如今朝廷各地烽烟四起，不知从何时冒出了一股头扎黄金的逆贼，四处烧毁官府，杀害力士，劫掠士绅。怎么回事？黄金起义怎么提前了？蝴蝶效应这么坑的吗？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雷公助我！上集说到，太守刘焉赏赐了我1000套兵器铠甲、1000匹战马以及2000精兵，并且我还得知了黄巾起义已经提前爆发了。如今出现的黄巾军也只是小规模的而已，还不成气候。想必这个时候张条已经在谋划了。事不宜迟，必须赶在张条正式号召起义前，将所有的准备工作都事先安排好。刘县令50车粮草、1000套兵器铠甲、1000匹战马以及2000精兵，在下就此转交给刘县令了。劳烦王将军了。那在下就回去向太守大人复命了，就不在此久留了。刘县令一路顺风吧。看着王显离去的背影，张飞说道：“大哥，俺怎么瞧着这姓王的有些不乐意待见你似的？翼德何出此言啊？你看他跑得比兔子还快。俺倒是觉得是他可能嫉妒大哥太能干了。管他呢！三弟，你统领1000精兵骑着马，随我即刻出发。二弟，你统领剩下的1000精兵，将兵器、粮草等物资押送回来。我们固安县再会合。是，大哥。”固安县内，徐庶坐在书房内彻夜未眠，书房内还有另外一位青年文士，正坐在一旁一脸享受的品茶。元直，你的书信我已经看过很多遍，那句“安得拱煞千万间，大庇天下寒”是句欢言，真是令在下深深折服。不过如今这局势，你家大人恐怕志向不小吧？兄乃饱学之士，无论智谋和学识均在树之上。你要是见到刘大人，恐怕比现在更加的震惊。那我可是要期待一番了。就在两人闲聊的时候，高顺来了。徐先生，不知你找我何事？高将军来了。这是主公的书信，你且看看。书信上描述了黄巾军的情况外，还有额外的有一句话，命徐庶和高顺在1个月内组建一支5000人的队伍。主公会不会有些杞人忧天？想必这黄巾贼无非是一些乌合之众，朝廷只要派兵镇压，恐怕很快就能止住这些贼子吧。高将军难道没看见大人让我等组建一支5000人军队吗？那徐先生是什么意思？咱们主公乃真英雄，我等全力辅佐主公即可。募兵之事就交给高将军了，粮草之事就由我来负责。我估计主公恐怕不日就会返回。行，那我立刻就去安排。高顺话音刚落，小兵便来汇报县令大人回来了，请徐先生去县衙一趟。县衙后院，刘成一回来就立马派人去请徐庶和高顺前来商议事情，着急忙慌的赶了一路，两人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大哥，不知道二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已经命人去接应二弟了，相信很快就能到。对了，等会见了你的同事，日后三弟要和他们好好相处。大哥放心，俺晓得分寸。刘成和张飞到了前院公堂，只见满身铠甲的高顺和徐庶以及青年文士已经等候在此。高顺、元直，你们来得够快啊！这位是谁？主公，此乃我多年相交好友举寿，特意邀请他来辅佐主公，共创大业。我操！
你的好友竟然是举寿，这特喵也行，这可是举寿啊！后世评论举寿的才智不下于诸葛亮、郭嘉、司马懿这些人，只不过跟错了主子，去了袁绍那里，以至于明珠蒙尘。要不然以举寿的能力，绝对光耀三国史册。在下举寿，字公宇，见过刘大人。我早就听说过公宇大名，如今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大人妙赞了。必须要把此人留下，这可是一流的谋士啊！袁绍那老小子刚愎自用，要是自己有他那套班底，早就没有曹孟德什么事了。在下天元直说过刘大人对于百姓的看法，令在下佩服得五体投地，但心中一直有个疑问，还请大人帮忙解惑。公宇但说无妨，若是自己无法说服举寿，恐怕他绝不会心甘情愿地辅佐自己。不知刘大人如何看待朝廷和百姓之间的关系？公宇，我送你8个字，还请刘大人指教。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说完，刘成闭上了眼，心中默念着：李二，对不住了，你的这句话我借来用用。短短的8个字，蕴含了太多的含义。知道的兄弟们打在评论区。大人真乃大才，公宇曾发誓，势必要将毕生所学造福天下苍生百姓。公宇愿留在大人麾下，为大人效犬马之劳。公宇能留下帮我，真是太好了。待我二弟返回后，大家庆祝一番，为公宇接风洗尘。大人，典将军去哪里了？我二哥押送了一批粮草兵器，估计要不了多久就回来了。这位壮士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结义三弟张飞字翼德，是我此次去涿郡结识的。说罢，又指着高顺、徐庶介绍给张飞认识，大家日后都是同僚，互相熟悉了解十分有必要。原本典韦的恐怖，除了刚来的举寿外，大家都早已见识过，如今又加入一个张飞，实力更上一层楼。见刘成随便出个门都能带回来如此猛将，众人心中更加佩服。原直高顺，我命人带回来的信，你们都看了吧？回主公，我已经和高将军商量过，由高将军负责募兵，我负责粮草，只是马匹一时间难以凑足，恐怕需要点时间。这次我从涿郡带回来一批粮草和兵器，以及一些战马，此外还有2000精兵。主公哪里来的这么多物资？俺大哥从刘晏那小老儿手里骗来的。我去！我打算组建一支5000人步兵队伍和5000轻骑兵队伍，不知诸位意下如何？大人，募兵之事不如就由我来负责，不知大人意下如何？那此事就拜托公宇了。高顺，现阵营之事如何？大人，末将整合了原来的500兵，又从县城内招募了200人，目前一共700余人，末将以为700人足矣。此外，末将将训练场地设置在黑石山上，那里的地形适合训练。高顺，我给你想了个县阵营的口号，还请大人赐教。冲锋之势有进无退，陷阵之志有死无生。哦。主公，典将军回来了，还带来了好多马匹，正在城外东门。主公，快去看看吧。我假冒着中山靖王之后的名号，在三国当上了一个小小的县令，本想着潇洒快活几年，那成想黄巾起义竟然提前爆发了。而刘备得知我也是中山靖王之后，究竟会擦出什么火花？二弟，这人是谁？大人，在下从草原赶着3000匹马前来中原卖掉，结果来中原还没多久，就遇到了一伙黄巾贼，一路上逃跑不休。原本3000匹战马，如今只剩下1000多匹，误打误撞着跟随这位将军来到了固安县。大哥，俺听你说要招募一些骑兵，俺想着这些战马对大哥有用，所以擅自做主将此人带回来了，还请大哥责罚。二弟，你干得漂亮啊！早些时候徐庶还在为战马的事犯愁，如今面前就有几千匹马，眼下足够组建一支5000人马的骑兵队伍了。典将军真是解了一大难题啊！我说这位大人，这些马你还要吗？这些可都是草原上优质马匹，这些马能上战场吗？我卖战马的，能卖你不能上战场的马吗？这些马怎么卖？本官全要了。大人，我这马原本打算2斤1匹，但是如今我遭遇匪徒，一心想早点回到草原，这些马按照1斤的价格给大人。这样的马你还有吗？草原上还有很多，这一次也只是带出来一小部分而已。我给你1斤半，多出来的半斤算定金。此次你回去后再给我带一匹战马过来，钱不是问题。商人一听这话，脸上喜笑颜开，当即答应下来，并约定好了下次交易时间。交易完成后，刘成带着众人返回了县衙，看着两侧的谋士徐庶、举寿、武将张飞、典韦高顺，心中有些感慨。短短的几个月，自己积累了如今的班底，虽然跟袁绍这种4世3公的超级豪门无法相提并论，但这些已经令我颇为满意。主公，不知道您在想什么？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恕斗胆猜测一下，大人是不是为了黄巾贼的事情担忧？
如今朝廷乌烟瘴气，时常是为首的宦官把持朝政，百姓民不聊生，各地叛军如雨后春笋。这黄金贼声势浩大，恐怕不是表面上这般杂乱无章。若是有心人在背后推动，想必情况不容乐观。到时候就算是朝廷，也无法在短时间内组织兵力平息叛乱。大哥勿忧，那些个贼子敢来这里，俺一定活撕了他们。俺也一样。主公担忧不无道理，庶以为如今之计唯有以不变应万变。古湾县虽小，但是此处人丁充裕，这也保证了足够的兵源。按在下推测，如今我们囤积的钱粮足够1万大军半年的用度。1万人马远远不够，目前的情况我们谁都无法预料，只有自身强大了，未来才能在这乱世当中自保。公与募兵之事就交于你来办，二弟你在一旁协助。是主公。原职内政之事就由你来负责，务必囤积更多的粮草，草原上的马匹能采购多少就采购多少，恕绝不令主公失望。高顺，现阵营操练一事刻不容缓。末将领命。大哥，那我呢？义德放心，大哥有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你，我打算弄一个招贤榜，凡是能在张飞手下撑过20个回合的，赏金500；如果是能撑过50个回合，赏金1000。大哥这是何意？不是俺吹，能单打独斗能跟俺斗上20回合的恐怕没几个人，就别提能在俺手上走上50回合了。义德不用理会，你尽管用尽全力，只要别把人打死就行。原职你就按照这个条例拟个告示，然后安排人张贴出去，并且发动县里的百姓帮我们宣传。主公这招贤榜的用意，恕倒是能明白。主公是寻访一些英雄豪杰，凡是能跟张将军交手斗上数十个回合的，都是一些勇猛过人的好汉。只是这发动县里百姓，怕是有些困难。此事很简单，只要告诉百姓，凡是能寻来1个人，就给予1金奖励。如果寻来的人胜了义德，奖励相同数量的钱财。不过，若是为了拿到钱财，随意寻来一些人滥竽充数，那不仅没有钱财，还要收到惩罚。光和6年9月，张角、张宝、张良兄弟3人在冀州举旗造反。张角号称天公将军，举兵30万在清、徐、幽、冀、荆、兖、杨、豫8州同时起义。黄巾军是烧毁官府，杀害力士，四处劫掠，一路势如破竹，锐不可挡。所到之处，官军望风而逃，不敢迎战。一时间，朝野上下震动激荡，灵帝大怒，一方面派出卢植、黄埔松、朱俊出兵镇压叛乱，另一方面号召各地官员自行募兵，共同剿匪。刘成手中拿着一份告示，眉头紧锁，心中暗道该来的还是来了，而且还比原本历史的起义时间提前了半年。告示上说得很清楚，黄巾贼一路高歌猛进，进犯幽州，很快就会进攻涿郡。如今黄巾逆贼蛊惑民众，意图造反，朝廷已经派兵剿匪。然而贼子人多势众，官兵寡不敌众，不日就要进犯涿郡。太守刘大人命令各县自行招募义兵，共同抗击匪徒。大哥勿忧，待俺率领黑虎营的兄弟去会会他们，定要那些乱臣贼子有来无回。三弟休要着急，我等身为大汉子民，如今国家有难，朝廷有诏，本官身为大汉皇室宗亲，更是责无旁贷，所以我决定起兵讨贼。这次本官准备率兵1万支援涿郡，三弟统领5000黑虎铁骑，二弟统领5000步兵，随我一道，3日后出发。是大哥。高顺，剩下5000人马留守固安，由你统领，以防黄巾贼子偷袭本县。末将领命。我乃天公将军麾下大将邓茂师也，尔等还不快速速下马受死！乱臣贼子，今日你家张爷爷定要捅你1万个透明窟窿！义德，这是我派人专属为你打造的8丈蛇矛，感觉怎么样？大哥，这简直太顺手了，俺一定将那黄巾军捅上1万个透明窟窿。好，我有点期待这1万个透明窟窿了。主公，按照书信中所说，黄巾逆贼程远志率兵5万，3日前便在攻打范阳。以范阳县的官兵数量，恐怕这个时候城早就破了。恕以为大人若是前去支援，凭借我们这1万人马，恐怕于事无补。毕竟他们有源源不断的援兵，而我们却只有这么一点兵马。我也是这个意思，咱们的这些家底可不能损失在这上面。但太守的命令又不好违抗啊。主公，按照计划出兵即可，只是路上尽量放缓行程。按照这个时间来算，估计黄巾逆贼后日下午就能抵达涿郡。以涿郡兵马数量，黄巾贼想一鼓作气拿下来，恐怕并不轻松。等到双方打的2败俱伤，大人的援兵刚好赶到，此时太守大人必然无话可说。原之好计谋，这样一来，不仅保存了我军实力，还能捞到不少的好处，实在是妙啊！
主公，事不宜迟，出发吧。对了，把这大旗给我换了，换成我的姓氏。主公不可啊！目前我们还算是刘焉一方的人，若是换成刘字，万一刘焉有心吞掉这支人马，主公该怎么拒绝？现在还不是跟刘焉撕破脸皮的时候，以汉字竖旗的话，就没那么多事了。刘焉只有能调动他，没办法吞下这支队伍。刘成细细一想，的确如此，自己还是太单纯了，果然没这些谋士考虑的周全。随后1万人马浩浩荡荡的出了固安县，直接朝着涿郡县城而去。大军路上遇到了逃亡的百姓们，猛然间见到如此多的人马，个个吓得脸色煞白，还以为是黄巾贼在堵截他们。大家别怕，我们不是黄巾逆贼，在下固安县县令，老人家是从涿郡县出来的吗？回大人的话，小人正是从涿郡县逃亡出来的。不知涿郡现在是什么情况？败了，全败了。太守大人被黄巾贼打败了，如今困在城中不得动弹。小人们觉得城破是迟早的事情。听说那些黄巾贼们个个凶神恶煞，每次破城就会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小人与城内百姓们全都跑出来了。传我命令，全军加速前进，注意保护沿途百姓。此刻涿郡城太守府，刘焉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此刻他已经萌生蓄意，面对如此多的敌人，在没有援兵的情况下，只能是等死。主公，在下以为如今我们只能向西前往并州。一方面，并州黄巾贼数量不多；另一方面，并州上党与巨鹿地理位置很近。我军打倒并州后，再从上党绕道去和朝廷军会合。王显留下3000人驻守，其他人整顿军马，随后出发。末将领命。此刻黄巾军主将程志远这边有探子禀报，大量人马朝他们所在的大兴山而来。赶快整顿兵马，我看看是哪个不长眼的。黄巾贼子，可敢有人出来一战？邓某，你去会会这个大黑熊。我乃天公将军麾下大将邓茂师也，尔等还不快速速下马受死！乱臣贼子，今日你家张爷爷定要捅你1万个透明窟窿！仅仅是一个回合，邓茂就被张飞斩于马下。俺还以为尔等逆贼有3头6臂，如今看来不过如此。漂亮小丑，羞得猖狂，高某来会会你。此人正是程远志手下的第2号大将高升，一身武艺颇为不凡。你家爷爷我还没用力，你就倒下了。随即2名大汉从黄巾军中冲了出来，直奔张飞而去，想给高升赢得一丝喘息之机。典韦见敌方阵中又冲出来2人，勃然大怒，口中大骂黄巾贼不讲武德。大哥，让我去助3弟一臂之力吧。2弟莫急，3弟的本事你还不清楚吗？且看3弟发威。结果不用想，这几人全是一样的结果，都别捅了1万个透明窟窿。大人，此刻黄巾军必然士气低落，军心涣散，反观我军士气高昂，此乃一鼓作气歼灭对方的好机会。原旨所言在理，传令下去，全军出击。涿郡县城内，刘焉召集了人马，准备跑路向西前往滨州。就在出发前夕，忽然探子来报，有大量黄巾贼人马朝着涿郡县而来，数量众多，几乎是倾巢而出，行军速度十分之快，预计半个时辰后就能抵达涿郡县城。难道谁走漏了风声？如今逃跑是跑不掉了。黄巾贼如此声势浩大，恐怕早就将所有出城之路堵死了。未经之计，只能死守。但愿能有奇迹。传我命令，全军戒备。王显，你将城内所有民兵召集起来，随时听候差遣，谨防黄巾贼攻城。太守大人，刘备以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备愿领兵出城，会一毁黄巾贼子们。你是何人？是谁的部将？我的邻居是刘备。如今我们在战场上见面了，我和典韦、张飞结义成了兄弟，而刘备则是一无所有。身为假冒中山靖王之后的我，究竟会和刘备擦出什么火花？上集说到，太守刘焉被黄巾军给围困了，而刘备为了扬名，直接申请出战。太守大人，备以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备愿领兵出城，会一毁黄巾贼子们。刘焉抬了抬眼皮，瞥了一眼眼前这个的叫刘备刘玄德的年轻人。早些时候，卢植便通过书信告知刘焉，有一位涿郡青年才俊想推荐给他，此人就是刘备。卢植还说，这刘备是皇室宗亲，乃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这刘备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打听到了小城的事迹，想照猫画虎，哄骗了卢植。没错，此人定是一个招摇撞骗之徒。不过卢植如今手握重权，他的面子还是要给的。玄德既然有想法，那本官拨1000人马给你，好让黄巾贼子领教玄德的厉害。城外少说有几万来势汹汹的黄巾贼，你就给我1000人，这和送死有什么区别？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啊！太守大人谬赞了，虽然黄巾贼子人多势众，但备必定全力以赴。而城外的黄巾军早已被张飞率军剿灭了。就在张飞寻找黄巾军的余孽时，正好碰见了刘备的队伍。
在下刘备刘玄德，见过将军，不知将军如何称呼？你是谁？找俺作甚？在下刘备刘玄德，不知将军怎么称呼？张飞看着刘备，觉得此人有些惺惺作态，笑起来满脸虚情假意，不由得心生厌恶，不耐烦地敷衍道：“俺乃固安县县令麾下大将张飞是也。这位壮士可是固安县的刘大人？”张飞一看，说话的是一位红脸长髯、相貌气势非凡的士兵，不是关羽还是谁？你听说过我大哥的故事？哈哈哈！唯有刘大人麾下才能有兄台这般猛将。刘大人以500人马剿灭数千山贼，接纳流民，赈济百姓，乃真英雄也。关某甚是佩服。难道此人就是主公打听的红脸长髯的关羽？十有八九正是此人。刘备见如此猛将竟然只是一个小小县令的属下，心中升起一丝醋意，刚要开口说话，就听见一阵嘈杂的声音响起，抬头看见不远处又是一队人马靠了过来。大哥，小弟幸不辱命，黄巾军主将程志远已被赶了。翼德好本事，翼德将军一人连挑黄巾军5员大将，此战居功至伟。对了，大哥，我介绍一个人给你认识。哦，三弟要介绍谁？大哥，你看，关羽就在那儿。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关羽拜见刘大人。云长大名，在下早有耳闻。关羽此时只是个小角色，远不如后世那般威名。此时听到刘成的话，心中越发觉得刘成如传闻一般，为人谦和礼贤下士，毫无上位者的架子，对刘成的好感陡然提升。二狗子是你吗？大哥，此人自称叫刘备，原来是玄德，多年未见，别来无恙。二狗啊，为兄在卢植卢大人处学习多年，算是有些所成。二狗若是不嫌弃，来为兄麾下做事，将来也好成就一番功业。你个大耳贼，我大哥的小名是你叫的吗？信不信我扇你？二弟不要乱来。大哥，你们认识啊？张将军，我们是邻居。当年二狗可是天天跟在我屁股后面的，为何曾经的泥腿子穷邻居变成这番模样？更可气的是，手下还有这么多精兵良将。玄德，不如我等先回城中拜会太守大人，你我二人再好好叙旧一番，如何？全军听我号令，回城。看着刘备指挥有素，俨然一副主将的模样，让所有等待刘成发号施令的人有些目瞪口呆。这是你该干的事吗？回到城中后，小程拜见太守大人。小程，真的是你啊？此番程志远部众是你所破的吗？回太守大人，正是在下。小程真乃大才也。走，咱们到大厅说话。待众人落座后，刘焉甚是好奇地询问刘成是如何破敌的。刘成从自己接到刘焉书信的时候开始讲起，讲了整整1炷香的时间，才大致地将事情前因后果叙述了一遍。未雨绸缪，提前练兵炖粮，可见小程一心为国为民。本官生平阅人无数，小程绝对是文韬武略皆为人中翘楚，不像某些招摇撞骗之徒。太守大人有所不知，小程乃是刘备的同乡。备乃中山靖王刘胜第18代玄孙，奈何家道中落，这些年一直跟着卢植卢大人读书学习。刘焉瞪大眼睛，一脸不敢相信地看着刘备，心中破口大骂：自己祖宗不要，非要去抢小程的先祖，老夫念在卢植面上都不想点破你，你竟然还敢当着人家小程的面抢小程的祖宗，还说得如此冠冕堂皇。你这大耳贼怎如此不要脸？明明俺大哥才是中山靖王第18代玄孙，此事众人皆知，不信你可以问太守大人。明明是我的祖宗，怎么让刘焉说成是刘成刘二狗的祖宗？刘备不敢质问刘焉，只得脸涨得通红，大声说道：二狗，你来跟太守大人解释一番。大耳贼，这个忙我真帮不了你，我也需要你祖宗。玄德，你我乃同乡，论岁数你大我些许，论学识你师从卢植卢大人。太守大人不嫌我身份低微，提拔我为县令，我能做的就是上报朝廷，为国家分忧，下安黎民，为百姓谋福。今日我能大败黄巾逆贼，靠的不是祖宗，玄德你好自为之吧。我靠，你在搞什么？你敢相信我当着刘备的面公然抢了他的老祖宗中山靖王？刘备心中直接万马奔腾，看我俩究竟谁是中山靖王之后。玄德，论岁数你大我些许，论学识你师从卢植卢大人，而太守大人不嫌我身份低微，提拔我为县令，我能做的就是上报朝廷，为国家分忧，下安黎民，为百姓谋福。今日我能大败黄巾逆贼，靠的不是祖宗，玄德你好自为之吧。刘成的一番话，刘焉等人听的是佩服不已，刘备则是听得羞愧难当。随即，刘备冲着刘成和刘焉拱拱手，落寞地走出了大厅。见刘备离开，刘成心中窃喜不已。对不起了，大耳贼，我会好好利用中山靖王玄孙的名号。
刘备走后，众人边吃边聊，甚是祥和。刘焉数次表示要向朝廷给刘成表功劳。如今小城剿灭了程远志的5万黄金贼，解了我涿郡之危，小城有何要求尽管提来，无论是钱财和粮草还是官职，本官统统答应。太守大人，小城的确有一事相求，还望大人答应。小城但说无妨，本官无不应允。太守大人，小城不需要任何钱粮，只求大人将关羽将军借给在下。你是说要借人？没错，在下对关羽仰慕已久，对关羽的本事佩服不已。今日一见，觉得相见恨晚，还请大人应允。区区一个小将，别说是借，就算送也毫不在乎。实在没想到这刘成居然提出这么一个古怪的要求。莫非？刘焉看向张飞和典韦，又想起第一次见面之时，刘成对典韦十分看重。此外，听说刘成从前就没有娶妻，去了固安县之后，也从不近女色。莫非小城有龙阳之好，口味还这么独特，喜欢这种5大3粗的大汉？没错，一定是这样。小城的请求，本官答应了。接下来的宴会很愉快，刘焉很高兴，刘成也很高兴。喝完最后一杯酒后，刘成便请辞了。刘焉也没多加挽留，毕竟如今刘成兵多将广，在涿郡县时间待长了，他恐怕都睡不着觉。主公，将士们已经集结完毕，随时可以出发。另外，我军一共俘虏黄巾军3万5千人，去除老弱病残，已经大约剩下3万人马，数已经按照主公吩咐整编完毕。好，出发，回咱的地盘。刘成知道这场黄巾叛乱最终会以失败收场。张角虽然有几十万人马，但依旧不是朝廷官军的对手。等张角死后，大量的黄巾军会被各路诸侯镇压收编，到时候就成了诸侯迅速壮大实力的途径。足足赶了1天的路，才回到了固安县。这才是老子的地盘，欢迎大人回家。公羽、高顺，这段时间辛苦2位了。大人剿灭黄巾军，为朝廷分忧，为百姓解难，才是辛苦。我等不过是做了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已。大哥，有什么话进城再说吧。俺老张这段时间酒都没怎么喝好，早就馋得不行了，赶紧回去，俺要一醉方休。宴会上，刘成一一为众人介绍关羽，其他人见关羽雄伟的英姿，都心生赞叹。刘成还顺便把手上的兵马也整顿了一番。张飞继续统领黑虎营5000人马，典韦统领2万人马为第1军团，关羽统领2万人马为第2军团。至于为何典韦统领第1军团，关羽统领第2军团，刘成也做出了解释。一方面是容易记住，另外一方面完全是先来后到，并无其他想法。交代完所有事情后，刘成留下了高顺，其他人则各司其职去了。不知大人有何吩咐？高顺，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去办。大人尽管吩咐。你带着程远志、邓茂等人的首级去朝廷报功。若是让刘焉抢先一步，恐怕这功劳轮到自己头上，仅剩无几了。高顺性子温和，懂得变通，若是差遣张飞、典韦前去，恐怕当场能拍死那些所谓的黄门太监，搞不好还把事情弄砸了。切记，到达洛阳后，第一时间带上钱财去拜访大太监张让，给他留下好印象，对我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难道大人是想走张让的路子？你有所不知，如今朝政被这群阉党把持，如果没有围保他们，我们就算天大的功劳，也难以让灵帝知道。如今形势所迫，不得不虚与委蛇一番。大人放心，末将必定不辱使命。我会告知公羽，给你3000黄金带上。具体的事情都在这封信中，你按照信上所写的禀报即可。末将遵命。刘成明白，如今自己缺的就是一个名分。此次涿郡一战，让他从刘焉身上感觉到若有若无的疏远。或许是自己的力量有些强大，让刘焉起了戒心。毕竟任何上位者都接受不了下属比自己牛逼太多了。所以兵强马壮的刘成，对刘焉来说已经是一种威胁。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洛阳城宦官张让府中，哇，不得了，不得了！刘县令有心了，我家大人对张公公仰慕已久。时常在末将等人面前提起张公公。不知道刘县令说咱家什么？刘大人常常说您为国为民殚精竭虑，上为陛下分忧，下为百姓谋福。如今一些不法之徒扰乱朝纲，刘大人起兵平乱，也是为了替朝廷分忧，替张公公分忧。刘县令还真是咱家的知己啊！他的功劳咱家已经知道了，陛下也会知道。你去府外候着吧，稍后咱家就带你进宫面圣。进宫的路上，太监宫女见到张让纷纷下跪行礼，甚至一些出宫的文官武将都纷纷大礼参拜，可见张让的权势是何等的滔天。张常侍，你来得正好，朕有一件好消息要告诉你。陛下，奴婢恰好也有一个好消息要禀报陛下。那你且讲来，朕洗耳恭听。
东汉时期，在汉灵帝继位时，宦官集团明码标价的卖官位，导致了黄巾起义，天下大乱。而身为一名小县令的我，率领1万士兵，把涿郡的5万黄巾贼给剿灭了。我熟知天下马上大乱，县令的身份只会影响我的发展。于是我派高顺前去洛阳，用超能力打通了宦官张让，让他在汉灵帝面前给我要个官位，这样我才能参与诸侯纷争。张常侍，你来的正好，朕有一件好消息要告诉你。陛下，奴婢恰好也有一个好消息要禀报陛下。那你且讲来，朕洗耳恭听。于是张让就将刘成大败涿郡黄巾军的事情讲述了一遍，如何大破城远至部众，如何阵前连斩黄巾数员大将，如何解了涿郡之危，期间还自作主张将黄巾军扩大成10万人。张常侍，那涿郡太守刘焉已经给朕上奏了，那刘成的表现朕早就知道了，只不过还有一点，刘焉说这刘成竟然是中山靖王的后人。陛下，如此说来，这刘县令可谓是汉室宗亲呢。是的，张常侍这刘焉的奏章你怎么看？回陛下，奴婢在想，定是陛下皇恩浩荡，才让下面的将士们奋勇杀敌，剿灭黄巾乱党。至于刘太守的奏章，奴婢不敢乱议朝政。是吗？爱卿的马屁让朕很受用。对了，你是从何处得知此消息的？回陛下的话，刘县令差人来宫中报功，恰好在宫门口被奴婢遇见，奴婢领着他前来，顺路闲聊了一番。哦，快将此人唤来。一旁伺候着的小太监立马起身，朝着门外将高顺带了进来。末将高顺拜见陛下。高将军请起。这盒子装是什么东西？陛下，此乃黄巾贼子程远志、邓茂等人的首级，请陛下过目。就在这时，张让偷偷朝着汉灵帝眨了眨眼。汉灵帝看着盒子中的首级，满意的点了点头。据说刘成乃中山靖王的后人，此事可是真的？回陛下，此事千真万确，捉入太守刘焉刘大人可以作证。灵帝满意的点点头，没有说话。高将军先退下吧，稍后咱家去找你。随后高顺在崇德殿等候许久，终于见到张让神采奕奕的走了出来，手上还拿着圣旨。陛下加封刘县令为征南将军，兼领涿郡都尉。回去告诉征南将军，陛下等着他率军南下，早日平定黄巾乱党，再立新功。高顺努力克制内心的激动，颤抖着双手接过圣旨。征南将军，这可仅次于前后左右4方将军，在网上就是3公了。他知道一定是那几箱钱财起了作用。末将谢过张公公，陛下和张公公的话，末将一定带到。高顺拜别了张让后，一刻也不敢耽误，收拾好行李，直接返回固安县。高顺，你快说说那皇帝老儿给俺大哥封了什么官？多了不说了，都在圣旨里的。原旨你来念吧。涿郡固安县令刘成，中山靖王刘胜之后人也。今于涿郡大败黄巾军10万，其功威震朝野。麾下张飞阵斩大将程远志、邓茂、高升等5员大将，其勇当世罕见。今加封刘成为征南将军，并兼领涿郡都尉，统管涿郡军马。麾下张飞典为义勇冠3军，特封校尉，归刘成统领。朕欲将征南将军事迹公布于天下，以安百姓，并责令文武百官效仿征南将军，为朝廷分忧。钦此。哈哈哈！没想到俺和二哥也被皇帝封了官。皇帝老儿真是大手笔呀！本以为能弄个杂号将军就不错了，没想到都快一步到位了。看来这下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人是彻底坐稳了。刘大耳，这下真的不怪我了。诸位，俗话说得好，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如今朝廷内忧外患，我决定2日后挥军南下，剿灭张角。高顺，这趟辛苦你了，下去休息休息吧。大人客气了，末将只是跑跑腿而已，谈不上辛苦。高将军此言差矣。请公与先生指教。如今我军兵强马壮，大人不再是县令，而是朝廷的征南将军，还统管涿郡兵马，怎么说都算是一方诸侯。我等应该改了称呼，叫主公才对。公语言重了，称呼而已，不碍事。庶以为公语言之有理，正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一旁的关羽和高顺都连连点头。至于典韦和张飞一脸无所谓，反正就算刘成当了皇帝，也是他们的大哥。既然如此，那就依诸位吧。拜见主公。刘成看着徐庶、沮授、典韦、张飞、关羽、高顺，心中感慨万千。这乱世，老子来了！固安县操场上，45000身着黑甲的士兵们整装待发。关羽、典韦、张飞3员大将全身披挂，刘成站在高台上，静静地看着黑压压的将士们。如今国难当头，百姓水深火热，性命朝不保夕。我等身为大汉子民，当上报国家，下安黎民。今日这杯酒，我替天下百姓敬诸君。他日凯旋而归，自当开怀畅饮。出发。
为了这次南下剿灭张角，刘成决定将家底全部带上，一共5000黑虎铁器，5万不足，分别由张飞、典韦、关羽统领。刘成心中明白，张角身败已经是定局，这么大的一块肥肉，自己怎么说也得抢下一块。另外，他还肩负征南将军，所以于情于理，他都必须走这一趟。4万5千人的大军一路南下，目标直指冀州巨鹿广宗。此时卢植正被张角的10万大军困在广宗，动弹不得。而曹操在兖州老巢拉起了2万人马，在谋士荀彧、郭嘉、程昱、武将许褚、夏侯惇、夏侯渊等等人的协助下，一路向西朝着颍川赶去。刘成一行人到达冀州境内后，就接到了一个消息，和历史上一样，卢植拒绝了黄门左峰的索贿。于是左峰在灵帝面前诬陷卢植迎战不利，延误战机。汉灵帝大怒，下令将卢植押解回京，并命令董卓来接替卢植。刘成很清楚，历史上董卓最终也会失败，但如今的现状，他不知道到底会不会朝着历史的走势发展。董卓老贼，你必须多撑住一会啊！如果不然，张角击溃董卓后，直接挥师南下，与颍川张良、张宝军会合，那对于朝廷和百姓将是灭顶之灾。我就5万人马，怎么对抗黄巾军合计超过25万人马，简直痴人说梦。此时，正在往颍川前进的曹操得知卢植被押送回京的消息的时候，吓了一大跳。真是奸党宦官误国啊！倘若张角的10万大军和颍川方面会合，那朝廷危在旦夕啊！而刘成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主公，董卓刚刚接替卢植，就下令与黄巾军开战，结果区几万兵马被黄巾军打得落荒而逃，现在马不停蹄地朝着洛阳逃去。河内郡乃广东南下颍川的必经之路，在这里能截住张角，就算挡不住，也要拖住他们的行程，务必不能让张角和颍川的张宝、张良顺利会合。就在刘成一行人马不停蹄地赶到河内的时候，恰好遇到了张觉军的先头部队。只见旗帜上打着管字，都说黄巾军老大张角会妖术，可呼风唤雨。雷公助我！身为穿越者的我，自然不信。我手握5万兵马，熟知天下马上大乱，赶紧用钱财贿赂宦官集团，买了个征南将军的名号，看我如何收复黄巾军，成为东汉最大军阀。上集说到，我率军前往颍川，阻止张角和颍川的张宝、张良会合，恰好遇到了张觉军的先头部队。管亥作为张角麾下第1大将，对于张飞连挑成远志数人，十分不服气。你就是刘成，让张飞出来受死。主公，此战就交给我吧，杀鸡何必用牛刀？那俺就在此为云长助阵吧。云长，那你可要小心了，这管亥是张角的第1大将。主公放心，关某去就来。不愧是武圣，说话就是霸气。你是谁？什么阿猫阿狗都敢出来挑战老子吗？叫张飞出来！我乃征南将军麾下，关羽是也。拿命来战！力量的悬殊差距，管亥根本无力阻挡，直接连人带马一劈两断。主公，末将幸不辱命。关羽这样的暴力美学真是牛批啊！云长真是骁勇无双。主公谬赞了。难怪俺大哥把你从刘焉那里要过来，原来云长的武艺不在俺之下啊！义德不必谦虚，你我不分伯仲。三弟你领黑虎铁骑正面冲锋，二弟率领第1军团从左翼进攻，云长你率领第2军团从右翼进攻，务必最短时间内击败他们。末将领命，全军出击。一时间，4万5千大军如同开闸的洪水一般，朝着黄巾军涌去。兄弟们不要怕，天公将军正在我们后方赶来，坚持住，宰掉这伙官兵，每人赏钱1000。兄弟们赶紧跑吧，我们上来也是白给。对，俺还没娶媳妇呢，可不想白给。一时间，黄巾军大乱，四处逃窜。黄巾贼子们，投降者不杀。黄巾军都是活不下去了才选择造反的，如今造反也活不下去了，还不如投降。投降，我们投降，求将军开恩。大哥，主公。三弟，战况如何？大哥，8万黄巾军，死伤2万，俘虏6万。怎么死伤如此之多？主公有所不知，末将大致查看了一番，大多数都是他们自己人逃命的时候互相踩踏致死。原来如此，云长，投降的黄巾军收编事情你来负责。末将领命。俗话说得好，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云长，我给你留下5000兵马原地扎营，万一自己失败也好有个退路。二弟、三弟，你2人迅速集结大部队，我们给张角一个惊喜。是大哥。刘成想着是趁着张角并不知情的情况下，直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灭了冀州黄巾军。若是能宰掉张角，那再好不过。安排好一切后，刘成带着张飞和典韦率领4万大军往北，朝着广宗方向赶去，与张角决一死战。
禀报主公，前方20里路长山附近发现大量敌军，人数约6万众。6万人马果然跟自己想的差不多。领头的谁？打着什么旗号？回禀主公，领头之人并未看见，但打出的旗号是天宫将军。天宫将军一定是张角无疑。大哥，让俺带着黑虎铁骑去冲他个措手不及吧。大哥，俺也去，对方人数众多，三弟一个人去俺不放心。此番我跟你们一起去。大哥，你在后方督阵就行了，俺和二哥去就行了。想来那张角阵中无人能和俺一战。三弟，你太小瞧大哥了，我有亲兵保护，放心吧。那大哥你下令吧，俺先去打头阵。那亦得多加小心，若是不敌，立马回撤。想必这些人绝对是黄巾军中的精锐之士，可不是之前遇到的那些普通士兵，切不可鲁莽。大哥放心，俺必须张角人头献给大哥。二弟，我们也跟上吧。另外一边，黄巾军一路向南，默默地朝着颍川前行。队伍中央有一身着道袍、面容严肃、打扮的仙风道骨的男子，此人正是自称天宫将军的张角。来将何人？俺乃征南将军麾下燕人张飞是也。好一个张飞，程远志就是被你给杀了。此等跳梁小丑被俺一回合斩于马下，尔等逆再见到你张爷爷还不速速下马就擒。主公，让我去取了此人项上人头，献于主公。和将军小心，末将去也。来者何人？报上名来。吾乃天宫将军麾下大将何曼是也。什么何曼？我看你是蛮鱼吧，听都没听过。你这厮安敢辱我？吃我一枪！打我，笨蛋！拿命来战！看好了，全军冲锋，给我剿灭黄巾贼！周仓、廖化、裴元绍，你三人领各自人马留下来拦住征南军，其他人随我撤退。开局一名小县令，何典为张飞来了个桃园3结义，随后天下大乱，我收编黄巾军，直接成为了东汉最大的军阀。上集说到，张角一看情况不妙，于是留下周仓、廖化、裴元绍3人断后。你带着人清剿此处黄巾军，俺去追张角。将军不可，黄巾贼子人多势众，将军一人前去实在是太危险了。我等还是在此处等待主公定夺吧。你怎么如此啰嗦？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这个道理你难道不懂吗？哼，一群土鸡瓦狗而已。俺是主帅，俺说的算，就这么定了。此处交给你，俺去就来。过了一会，刘成和典韦陆续赶来。主公，末将无能，请主公责罚。能拖延这么久，已经是立了大功。翼德还没回来吗？将军他还未返回。传我命令，集结所有能战的黑虎铁骑，去支援我三弟、我二弟，跟你们一起去。大哥，那你保护好自己。放心，大哥的8块腹肌不是白练的。随后典韦去支援张飞去了。此刻周仓、廖化、裴元绍3人本以为张飞已经是世间罕见的猛将，可是刚刚那个手持双戟的大将似乎不逊色于张飞。我就不信他刘成麾下还有这样的无双猛将。只要宰了刘成，灭了这伙征南军，我们一定能得到天宫将军的重用。我去会会他们。老周，你认真点。老裴说的对，他征南军中绝对不会有第3个这样的猛将。如今我军士气低落，只有这样才能鼓舞士气。那你小心了，打不过立马回来。你就放心吧，我周仓可不会被人一回合斩于马下的。征南军的听着，我周仓在此，可有人敢与我一战？给关羽扛了一辈子的刀的那个周仓吗？没人敢来应战吗？周仓继续叫嚣道，他心中更加笃定征南军中没了大将，而刘成目的很简单，就是拖住眼前的这支黄巾军，为张飞和典韦拖延时间。主公让我去会会那叫阵之人。云长，你来的真及时，其他人呢？末将命人收缴降军的兵刃，5000兵马留在原地看守，独自一人前来支援主公。云长做事果然心细。主公带我去取了此人的项上人头。云长，此人抓活的。末将遵命。来者何人？报上名来。征南军关羽，下马投降，关某可饶你一命。想要我投降，先胜过我再说。要杀要剐，悉听尊便。我家主公要见你，跟我走吧。主公，人抓回来了。云长干得漂亮啊！区区小事，当不得主公称赞。不知主公为何要活捉此人？周仓现在才反应过来，原来人家原本就没打算杀了自己。云长，你觉得此人如何？此人虽然武力一般，但也不失为一条汉子。周仓，你可愿投降？本将军只给你一次机会，想清楚再说。这回轮到周仓猛了，这兵强马壮的征南军居然招降他这样的一个逆贼。周仓愿意投效将军，只是有什么话但说无妨。末将对关将军
军佩服不已。末将愿跟关将军马前卒。自己还没开口，人家就提前说出来了。不过这样更好，省得自己开口。本来活捉周仓就是为了给关羽扛刀的。那云长意下如何？谨遵主公安排。既然如此，周仓你就为云长副将吧。末将遵命。黄金阵中，廖化、裴元绍见周仓轻而易举地被关羽擒住，半天都不敢有任何动作。自己这1万多人马，孰知还不够征南军塞牙缝的。老廖、老彭，我已经降了征南军，你们怎么打算？保主，你说什么？你降了？周仓点点头，没说话。保主，你是来到说客的吗？主公不想大开杀戮，命我来劝劝你们。老廖、老彭，你们不如随我一起降了征南军，我实在不愿看到你们身首异处。算了，如今形势逼人，不降就是死。天公将军让我等留下来断后，原本就没打算让我们活，与其窝囊的死，不如跟着征南军干。老裴，你呢？他娘的什么世道？但愿征南军不会言而无信。太好了，咱哥仨日后还能在一起。刘成看着单膝跪地的廖化和裴元绍，心中大为高兴。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说的就是此人。廖化、裴元绍，你2人能弃暗投明，本将军甚是欣慰。那些投降的黄巾军仍交由你们统领，日后好生效力，报效朝廷。末将谨遵主公号令。这黄巾军还真是有点像后世游戏中的顶级副本，自己每次攻打都有不俗的收获，这感觉太爽了。回到营帐后，张飞和典韦便回来了。大哥，俺回来了。翼德，你可知错？大哥，俺知错了，俺以后再也不贪功冒进了。大哥说的不是这个。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道理我懂，但是你置安危不顾，以身犯险，若是出现意外，你让我这个大哥和你2哥如何是好？必让2位哥哥担忧。大哥，请责罚我吧。你啊你，大哥，这是张角首级，请大哥看在3弟立功的份上，原谅3弟吧。2弟，你这脸是怎么回事？大哥，那张角会点妖术，用几个雷把俺劈的。对了，战况如何？主公，我军大概伤亡4000人马，主要是黑虎营的兄弟伤亡惨重，一共征战黄金5万人，俘虏10万黄巾军，除去老弱病残外，能战的还有8万人，目前已经全部招降。此外，我军还缴获了大批粮草、兵器、甲胄以及钱财，预计够10万大军半年的消耗。加上原本的4万多人马，一共12万人马，哪怕是朝廷一时间也难以凑齐12万人马。不过刘成明白，虽然人数众多，但是黄巾军大多数出身穷苦，为了活命才受到了张角的蛊惑，所以战力低下，要不然自己也不可能胜得如此轻松。2弟，你率领8万投降的黄巾军返回固安县，而后日夜操练，尽量早日将他们打造成精兵悍将。是，大哥。廖化，你领着剩余的黑虎营将士护送受伤的将士们和粮草辎重，随典韦一道返回固安县，裴元绍也跟着一起。3人应声承诺。嘱咐完一切后，刘成似乎有想起什么似的。2弟，黄巾首领的首级都带上，尤其是张角的人头。到了固安县后，让高顺带着这些人头去洛阳请功，他知道该怎么做。大哥放心，俺知道。大哥，那我们呢？我们不回去，直接南下去颍川看看。此时曹操率领的2万人马也抵达了颍川长社和皇甫嵩诸郡的4万人马会合。此时双方人马达6万众，而另外一边的张宝、张良则手握10万黄巾军。孟德，对这黄巾军，你有何高见？如今我军绝对不能继续与黄巾贼子对峙下去。北边的董卓已经逃回洛阳，如今张角的10多万大军马不停蹄地赶来此处，若是他们兵合一处，恐怕大汗未已。曹操的一番话说出了在场之人的心声。如今朝廷根本无法派出更多的援兵来支援他们，而他们不知道，刘成已经把黄巾军大部队给剿灭了。这群祸国殃民的阉党，如不是他们，卢植怎么可能会诬陷押送回京？这样大好的局面就这样被葬送。奉孝，你可有主意？难道主公与诸位将军都忘了，我们还有一支援兵吗？是谁？快快讲来！征南将军刘成。我是东汉最大的军阀，只因我收服了黄巾军。当我率兵支援朝廷军时，连曹操见了我都敬仰3分，而汉灵帝因为有我的存在，则是每天吃不好睡不好。上集说到，曹操组建的部队到达颍川，支援被黄巾军围困的朝廷军。难道主公与诸位将军都忘了，我们还有一支援兵？郭先生，快快讲来！征南将军刘成以1万人马大破黄巾军5万人，可以看出刘成此人绝对不是一般之人，手下的将士恐怕战力远超过朝廷军。此话一出，皇甫嵩、曹操2人相视一眼，眼中升起了些许希望。郭先生言之有理，若是刘成能来支援，我军胜算绝对大增。此外，他麾下张飞乃是当世罕见的猛将。既然如此，我来修书一份，派人快马前去诸郡联系刘成，让其来赶来颍川支援我军。他身为朝廷征南大将军，想来也不会拒绝我等。
另外一边，刘成率领张飞、关羽不疾不徐地朝着颍川前进。由于张角已死，所以刘成并不着急，一路上行军缓慢。如今已经过去7天。大哥，小弟有一事不明，为何我们不快马赶往颍川，反而一路上走走停停？按照这个行军速度，我们恐怕还要半个月才能抵达颍川啊！如今张角部众已被我们拿下，颍川的朝廷军短时间内不可能被张宝、张良攻破，更何况听说曹操也带兵前去增援，如此一来，黄巾军更是没办法拿下颍川，所以我们只需要在决战之前抵达即可。若是刘成早早抵达，黄甫松以主将身份来命令他前去迎战，刘成于情于理都难以拒绝，白白浪费手下将士性命而已。几天的时间，典韦也到达了固安县。典将军，这是何物？这里面装的是张角的人头。主公真乃我大汉的救星啊！高顺，俺回来前，大哥千叮咛万嘱咐，让俺转告你，一定要日夜兼程前往洛阳向皇帝报功。高顺神色凝重的点点头，他知道刘成的意思，重金贿赂大太监张让，让张角的人头能发挥出最大的价值。另一方面，刘成在距离颍川长社50里的地方安营扎寨，由于没有战事，张飞闲得无聊，天天找关羽打架。而黄甫松和曹操等人的日子却越发不好过了。曹贼、奸贼、恶贼、逆贼！曹贼、奸贼、恶贼、逆贼！差点没把我笑死！主公，我受不了了，带我出城会会他们。许褚啊，小不忍则乱大谋，切勿冲动。就在双方继续对峙的时候，一个消息传了出来，天下震动，百姓哗然。将军，征南将军刘成率兵5万，大破张角15万兵马，麾下大将管亥被人斩首，其余将领悉数投降。天公将军张角的首级被征南将军送往洛阳，悬挂在洛阳城上。汉灵帝闻此消息后大喜过望，直接官封刘成为骠骑将军，地位仅在大将军何进之下。其麾下张飞、典韦、关羽3人分别官封镇东将军、镇南将军、镇北将军。高顺官职稍微低一点，封为平南将军。三弟吩咐下去，立即整兵，即可出发颍川长社。是大哥。长社城内，黄甫松和曹操久久说不出话来。他两人坐拥6万大军，却久攻张宝、张良不下，而刘成仅仅凭借4万人马，直接将张角一锅端掉。现在更是朝廷的骠骑将军，此时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语。如今刘将军大破张角部众，我等在此却毫无建树。我决定即刻率兵出城，与张宝、张良决一死战。黄甫将军万万不可！孟德为何阻拦本将军？将军，我军只需要静等骠骑将军到来，到时候兵合一处，便可不费吹灰之力拿下张宝、张良，何必此时出城与人决战？禀报将军，征南将军来了，大军已经在城外了。黄甫将军，我去出城迎接一下征南将军。刘将军，在下曹操，将军之名如雷贯耳，今日一见，果然非同凡响也。孟德的大名，在下也是早有耳闻。刘将军客气了，曹某在刘将军面前哪里称得上大名？孟德称呼我小成即可，刘将军这个称呼倒是显得有些生分。这刘成果然如同传闻中所说的那样，待人谦逊随和，毫无架子，难怪身边聚集了如此多的猛将。既然如此，那在下恭敬不如从命。小成，请随我进城歇息片刻。随后刘成便跟着曹操进了城。见过黄甫将军。刘将军真是年轻有为，以区几万人马擒杀了贼首，让我等汗颜不止。黄甫将军谬赞了。不知哪位是张飞张将军？张将军阵前连斩程远志等5员猛将，让在下真是钦佩不已。如此英雄人物，怎能不结交一番？这便是在下的结拜义弟张飞张翼德。俺张飞见过诸位将军。敢问这位将军是？关某乃主公麾下小卒而已，不足挂齿。在下关将军孔武有力，绝不是泛泛之辈。曹将军过誉了，关某当不得曹将军夸赞。这曹操上辈子就对关羽情有独钟，送钱财、送宝马、送美女都不能打动关羽的心，怎么做现在又盯上关羽了？看这样子是想挖老子墙角啊！黄甫松眼看刘成脸色不对，急忙转移话题。不知刘将军如何击败那乱贼张角的？此言一出，让众人的目光都投向了刘成。于是刘成从自己在河内碰到张角开始说起，简单的将过程讲述了一遍，只是俘虏的黄巾军数量却没有说出来。当众人听到关羽一招斩掉黄巾军第一大将管亥时，个个都惊讶地张大了嘴巴。刘将军，我让人准备了酒菜，不如我等边喝酒边畅谈。那再好不过了。
洛阳城皇宫内，担心黄巾军造反成功的汉灵帝终于缓了口气，心情格外的舒畅。看了一眼跪在崇德殿中请罪的董卓，也是大手一挥，赦免了他战败的过失，择其顶替卢植，负责统领皇宫侍卫。董卓大喜，连忙拜谢汉灵帝。起身之时，还不忘给灵帝身旁的张让投去一个感激的神情。他十分清楚，贿赂张让的那几箱金子并没有白花。如今不仅让汉灵帝不仅免去了他的战败之责，还摇身一变成了天子近臣。听说骠骑将军刘成已经抵达颍川，你取你一份旨意，派人送给刘将军，让其进京一趟。真想见见这个为朕除掉心腹大患的刘将军。奴婢遵旨。张让一想到刘成对自己的崇拜和大方，心中也期待刘成能来洛阳。刘成在长社城驻扎了2日后，曹操便邀请刘成出兵攻打张宝、张良的事。刘将军，你有什么意见尽管说来。皇甫将军在下并不了解张宝两兄弟，此番前来主要是协助朝廷军剿灭张宝两兄弟。一番言论可谓给足了皇甫嵩的面子，涨红的脸庞仿佛打胜仗了一般。如今张宝两兄弟已经濒临绝境，如此情况下，唯有拼了性命，才可能有活下来的机会。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坚决不能拿手下的士兵性命去犯险。最后众人商谈一番后，最终决定派出8万大军前去巨鹿，由皇甫嵩亲自统帅，朱俊统领4万，曹操统领2万人，刘成统领2万人。圣旨到！哪一位是骠骑将军刘成？在下便是刘成，不知陛下有何旨意？陛下有旨，让你即刻进京面圣。这汉灵帝不好端端的跟自己的妃子玩耍，非得在这个关键时候发出这种莫名其妙的旨意。既然陛下有旨，刘将军即刻动身吧。讨伐张宝、张良之事，容后再议，谅他们也不敢前来。刘成表示同意，毕竟这个时代，只要皇帝发话，任何事都得靠边站。简单交代几句后，刘成就带上关羽和张飞以及200亲兵跟随前来宣旨的太监赶往洛阳。至于大部队人马，则由周仓率领驻扎在长社。一方面张宝、张良去而复返，以防不测；另一方面，若是带着4万大军前往洛阳，恐怕汉灵帝都睡不着觉。爱卿啊，朕这段时间荔枝出现了一点问题，不知爱卿是否能医治？我操，老子在外帮你平乱杀敌，回来还得给你治荔枝，陛下，这让臣难以开口啊！续接上集，我正在和曹操还有皇甫嵩商量如何剿灭张宝的黄巾军，汉灵帝却派人宣我进攻。洛阳就在长社的西南边，距离并不算远。一行人一路快马加鞭，3个时辰不到便抵达了洛阳皇宫。云长，你瞧瞧，皇帝还真会享受，这可比太守府强上1000倍都不止。咱的固安县衙跟这一比，连茅塞都不如。奸邪当道，竟是搜刮民脂民膏来享乐。刘将军，陛下有请。随后，刘成跟关羽和张飞嘱咐了几句，便独自跟随小太监进入殿内。臣刘成拜见陛下，万岁万万岁！哈哈，刘爱卿宫中体国，劳苦功高，朕心甚慰。来人，赐座。刘成落座后，仔细地打量了汉灵帝一番，见其嘴唇微白，眼眶深陷，额头有些发青，一看便知沉迷酒色，纵欲过度。不知陛下召臣前来所为何事？爱卿有所不知，自从那黄巾逆贼作乱以来，朕就没睡一个好觉，直到爱卿送来贼首张角的人头，朕心中的大石才算是落下。所以无论是于情于理，朕都应该感谢爱卿。陛下厚爱，臣感激不尽。哈哈哈，我听闻刘爱卿乃中山靖王之后人，如此一来，朕与爱卿还算是一家人啊。微臣不敢。汉灵帝似乎很少见外人，尤其是像刘成这样生活在宫外之人，所以一直兴致勃勃地与刘成攀谈。刘成一边详细地解答着汉灵帝的各种疑问，在攀谈许久后，你退下吧。这是要开始正题了呀。看着左右无人，汉灵帝才开口：听说刘爱卿懂得医术。这刘洪叫自己来，不会是找自己看病吧？莫非是有什么天大的秘密想告诉自己？难道是要托孤吗？回陛下，臣略懂1、2。不瞒刘爱卿，朕最近感觉身体有些差，想请爱卿诊治一番。陛下，宫中太医如此之多，为何陛下要舍近求远？朕当然知道宫中太医有很多，但是朕的问题不想弄得满城风雨人人皆知啊。请陛下明示吧，臣自当尽力。爱卿啊，朕这段时间荔枝出现了一点问题，不知爱卿是否能医治？我操，老子在外帮你平乱杀敌，回来还得给你治荔枝，陛下，这让臣难以开口啊。爱卿但说无妨，朕可不是蔡桓公那等讳疾忌医的昏君。见过不要脸的，但是刘洪这种不要脸的还是第一次见。蔡桓公可不像你这样贪图女色，买卖官位。陛下，臣对于此道了解甚少，只知道以形补形。What？ 何为以形补形？就是鞭、狗鞭、羊鞭、驴鞭、鹿鞭、虎鞭，其中虎鞭效果甚好。以陛下的身份，应该很容易弄到此物。那该如何服用？熬汤。哈哈哈。朕明白了，若是问题解决了，朕必有重赏。臣谢过陛下。
刘爱卿，朕有些乏了，今日就到此吧。明日你早些进宫。太子一直哀求朕想听你说说斩杀张角的经过，朕已经答应太子了。我看你是想知道明天有没有效果吧？可怜的大汉老祖宗，要是泉下有灵，知道自己的子孙是这个德行，恐怕气得从棺材里蹦出来。不过想归想，刘成的嘴巴却不敢这么说出来。那臣就告退了。对了，刘爱卿，今日之事。陛下，今日并无任何事情发生，陛下只是与臣叙叙君臣情谊而已。那爱卿明日再来。行辕馆乃是外地官员进京暂时落脚的地方，位于洛阳皇宫的南边，刘成就在这里住。大哥，那皇帝找你何事？随后刘成便将事情告知二人，两人都是一脸呆滞的模样。真是岂有此理！贪图享乐，置天下百姓于不顾，简直荒唐！俺瞧这皇帝迟早要把江山给葬送掉，还不如让俺大哥当皇帝，保证四海升平。三弟，休要胡说！天色还早，于是三人寻至一处酒楼，一路上马不停蹄的赶路，到现在滴水未进，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三人落座后，当年最不甘，菜楼绣球配良缘。点菜时，便听到隔壁桌传来一阵叫好声。那骠骑将军刘成，长得是虎背熊腰，身高貌伟，天生神力。两军交战，只见骠骑将军犹如虎入羊群，左劈右砍，杀的是黄巾军人仰马翻，哭爹喊娘。说时迟，那时快，骠骑将军一把将张角提到马上，往空中一抛，双手接住双脚，双臂一用力，嘿！您猜怎么着？号称天公将军的张角就这样被骠骑将军撕成了两半。小二，这些说书的怎么知道刘成的事情？客官，要不是见您不识说笑，小弟都不想理您。小二，此话怎讲？我兄弟三人第一次来洛阳，还请小兄弟指教。既然是外乡人，那还情有可原。客官有所不知，前不久朝廷发了几次皇榜，都说了骠骑将军的事迹。这皇榜我倒是瞧见过，但是上面也没写刘成这般神啊。皇榜上只是没有写而已。我听说这些事迹早就在皇宫里头传遍了。那位你瞧见没？他表弟的二舅的侄子的三姨娘家的外甥，在宫里当差，都是听宫里传来的。这可信吗？我怎么觉得有些胡说八道？客官，您要是不信就算了，但是您不能侮辱骠骑将军，他平了黄巾贼子作乱，还我大汉百姓安宁，乃是天大的英雄。好吧，是在下鲁莽了，你忙去吧。好了，主公，这洛阳百姓对你真是颇为尊崇。云长，其实百姓的想法很简单，也很容易满足。饿了有饭吃，冷了有衣穿，困了有地方睡，不需要每天为生计发愁，不需要担心受怕，这些都是他们所追求的理想。可惜啊，这高居朝堂的大汉达官显赫们，从没有人对这些百姓正眼相待。就在这时，毕青衣小厮走到桌前。刘将军，我家老爷有请。你家老爷是谁？回刘将军，我家老爷是侍中蔡邕。蔡邕，蔡文姬他爹。蔡大人如何知道本将军在此？刘将军，您随我来便知。前头带路吧。雅监内，骠骑将军的威名可谓是朝野尽知，如雷贯耳啊！如今得见，果然名不虚传。在下蔡邕，这位是从事中郎王大人，老夫王允，对刘将军仰慕已久。一个是蔡文姬他爹，一个是貂蝉干爹，这岂不是自己未来的两名岳父？在下刘成，见过两位岳父。见过两位大人。哈哈，刘将军客气了，来请坐。敢问这两位将军是？哦，这位是关羽关云长，这位是我结拜义弟张飞张翼德。关某见过两位大人。哎也一样。蔡邕作为当朝大官，对于刘成手下的一些武将也算是知道一二，尤其是张飞，可谓是勇冠三军。至于关羽，能镇斩黄巾军大将管亥，可见武力绝非常人能比。两位将军勇冠三军，真是令老夫钦佩不已啊！对了，不知蔡大人为何知道在下在此？刘将军有所不知，陛下早就命人打探了你的相貌，并绘制出来传阅百官。加上你昨日奉旨来京，老夫今日刚好和王大人在此喝茶，刚刚见你和那店小二谈话，便知道你一定就是骠骑将军本人无疑，于是便叫仆人将刘将军请来，还望刘将军莫要怪罪。蔡大人说的是哪里话？在下对两位大人也是仰慕已久，今日得缘一见，乃是幸事也。见刘成如此说道，蔡邕二人对刘成更是高看一分。作为现代人，领先几千年的知识储备，让贵为文学大家的蔡邕听的是连连称赞。独到的见解，鲜明的看法，连一旁不动如钟的王允都暗自惊叹。蔡邕和王允的心中都冒出了同样的四个字，那就是文武全才。酒过三巡后，老夫有个不情之请，还望刘将军能答应啊。蔡大人但说无妨。后日老夫会邀请一些青年才俊来府中做客，希望刘将军到时候能光临寒舍啊。
哦，这样一来就有机会见识历史上有名的才女蔡文姬了。蔡大人有请，在下自当前往。如此甚好，如此甚好。小女貂蝉一直仰慕蔡小姐的学识，可否后日前去贵府，让他们2人好生交流一番？这个年代的富家小姐们基本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很少走亲访友。不过王允既然开口了，自然是拒绝不得。自当如此，小女也向老夫提过，貂蝉小姐的音律乃是一绝，想必2人会有所获。我肯定也有所获，到时候与蔡文姬和貂蝉好好交流交流。几人又是闲聊了一番，刘成托辞天色已晚，带上关羽和张飞离开了酒楼，赶回了行辕馆。这流程，蔡大人怎么看？刘将军年轻有为，谈吐不凡，为人又十分谦和。恕老夫直言，此人在同龄人当中绝对是冠绝翘楚。老夫观此人胸有大志，更是拥有不符合年纪的心智。两人的谈话，刘成并不知道，此刻他脑海里都是在想和蔡文姬、貂蝉见面的事情。你敢相信，身为3国第1大军阀的我，竟然在蔡邕办的诗会上受到魏仲道的狗眼看人低？最主要的是，蔡文姬和貂蝉都在旁边。这位公子，我好心好意敬你酒，你却如此无礼，丝毫没有将本公子放在眼里。难道公子以为我魏家好欺负不成？阿飞，动手！诸位能赏面来此，老夫先行谢过。今日只谈风花雪月，不谈国事，诸位可畅所欲言。蔡伯伯，小子听家中长辈说，您要为蔡小姐挑选一位夫婿，可有此事？众道贤侄所言不错，老夫确有此意。不过成与不成，还在于小女的态度。历史上应该是蔡文姬早早的就许给了魏仲道，如今看来情况应该是出了些变化。小子，看我怎么把蔡文姬给抢过来！另外一边，坐在王允旁边的魏仲道大肆的卖弄自己的才学，引经据典，博得众人阵阵叫好。殊不知，他这点墨水在蔡邕眼里根本不值一提。见其他人都纷纷叫好，唯有刘成时不时的转头和身后的黑脸汉子小声攀谈。再加上蔡邕看刘成的眼神与众不同，让魏仲道心中有些不悦。这位兄台，敢问尊姓大名？正在和张飞闲聊的刘成丝毫没注意到魏仲道讲话。这位公子，我好心好意敬你酒，你却如此无礼，丝毫没有将本公子放在眼里。难道公子以为我魏家好欺负不成？此人莫非有毛病？自己还没找他麻烦，现在却先找自己麻烦。看兄台这样子，恐怕祖上也不是什么好货色。哪像我魏家诗书礼仪传家，家中子弟每日潜心钻研学问，以图将来上报朝廷，下安黎民。好你个魏仲道，你不知老子祖上是姓刘的吗？此刻蔡邕知道事情不能再恶化下去了。如果继续让魏仲道这种货说下去，恐怕整个魏家都会被满门抄斩。如今只能让自己女儿出来缓和一下紧张的气氛。此刻一直闭目养神的王允突然开口说道：“骠骑将军，您位高权重，就不要和一般人见识了。来，老夫敬你。”大厅内真落可闻，众人都怀疑自己耳朵听错了。可是王允王大人身为朝廷重臣，是绝不会认错的。那这么说，眼前人畜无害的年轻人，就是威震朝堂的骠骑将军。此刻魏仲道的脸火辣辣的疼，刚刚还说自己魏家子弟将来上报国家，下安黎民，简直就是自取其辱。在下刘成，见过诸位。魏仲道此时已经反应过来，整个人抖如筛糠，脸色苍白，汗如雨下，身体却丝毫不敢动弹。来人，扶魏公子下去休息吧。刘将军大人不计小人过，此番就算给老夫一个面子，就此作罢如何？见蔡邕替魏仲道求情，刘成觉得未来老丈人的面子还是要给的。原本他也就没打算将魏仲道怎样，相比这次的教训已经够他受的了。但凭蔡大人做主。刘成话音刚落，只见从屋外一前一后走进2道亮丽的身影。走在前面的女子身材苗条修长，脸蛋白皙；反观后面的女子妩媚娇柔，容貌惊艳绝伦，尤其是那双眸，一闪一闪美丽的让人心醉。此2女必定是蔡文姬和貂蝉无疑，尤其是这貂蝉，简直是美艳不可方物，怪不得能称得上是4大美女。蔡邕和王允这2位老丈人自己败定了。见过诸位师兄。燕儿、蝉儿，这位是骠骑将军刘成，刘将军。见过刘将军。2位小姐不必客气。刘将军，闻鸡听闻将军文韬武略，将军的一句安得广厦千万间，让家父都为之倾倒。闻鸡也甚是钦佩，不知闻鸡的学识可入得将军法眼。蔡小姐的学问在女子中绝对首屈一指。既然刘将军不嫌弃，文姬恳请将军能教文姬作诗写词吗？独处一室1对1的教学，想想还是有点小激动的。刘将军可是嫌弃文姬愚钝，不肯教诲？那倒不是，只是黄巾之乱尚未平息，贼首张宝、张良还未伏法，在下无法长期逗留在洛阳。哼！
此话一出，蔡文姬神情有些落寞。除非小姐能跟在我身边。此时一旁的蔡邕也瞪大了眼睛看着刘成，却不知道能说些什么。毕竟如此多人在场，万一传出什么闲话，对女儿的名声恐怕有些影响。刘成暗道不好，在这个时代，这句话显得有些惊世骇俗，尤其是大庭广众之下对一个女子说，更是引起别人的误会。我的意思是，蔡小姐将自己的疑惑写下来，交给在下，闲暇时间在下会一一解答，日后来拜访蔡大人的时候，再转交给蔡小姐。哼。此法甚好，刘将军思虑周全，燕儿就按照刘将军说的办吧。宴会结束后，王允终究还是没做得主，故意寻了个借口找到刘成，貂蝉也紧紧地跟在其身后。刘将军啊，我女貂蝉虽学识不如文姬侄女，但音律一道也是一绝，发音绝对能让将军满意。想必刘将军对音律一道也了解颇深。王大人的意思在下明白，不如让貂蝉小姐和蔡小姐一道。老夫正有此意，若有叨扰，还望刘将军海涵。刘成看了一眼王允身后的貂蝉，两人眼神一碰撞。貂蝉惊慌失措地低下头，脸上的娇羞妩媚却显露无遗。夜间的凉风让刘成的酒意消散了几分，骑马走在路上，刘成心情大为愉悦。一想到王允那急不可耐的表情，不禁有些想笑。大哥，俺瞧那王允老儿不像好人。三弟所言不错，王允他无非是想利用我，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罢了。那既然如此，大哥你还理他作甚？再厉害的阴谋诡计，在绝对的实力面前，根本掀不起一点浪花。义德不必担忧，大哥自有分寸。我总不能告诉张飞自己想给他找个嫂子吧。到了行辕馆，只见关羽此刻正在和一名大汉正在闲聊。仔细一看，此人身材修长高大，却不似张飞那般不粗犷，脸上轮廓棱角分明，犹如刀削。主公，云长不必多礼，这位是末将正想给主公介绍，此乃末将同乡徐晃徐公明，公明仰慕主公已久，特来拜会。在下拜见刘将军。原来是曹操的五子良将之一的徐晃，因为治军严整而被曹操称赞有周亚夫之风，难怪高傲无比的关羽能与他交谈甚欢，寻常的武将关羽根本不放在眼里。公明不必客气，刘将军剿灭张角，平息黄巾叛乱，可谓是一等一的英雄豪杰。在下对刘将军仰慕已久，却不得门路。如今恰巧遇见云长，得知云长在刘将军麾下效力，在下羡慕不已。若是将军不嫌弃，在下愿投效在将军帐下，以效犬马之劳。这一番话让准备好一肚子招揽说辞的刘成瞬间尬住，本以为要费一番口舌功夫，没想到徐晃竟然主动提出，这样一来却省事多了。公明能来助我，乃本将军之幸也。末将徐晃拜见主公，承蒙主公不弃，末将自当尽心竭力辅佐主公。自己要是集齐五虎上将和五子良将，那将会是什么局面？今夜咱们四人一醉方休，就当是为公明接风洗尘。开局一名小小县令，在三伯狗到了10万大军，汉灵帝册封我为骠骑将军，我也变相的成为了汉灵帝的亲信。就在汉灵帝驾崩时，竟然要立二皇子刘协为皇帝，而大将军和晋身为长子刘辩的舅舅自然不同意，于是发起了宫变。次日，刘成一大早就来到皇宫，向汉灵帝请辞，离开洛阳，返回颍川。刘爱卿求见所为何事？臣特意来向陛下辞行的。刘爱卿何故如此着急？陛下，如今张宝、张良黄巾逆贼还未平定，臣作为骠骑将军，理应前往平叛。此外离开固安已久，心中有些放心不下。哈哈，刘爱卿不必担心，刚刚传来的消息，黄甫松、朱俊、曹操三人连夜奔袭黄巾逆贼，在巨鹿太守郭典以及麾下校尉刘备的配合下，顺利击溃15万黄巾逆贼，贼首张宝、张良皆当场被斩杀。如今人头正在送来洛阳的路上。特喵的，刘备竟然也参与了围剿张宝、张良，看样子应该是投效在了巨鹿太守郭典麾下。刘成并不知道的是，郭典原本就与卢植交情匪浅，加上刘备和卢植的关系，所以对于刘备也颇为照顾。也罢，既然刘爱卿坚持要走，那朕就遂了你的意。这原本是给你的封侯的圣旨，只不过朕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要离开洛阳，今日就索性一并带走吧。臣谢过陛下。刘爱卿不必谢，说起来，朕还要多谢谢你呢。你的医术让朕很满意，朕又找回了当年的雄风。洛阳官道上，4匹快马一路狂奔，朝着巨鹿赶去。正是刘成、关羽、张飞、徐晃4人。洛阳在颍川的西边，而长社在颍川的北边，与巨鹿之间隔着河内郡。按照路程和大军行程来算，刘成几乎和周仓能同时抵达巨鹿。刘成4人纵马狂奔了近1天时间，才赶到了巨鹿，恰巧遇见了刚抵达巨鹿没多久的周仓。末将周仓拜见主公。周仓，你且将情况详细说来。末将遵命。周仓这么一说，刘成才知道，原来是刘备为了营救卢植，说服了巨鹿太守郭典和黄甫松等人。刘备也在这场战役中得到了黄甫松、曹操、朱俊的认可。在得知刘备是卢植学生后，3人对刘备更为看重，并当场承诺回京后营救卢植。刘备当即拜谢，不过没有随3人去往洛阳复命，而是表明态度，希望能留在巨鹿协助
郭典。郭典心中求之不得，一口答应下来。好你个大耳贼，还真是不容小觑。如此情况下都能给他找到机会，如今有这份功劳在身，恐怕日后去哪都能有一席之地。片刻后，刘成决定直接不做停留，大军立即开拔返回固安。10天后，4万大军终于抵达固安县，一路上行军，到处都是破败不堪的景象，唯有固安县几乎看不出来受过战火洗礼的痕迹。大哥，三弟，云长，果然是你们。二哥，俺可想死你了。走进去再说。恭迎主公。诸位不必如此多礼，此番我出征战数月，元直、公宇、高顺，你们辛苦了。主公言重了，此乃我等分内之事。元直、公宇，你等不用谦虚，一别数月，如今固安县内焕然一新，你等当即守功。高顺，如今我军军备情况如何？回禀主公，末将日夜操练投降我军的8万黄巾军，如今无论是气质还是战斗力，全都焕然一新。此外，按照主公的吩咐，从中挑选了2万人补充到黑虎营，如今我军骑兵2万人马，步兵6万众，加上主公的4万人马，合计12万人马。如今手握12万精兵，不管将来朝廷乱成什么样子，自己都会有绝对的话语权。这是一股谁也不敢轻视的力量。高顺干得漂亮！刘成很清楚，如今黄巾之乱虽然平定，但是各地诸侯手中的兵力大增，面对日益衰落的大汉朝廷，恐怕再也不会像从前那样唯命是从。此外，以张让为首的10常侍权势滔天，从王允对自己的态度可见一斑。所有大臣都寻求外力来自保，可是这些公卿大臣们不知道，此时还不显山不露水的董卓，将来才是他们的噩梦。1年半时间以来，发生了很多事情，看似平常，实则暗流涌动。随着刘协的一天天长大，汉灵帝的态度也在一天天的变化。而皇后写给刘成的书信，处处都将刘成当成救命恩人来看待，字里行间都是希望刘成能返回洛阳。话说得很隐晦，刘成却明白和皇后的另一大靠山处境恐怕不妙。汉灵帝为了压制何进的实力，设立了西园8校尉，并自封无上将军。其中在黄巾叛乱中立功的曹操就是其中之一的点军校尉。此外，出身豪门的袁绍出任中军校尉，所有校尉统于小黄门蹇硕。蹇硕总管各军，直接受命于汉灵帝，一时声势浩大，连大将军何进都要受其命令。面对朝廷的风波不断，刘成本不敢自顾自的蒙头发展，而刘焉见刘成日渐壮大，10几万人马就在自己眼皮底下，心中担忧不已，彻夜难眠。于是上奏汉灵帝，建议将益州的刺史改为州牧，并毛遂自荐出人益州牧，一方面能离开贫困苦寒的幽州之地，另一方面能避免和刘成发生冲突。恰逢何皇后为了拉拢刘成，暗中授意张让在汉灵帝面前进言给刘成加官进爵，汉灵帝当即答应下来，改刺史为州牧。刘焉如愿以偿成为益州牧，同为宗室的刘虞出任幽州牧。此外，被汉灵帝视为自己人的刘成也被封为涿郡太守。消息一出，天下哗然，尤其是刘成身兼数职，不仅领骠骑将军之职，如今还统领一郡。此外，刘成被封为固安侯的事情又被众人提起，一时间刘成又成了天下人讨论的焦点。凭借一时的风头无两，众多谋士武将纷纷来投。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田丰、陈宫、张合3人的投效，着实令刘成兴奋不已，连着几天都处于亢奋状态。主公，我有一事不明。元直，你是不是想问我为何大规模囤积粮草和军械？不瞒主公，在下觉得目前天下大势基本已定，如今并未有什么战事，主公却反其道而行之，在下的确有些不明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恐怕天下即将大乱，多做点准备总是好的。徐庶点点头，不再多问。深夜，一匹匹快马从洛阳城内四面八方拼命狂奔。尽管下着倾盆的大雨，但是那些纵马狂奔的人速度丝毫不减。前些日子刘洪偶感风寒，加上平日纵欲过度，身体是越来越差。本以为是小毛病，却怎知竟然一病不起。此时刘洪躺在龙床上，脸色苍白，气若游丝。蹇硕单膝跪地，双目通红，跪在龙床前。陛下，臣给您去叫御医，您再支撑片刻。不用了，只可惜刘爱卿不在。蹇硕，朕恐怕是不行了。记住朕的话，诛杀何进，让协儿登上大宝，继承朕的位置。至于皇后，将其软禁起来，若是反抗，杀之。陛下，听朕说完，张常侍恐怕是支持皇后，所以朕能信得过的人只有你。除你之外的7校尉，恐怕跟何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若是你失败，记得护着协儿去幽州找刘爱卿。朕待刘爱卿不薄，想必他一定会保住协儿的性命，也只有他能做到。朕死后切记暂不发丧，待事成之后再昭告天下。陛下，您放心，臣一定诛杀何进，帮助二皇子登基。陛下，陛下。去请何大将军前来面圣，就说陛下有急事要嘱托于他。
是。此时的何进也是忧心忡忡。简硕由于有汉灵帝的命令把守寝宫，其他人根本不敢靠近。汉灵帝是生是死根本就一概不知。你去告诉皇后，让她早日做准备，一旦陛下驾崩，立马安排便儿继位，绝对不可犹豫。奴婢明白，奴婢这就回去复命。启禀大将军，陛下有请。什么？陛下有请？陛下说什么了？回大将军，是简校尉命人来传达旨意，说陛下有要事和大将军相商，命您立即前往宫里面圣。行，我知道了，你下去吧。不一会儿，何进在侍卫的带领下来到了崇德殿。简硕呢？回大将军，简校尉在殿内，大将军请吧。何进顿时感觉一股凉意袭然而至，看着周围全是简硕的人，何进强迫自己镇定下来。本将军忽然觉得肚子不舒服，你去转告陛下，我马上就来。说完，一溜烟的朝着皇宫外方向跑去。此时，亲兵告知何进刚刚突然离开，简硕大惊失色，立马拿起刚刚写好的传位刘协的诏书，直接带上亲兵朝着刘协的宫殿方向而去。简硕心中十分清楚，何进恐怕猜到刘宏已经驾崩，更是猜到自己对他起了杀心。如今，简硕心中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先发制人。太师，大事不妙啊！文友，何事如此慌张？本太师正准备拔枪呢。太师，刘成、袁绍、曹操等19路诸侯举兵40万，齐聚虎牢关外，正欲进攻洛阳。主公，洛阳传来急奏。什么事情这么着急？信中大概说的什么？皇帝驾崩了。大将军何进死了，董卓从凉州班师回朝，改立刘协为皇帝。快将原职、公台、翼德他们所有人都召集到县衙，片刻不得耽误。刘成看着手中信件，有些头疼。自己一直以来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还比历史上提前了几年。大哥，何事急冲冲的叫我们来？原职，洛阳发来的急信，你们也看看吧。徐庶疑惑地从刘成手中接过书信，刚打开准备念的时候，脸色同样大变。元直先生，你倒是快说啊，快急死俺了！皇帝驾崩了，大将军何进死了，董卓从凉州班师回朝，随后直接恐吓群臣废掉了刘辩，改立刘协为皇帝。至于袁绍见董卓势不可挡，无奈之下只得逃回冀州渤海。所有人面面相觑，一个个脸上一副难以置信的神情。皇帝死了倒是能理解，毕竟天天纵欲狂欢，身亡是迟早的事。但是对于董卓的谋反，所有人都想象不到。主公，现如今我们该当如何？启禀主公，洛阳急报，兖州急报，冀州急报，快拿过来！洛阳的信件是王允和蔡邕派人送来的，信中说的情况基本和密探传回来的一致。至于兖州的信，是曹操传来，信中将董卓的残暴描述的淋漓尽致。信的末尾，曹操还恳请刘成率兵随他一起夺回洛阳，救下皇帝。最后，冀州的信是袁绍发来的，他在信中告诉刘成，自己得到了皇帝密诏，如今奉旨广邀天下所有的诸侯齐聚虎牢关，共同起兵讨伐逆贼董卓。主公，信上怎么说？董卓欺天罔地，灭国弑君，秽乱宫禁，残害生灵，盗情逆施。如今袁绍奉皇命讨伐董卓，邀请我军发兵洛阳，与其他诸侯共同讨伐董卓。我决定即日起整兵出发，前往虎牢关。这件事大家怎么看？我等谨遵主公号令，讨伐董卓。好。随后，在刘成等人的商议下，共计10万人马前往虎牢关会盟，留下2万兵马看家。此外，刘成还命令徐庶、陈宫为行军司马，随军出发。此时，虎牢关外，一众诸侯在收到袁绍的檄文后，第一时间就带兵赶来。孟德，你终于来了！本诸兄奉陛下之命讨伐恶贼董卓，我等必然全力支持。好，孟德，快随我进帐议事吧。此时帅帐内已经来了不少的诸侯，曹操大致扫了一眼，在诸侯中没有看见刘成，觉得有些奇怪。本诸兄为何骠骑将军不在此处？孟德勿忧，刘将军前些日子已经派人送信来此，说不日即将抵达虎牢关，算下时间，想必很快就到了。报告孟主，骠骑将军到。太好了，我等前去迎接一下骠骑将军吧。刘成声名在外，手握重兵，众人都不敢轻视。腾兄，多日未见，别来无恙啊！孟德兄，别来无恙。久闻刘将军威名，今日得以一见，真是兴盛之至。齐襄侯过誉了，齐襄侯4世居3公位，在下远不如齐襄侯也。齐襄侯奉陛下密诏，在下自然听从号令。好，刘将军请随我入帐吧。袁绍将刘成引导紧靠在自己座位左手下方的第一个位置，以表示尊重。刘成也没有推辞。待众人坐定后，袁绍开始介绍起来参加此次会盟的诸侯。和历史上一样，18路诸侯全部到场，只不过如今多了一位诸侯，那就是骠骑将军涿郡太守刘成。一共19路诸侯共聚在此。此时洛阳城内，董卓正在照顾自己的荔枝。太师，大事不妙啊！
文友，何事如此慌张？本太师正准备拔枪呢。太师刘成、袁绍、曹操等19路诸侯举兵40万，齐聚虎牢关外，正欲进攻洛阳。什么？你说什么？混账！袁绍这厮竟然将如此诽谤本太师！本太师为国为民为陛下日夜操劳，他还联合天下诸侯想反我，回太师府。董卓一到太师府，立马下令让麾下谋士武将前来商议此事。诸位，如今虎牢关外40万大军想要除掉本太师，各位有何应敌之策？速速讲来。比如郭汜、李榷、牛辅直接沉默。哼，一群废物，还不快去请文和先生来此商议大事。回太师，我军如今掌握凉州军和朝廷军共30万，凭借虎牢关的坚固，想必定能抵挡住诸侯联军。那派谁去守城？太师勿忧，末将愿意领兵前去虎牢关，定叫这些叛贼有来无回。说话之人正是关西人华雄。好好好。启禀太师，贾先生和吕将军门外求见。快请进来。不一会，只见一仪表堂堂，三缕长须，脸上挂着若有若无的笑容纹饰，身后还跟着一名身材高大、相貌英俊、极为不凡的青年。此二人正是贾诩和吕布。太师，文和先生不必多礼。太师交代的事，在下已经完成。文和此话当真？奉先，你亲自来说吧。只要太师放过我义父，吕布愿意为太师驱使。奉先放心，此战之后，本太师必然保丁原无忧。赠与奉先的赤兔马，奉先就留着吧。想必此战必定能助奉先一臂之力。吕布自当尽力。原来是董卓从旁人处得知丁原有一义子，乃当时罕见之猛将，于是重金贿赂并许至高官。奈何吕布一直无动于衷。董卓见收买无望，在谋士李儒的建议下，决定干掉丁原，逼迫吕布投诚。吕布虽然勇猛，但是双拳难敌四手。而后贾诩请命前去说服吕布，董卓大喜，贾诩亲自出马，事情至少能成功一半。果不其然，只不过董卓很好奇贾诩到底是怎么说的，才让吕布答应为他所用。稍稍安排后，董卓便让吕布跟着自己前去虎牢关。虎牢关外，袁绍坐在首位，看着愤慨激昂的诸侯们。诸位，据探子来报，董卓30万大军兵分2路，一路去往泗水关，朝着虎牢关而来。不知哪位愿意带兵前去会一会？启禀盟主，我愿领兵前往泗水关。说话之人正是长沙太守孙坚，号称江东猛虎。那我等就在此等候孙将军的好消息。启禀盟主，有一将军率兵前来，正在帐外求见盟主。对方打着什么旗号？回盟主16。袁绍思索片刻后有些疑惑，看了一眼刘成，见他似乎不知情，请他进来吧。青龙偃月第2道，斩3星。好意招斩3星。续接上集，关羽斩了华雄后，消息很快传到了董卓这里。可恶！这个刘成居然敢坏咱家的好事。太师，那刘成乃是先帝册封的骠骑将军，其实力可见一斑，手下有1、2个厉害的角色也算正常。你想说什么？太师勿忧，如今泗水关有胡轸、张继等人率领10万人马，就算诸侯联军倾巢而出，也无法在短时间内拿下泗水关。继续给咱家说，如今我军立马就要抵达虎牢关，只要派出1员大将去虎牢关外叫阵，这样一来，诸侯联军必然投鼠忌器，绝对不敢将兵力全部压在泗水关。更何况我们并不着急，急的是诸侯联盟。此外，据说袁绍和其叔父袁奎感情甚好，太师可以下令抓住袁奎一家老小，借他们的人头来震慑袁绍。太好了！传令下去，叫奉先来见我。另外，诛杀袁奎的事就交给你去办。是，太师。就在董卓的20万大军抵达虎牢关时候，诸侯联军已经在攻打泗水关。此战共出20万人马，其中袁绍出兵5万，袁术出兵3万，曹操出兵2万，刘成出兵2万，其余诸侯出兵8万。战况打得极其激烈，联盟军几次攻上城墙，都被董卓军顽强的抵抗住。弓矢、火油、滚石，凡是能用来守城的全部被用上。连着几月下来，联盟军都未能前进分毫，人手却损失不少。诸侯们见袁绍这种送死的打法，都不愿意再出兵。诸位都说说看吧。众人我看看你，你看看我，都默不作声，不愿意说话。报告盟主，大事不妙。何事？速速说来。启禀盟主，董卓率军20万已达虎牢关，并派出1员大将在虎牢关外叫嚣。还有什么？一并说来。太傅袁奎袁大人一家老小被绑到虎牢关外两军阵前，被当众斩首。
袁绍虽然难成大事，但是他对袁奎的感情却是十分真挚，更何况如今因为他自己的原因，导致袁奎一家老小被害，心中更是悲愤愧疚不已。董卓老贼，安敢杀我叔父！我袁本初在此发誓，待破城之日，定当将你碎尸万段。袁绍双目通红，咬着牙一字一句的发誓，其他诸侯也都连连叹气，对于董卓的行为都颇为不耻。毕竟这个时代的人道德标准都很高，哪怕是敌对关系，也只是立场不一样，更何况祸不及家人。随后袁绍将联盟军一分为二，自己率领20万人马继续攻打泗水关，另外由刘成连同其他部分诸侯率军20万去虎牢关迎战董卓。对于袁绍的安排，其他人并无任何意见，毕竟无论从身份上来说，还是从实力上来说，刘成都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刚抵达虎牢关，后脚就由侍卫来报，有敌将前来挑战。来将是谁？未见其后，但对方自称是吕布。刘成既兴奋又有些担忧，喜的是终于能见到这个三国第一猛将，忧的是1对1挑战，关羽和张飞都不是其对手。不过刘成并不担心，此前从曹操的口中已经得知，吕布并不是心甘情愿投效董卓，而是受其威胁。一念至此，刘成心中有了注意。元直、公台，此事你们怎么看？主公，虎牢关的险峻远比泗水关，况且董卓安排20万人马坐镇，我军就算想要强攻，恐怕也难以攻打下来。主公，对方龟缩不出，我军自然没有办法，但若是对方出城呢？元直的意思是诱敌出城。对，董卓老贼素来好大喜功，看不起任何人，如今知道主公来此，想必想将主公斩杀于此，震慑其他诸侯。不过此刻对方不知道我们的深浅，必然不敢贸然行动。只要我军势敌来弱麻痹对方，以董卓的性子，必定会上当。那董卓军出城后，我们该怎么做？董卓军绝对不会贸然出城，毕竟我军兵力与其旗鼓相当，董卓肯定不愿意冒险一试。毕竟我军就算失败，依靠袁盟主的20万兵力，还有卷土重来的机会，但是董卓却没有更多的兵力，你猜董卓军会怎么做？只有夜袭，毁掉我军粮草，这是他们最稳妥的办法。哪怕损失一部分人，董卓老贼也会心甘情愿。按照目前的情况来说，徐庶和陈宫说的办法的确是最能实现的计划，唯一不确定的就是董卓军是否会上当。就按元直和公台说的办。接下来就是安排任务。刘成为了安全起见，让其他诸侯带一队人马，天黑之后趁着夜色，将粮草秘密地转移到安全地方。云长，待会你去阵前迎战吕布，切记只可败不可胜。末将遵命。据说那吕布勇武异常，云长要小心。大哥，云长回来之后，让俺去吧，捅那吕布1万个透明窟窿。张飞容易冲动，万一脾气上来，跟吕布拼个你死我活，那也太不值当了。如果董卓军知道张飞也在此处，恐怕不一定敢出城偷袭。张飞见刘成拒绝，脸色有些哀怨。待云长回来后，公明和俊义轮番上前迎战吕布，切记一旦打不过，立马回撤，不可恋战，以保全性命为主。末将领命。高顺，你下去通知众人，今夜不准入眠，全军静待敌军。是，主公。关羽在刘成下令后的第一时间就来到了阵前，看着头戴机关、身披黄金铠甲、身材高大的吕布，不禁有些感叹：这吕布看起来还真是威风凛凛。来将留名，我乃骠骑将军麾下大将关羽是矣。原来是骠骑将军麾下，你就是一招小刀拉屁股杀了华雄的关羽。不错，前有张飞，后有关羽，这骠骑将军麾下还真是人才济济。早在滨州的时候，吕布就从义父丁原那里听说过刘成的事迹。丁原对刘成推崇备至，甚至将其视为大汉救星。如此一来，连带着吕布也对刘成颇为尊敬。闲话少说，手底下见真章吧。青龙偃月第2招，斩3星。好一招斩3星。兵器的撞击声不绝于耳，火星四溅。关羽顿时感受到右臂传来的酥麻，心中暗道：此人果然厉害。吕将军果然武艺高强，关某佩服。你我就此作罢，择日再战。吕布有些懵，怔怔看着慢悠悠返回己方阵营的关羽，他没想到关羽居然如此干脆的认败，更何况他能感觉出来关羽并未用尽全力。城墙上督战的董卓、李儒等人见关羽投降，高兴地大笑起来。文攸，你看奉献如何？太师果然好眼光，那关羽原本就是南巡的猛将，如今看来奉献比那关羽还要强上几分，简直就是世间罕见。当初本太师要拿住丁原威胁吕布，尔等还劝老夫，现在知道了吧？太师真是高瞻远瞩啊！咱接着看下去。关羽返回后，刘成便让徐晃上前迎战。徐晃自然不是吕布的对手，与吕布战了3回合后，便退下阵来。公明辛苦了，主公，若不是吕布放水，恐怕我这条命算是交代了。刚刚他绝对有机会叫我身首异处，结果却暗自将手中的武器抽了回去。虽然很不想承认，但这吕布绝对是末将见过的最厉害的武将。
刘成点点头，心中却是犹豫起来。毕竟徐晃的实力是高于张合一筹，如今徐晃都差点小命都交代了，那张合再去无异于送死。毕竟谁也不敢保证吕布接下来还会不会放水。主公，让末将去吧。张合虽然武力差点，但是智谋却凌驾于大多数武将。这种帅才，万一死在吕布手中，那就是亏大了。看来只能让典韦上了。这时，一旁的徐州牧陶谦开口了：“我部悍将叫刘三刀，必定能在3刀之内把吕布送上天。我有上将韩勇可出战吕布。”见陶谦开口，其他诸侯也不甘于后，以北海太守孔融和兖州牧刘岱纷纷请战。既然如此，那就依诸君所言，让3位将军轮番上阵，切记只可败不可胜。大家都打起精神来，把红牛都喝了，能提神抗疲劳。等会董卓军肯定会来袭击我们大营。大哥，这红牛喝了，俺定能捅他们1万个透明窟窿。续接上集，陶谦派出刘三刀，北海太守孔融和兖州牧刘岱纷纷派出上将韩勇、北海勇将王冲。结果前脚刚踏进帅帐，后脚就有侍卫前来禀报，启禀刘将军，韩、王、刘3位将军全部被吕布斩杀，而后见我军无人迎战，吕布撤回了虎牢关。刘成点点头，他并不关心刘三刀等人的死活。你去通知其他诸侯，让他们在天黑之后依计行事。属下遵命。诸位，如今目的已经达到，今夜大家务必打起精神，随时准备应战。末将遵命。夜幕降临，虎牢关内，文攸，你来安排吧。是，太师。今日诸侯联军接连折损几员大将，想来此刻必定军心不稳。如此一来，我军可以突然袭击，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先生的意思，让我等去夜袭。没错，就在今晚，如果能烧掉他们的粮草，那再好不过。奉先，今夜你领兵5万前去袭营。文攸先生，此事不劳烦吕将军出马了，末将前去即可。李儒有些犹豫，他内心还是希望让吕布前去。此次计划非同小可，一旦成功，那对诸侯联军将是致命般的打击。既然明城请命，那今晚的行动就交给你吧。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将刘成的项上人头给本太师拿回来。谢太师，末将遵命。月黑风高夜，杀人放火，刘成等人早就撤离了大营，在不远处的山坡上。大家都打起精神来，把红牛都喝了，能提神抗疲劳。等会董卓军肯定会来袭击我们大营。大哥，这红牛喝了，俺定能捅他们1万个透明窟窿。众人全部喝了红牛，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不远处的大营。就在众人以为董卓不会上当的时候，突然一阵杀喊声从大营内传了出来。都给我上！斩杀刘成者赏1000斤，官升3级。顿时整个大营乱成一锅粥，到处都是喊杀声，火光也从4处烧了起来。转眼间，大半个大营都陷入了火海。哼，一群跳梁丑，还敢跟俺家太师作对？等到地府，别忘了跟阎王爷告我牛府的状。牛将军似乎有些不对劲啊。为何没有听见敌军的叫喊声？不好，上当了，快撤！出来单挑啊！老牛拿命来！憋了10年的张飞，此刻终于有了发泄的机会，一人一马直接冲入董卓军中。不到1个时辰，董卓的人马溃不成军，死伤惨重。牛辅、臧霸以及胡赤此时被张飞活捉，直接带到了刘成面前。大哥，这几个怎么处理？3位将军如何称呼？在下牛辅，见过刘将军。哼，有杀有剐，悉听尊便。臧霸你丫的，此举会激怒刘成的。刘将军，此人是臧霸将军。原来是臧霸，难怪看起来颇为不俗。臧霸虽然名声不显，但是在2流武将中也算顶尖的存在。尤其曹丕时期，臧霸在魏军的影响力甚重。哦，原来是臧将军，久仰臧将军大名。骠骑将军抬举了，在下不敢当。翼德，给3位将军松绑。3位将军请回吧。为何不杀我等？胜败乃兵家常事，臧将军乃英雄豪杰，杀掉就太可惜了。大哥，你为何放了这3人？元直，你怎么看？主公这招反间计实在是高，恐怕过不了多长时间，咱们就多出1员大将了。知我者，真乃元直也。大哥，你别卖关子了，俺都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三弟，你可知那牛辅是何人？不知道。牛辅是董卓的女婿，今日被我所擒。按理说，他此刻应该被我下令斩首，此刻已是身首异处了，如今却安然无恙的返回。你要是董卓老贼，你会怎么想？
那此事必有蹊跷。没错，主公刚刚当着牛府的面，狠狠地夸了臧霸一顿。回去之后，牛府必然会将此事说出。如此一来，以董卓老贼的疑心，必然怀疑臧霸和主公之间有什么关系，所以主公才将3人放回。臧霸回去之后，轻则夺其兵权，重则人头落地。经过陈宫这么一解释，不仅仅是张飞，连同关羽、典韦、徐晃、张合等人对刘成感到深深的佩服。大哥还真是老奸巨猾。英明无比，英明无比。此时牛府等人灰头土脸的回到了虎牢关。3位将军怎么回事？随后牛府将事情经过大致的说了一番，李儒顿时感觉头晕目眩，5万人马就这样被葬送。早知道这样，当初就应该坚持让吕布前去，至少以吕布的能力，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结果。你们去太师面前解释吧。3人面面相觑，一想到董卓发怒的模样，不禁打了个寒战。李儒带着牛府和臧霸一路来到了大厅。此时董卓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太师，牛将军和臧将军回来了。那刘成小儿的人头可带回来了？回太师，未曾带回刘成的人头。难道出事了？5万人马已经全军覆没。混账东西，气杀阿爷！来人，将他们2人拿下，就地正法。太师不可，2位将军虽然犯下大错，但是此时责任也不是完全在于他们。不怪他们，难道怪本太师吗？太师，如今乃是用人之际，贸然斩杀麾下大将乃是兵家大忌，更何况2位将军恐怕是中了埋伏，如今大可饶他们一命，好让他们2人戴罪立功。咦，他妈了个！此时董卓已经被喷得清醒了大半，他本人也是刑武出身，知道李儒的话不无道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你2人将此事详细讲来。牛府魂都快被吓没了，他对于董卓的狠毒是深深的恐惧，此刻根本顾不得任何同僚情谊，一股脑的将刘成的话重复了一遍，还故意透露刘成对臧霸恭敬有加，仿佛旧时一般。如此一来，你是奸细。太师，末将绝对不是奸细，末将没有任何理由背叛太师。那为何刘成小儿如此待你？难道明成说的是假的？董卓此时已经完全相信了牛府的话，连称呼都变了。太师，末将发誓，绝对没有背叛太师，求太师明察。哼！你这狗贼，安敢背叛本太师？来人，给我把臧霸砍了！太师且慢。文和，你怎么来了？太师，在下以为臧将军不会是奸细，不如留他一命，待来日让他亲自斩下刘成的人头，以证清白。见贾诩为臧霸求情，心中虽然震怒，但是却忍了下来。既然文和先生作保，那暂且放他一条生路。滚吧！今日若不是文和先生求情，恐怕臧某早已人头落地。先生救命之恩，在下来日必将厚报。臧将军若不嫌弃，不如前往舍下酌一杯。那就叨扰先生了。等到了贾诩的住处后，臧霸才发现竟然是吕布。文和、臧将军，你们来了。奉先久等了，臧将军，请坐。文和先生，吕将军，我是个粗人，有话二位直说吧。臧将军果然是性情之人，既然如此，在下就直说了。文和先生，但说无妨。如今虎牢关外40万诸侯联盟军虎视眈眈，臧将军觉得董卓赢面有几成？文和先生此话何意？难道你……刘成，臧将军已经见过，此人与董卓相比如何？刘成此人礼贤下士，待人温和，毫无上位者架子。不错，此人能从一介白丁做出今日的成绩，恐怕绝对是个英雄人物。况且什么？况且此人深受先皇灵帝重视，昔日灵帝驾崩之时，心中依然挂念刘成，可见在灵帝眼中，刘成才是汉室的未来。此乃太后亲笔书信，乃太后托人秘密送给刘成，却不料被奉先麾下士卒截获。臧将军可以一观。臧霸将信将疑地接过信件，这一看，臧霸内心极为震撼。信中太后除了陈述董卓种种恶迹外，还将刘成摆在了汉献帝叔辈的位置上，祈求作为皇室宗亲的刘成率兵杀了董卓，拯救大汉江山。臧将军以为如何？臧将军是否觉得如此做法有违大丈夫之行？见臧霸有些松动，贾诩连忙补充道：今日之事不用在下说，臧将军也能看出来，臧将军一心尽忠，最后却反而成了一个背锅之人，差点落个身首异处。需要臧某怎么做？臧将军回去后只当什么事都未发生过，等待命令即可。命令？谁的命令？自然是主公的命令。你说的是刘成？不瞒臧将军，早在来虎牢关前，我已经联系上了骠骑将军，如今我也算是骠骑将军麾下一员。对了，还有奉先。原来你们才是叛徒。奉先，你真是让本将军思之久矣。末将吕布拜见主公。奉先不必多礼，谢主公。
公台传令下去，明日子时全军进攻虎牢关。主公，这是为何？公台只管安心去办，到时候咱们自当不费一兵一卒就能拿下虎牢关。陈宫一想到刘成三番五次的神机妙算，硬生生的打消了劝说的念头。公遵命。陈宫走后，刘成撤下了四周的守卫。出来吧。主公，不必多礼，起来吧。谢主公。你想办法通知贾诩，明日子时我军准时攻入虎牢关，以3根火把为信号，他会知道怎么做。是主公。退下吧。虎牢关内，董卓依旧每日在床上辛勤耕耘，大事务全部都交给了李儒来处理。李儒无奈地看着繁杂的军务，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如今洛阳城内暗流涌动，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无不希望董卓的倒台。去让吕将军来见我。侍卫立马前去安排，不一会儿，吕布便来到了李儒的眼前。李先生，不知找我何事？随后，李儒将自己的计划说了出来，他是想让吕布坐镇虎牢关，谨防刘成等诸侯前来攻城。李儒觉得，只要有吕布在，按照目前虎牢关的兵力，刘成绝无可能攻破虎牢关。李先生放心吧，虎牢关有我吕布在，绝对万无一失。对了，吕布恳请李先生让臧霸协助我。李儒没有多想，毕竟臧霸的能力有目共睹，有他和吕布在，确实能做到万无一失，于是便答应了下来。夜晚，刘成安排张飞和典韦分别率领黑虎铁骑和第一军团，共3万人马悄无声息地摸到虎牢关城墙下，而城墙上值守的士兵们显然多了几许困意。大伙都来喝杯酒，暖暖身子吧。吕将军，这么晚了您还来续宴？太师有命，本将军岂敢不从？对，您说的是。随后，吕布招呼着众人过来饮酒。就在这时，城下不远的地方突然传来烟花声，吕布立刻会意。奉先，你真是让本将军思之久矣。末将吕布拜见主公。奉先不必多礼。谢主公。奉先，现在城内情况如何？回禀主公，如今末将和臧霸将军已经控制了城门。干得漂亮！二弟、三弟，你2人率兵先行入城，夺取城门和粮库。随后，刘成又命侍卫通知在后方埋伏的大军，趁着董卓军还不知情，迅速入城，以最短的时间内拿下虎牢关。夜深，操劳无比的李儒此刻早早的就搂着美妾进入了梦乡，对城内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大人，大事不妙！什么事？进来吧。大人，不好了！何事？速讲来。联盟军打进来了！大人，您没事吧？守城的人呢？吕布、臧霸2人何在？吕将军和张将军已经归降刘成，正是他们打开了城门，放诸侯联军进城的。此刻李儒脑海中只有4个字，那就是大势已去。当务之急，先通知太师，大不了撤出虎牢关。当李儒赶到董卓处时，只见院内跪了一地人，董卓手持着剑，双目通红。太师不可啊！如今之计，还是先行撤离虎牢关吧。哼，你还敢来见本太师？太师，在下愿承担一切之错，请太师速撤离。正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本太师的20万好儿郎全部在此，你让本太师去了。没误，我们去没误。李儒这么一提醒，董卓突然冷静了下来。他想起来当初为了逼迫汉献帝迁都，早就在长安没务修建了一座城池。就按你说的办。不过本太师得不到的东西，其他人也休想染指。传令下去，全军撤离，让飞熊军殿后，先取到洛阳，将皇帝带上。去，太师。得到了董卓的撤退命令，在场的人都舒了一口气。他们跟着董卓的这几年，早就被酒色迷了心智，如今面对来势汹汹的诸侯军，根本无心抵抗。为了保险起见，统领飞熊军的李却被留了下来。而后董卓带着6万人马一路向西，朝着洛阳狂奔而去。当刘成率军抵达太师府时，只见李却率领一小队人马坚守在门口。我就是刘成，本将军答应你们，奉下武器投降者不杀。哼，我飞熊军没有孬种，刘成小儿拿命来。主公小心。吕布，你个反复无常的小人！没想到董卓这样的人，居然还有人愿意为他卖命。解决掉飞熊军后，刘成带人冲进了太师府，此刻却见整个府邸内早就人去楼空。这董卓老贼跑得还真快。就在这时，刘成猛然想起来一件事：不好，洛阳有危险！主公，怎么了？来不及解释了，快将所有人召集此处，本将军有要事相商。
不一会儿，麾下几位大将、谋士以及诸侯全部赶来。刘将军不知何事召集我等。韩将军有所不知，董卓老贼早就跑了，如今正在前往洛阳。本将军担心陛下安危。难道董卓还敢以下犯上不成？此前董卓在洛阳时干的哪件事不是以下犯上？如今他如同丧家之犬，恐怕这个时候什么都做得出来。场面一时安静了下来。不得不承认，刘成所的的确是事实。这种事董卓早就不是第一次干了。翼德、云长，你二人率黑虎营和枪狼营前去追赶董卓。末将领命。高顺、臧霸，你二人领第3军团把守虎牢关，城中降卒一切事宜由你们处理。末将遵命。公明，末将在。你率第2军团前去接应云长和翼德。末将领命。二弟元直、公台、奉先，你等随本将军一同前往洛阳。命令下达后，刘成想起了韩馥、陶谦等人。诸位将军有何打算？原本诸侯联军就是为了攻打虎牢关形成的联盟，如今虎牢关已拿下，刘成觉得此时不便再对他们发号施令。我等愿意和刘将军一起前往洛阳救驾。如此甚好，事不宜迟，我等还是速速出发吧。此时刘成大破虎牢关的消息传到了泗水关，袁绍、曹操等人在内的诸侯都陷入了深深的沉默。原本这泗水关无论是险峻还是守军，远远都不如虎牢关。这些日子袁绍一直下令猛攻泗水关，除了给叔父袁奎报仇外，心中存有私心，希望能第一个达到洛阳。骠骑将军已经在前往洛阳的路上，诸位有何看法？都讲讲呗。刘将军如今能大败董卓老贼，此乃一件幸事，为何诸位却愁眉苦脸？的确如此，我兄弟能破虎牢关，早日前往洛阳拯救陛下，此乃大汉之幸也。而袁绍脸上却阴沉的能滴出水。曹操见袁绍如此，当即明白众人心中所想，庶子不足与谋。哼！说完，曹操便离开了营帐。玄德怎么也出来了？为何不留在此处？孟德兄，你就别取笑在下了。在下虽然默默无闻，但是也分得清轻重缓急。如今这些人恐怕脑子里想的只有自己。知我者玄德也。孟德兄，接下来如何打算？我准备前往虎牢关，再取道去洛阳。玄德你呢？在下就不去凑这个热闹了。如今有程兄和孟德兄在，汉室无忧矣。在下即刻返回巨鹿，回郭太守处复命。玄德不愧和程兄是旧时，如此也好。那曹某就此拜别玄德，他日我等洛阳再叙。在东汉末年，我创业到了10万大军。当我率军抵达被董卓烧毁的洛阳后，没想到何太后竟然要把传国玉玺给我，而我是否会称帝呢？刘将军，您终于来了，大家不用怕，是刘将军带兵来了。这里可是董卓老贼所为，求将军为老朽做主啊！可怜我那14岁的孙女被他们给糟蹋了，连儿子也被他们给糟蹋了。一群畜生！二弟、奉先，你等各率一队人马接管洛阳防务，有趁火打劫、烧杀抢掠之人，就地格杀。而蔡邕这边很快得知了刘成的到来，开心的不行。夫人，快给老夫备一些酒菜，今日老夫要喝个痛快。老爷为何今日如此高兴？是啊，爹，女儿也好久都未曾见您笑过了呢。夫人、爷儿，你们有所不知啊，是刘将军来洛阳了。刘将军是哪个刘将军？爹，你是说骠骑将军刘成来洛阳了吗？不是他，还能有谁？我们汉室可算是有救了。蔡文姬确认是刘成后，脸上多了2朵红晕，原来是刘成前段时间给蔡文姬回的信。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想到这里，蔡文姬娇羞地跑了出去。夫人，爷儿怎么了？还真是女大不中留，你呀，你个当爹的一点都不关心你女儿。此时洛阳皇宫中，太后娘娘出来吧，外面安全了。董卓走了吗？回太后，董卓走了，骠骑将军带兵来洛阳了。快去传骠骑将军进宫。此时刘成正在安抚洛阳的百姓，并为百姓们熬了大米粥。刘将军，太后旨意，告你进宫。你回去告诉太后，本将军稍后就到。元直、公台此处就交给你们2人了，我去进宫面见太后了。主公放心。太后寝宫内，传信的太监已经回来复命。何太后早早的翘首以盼，内心期待着刘成的出现。不经意间，何太后回想到当初刘成清理自己嗓子的画面，感觉身体有些燥热。骠骑将军到。臣刘成拜见太后。刘将军免礼，请坐吧。谢太后。刘成坐下后看着何太后，只见她相比之前清瘦了些许，眉宇间少了几丝丰腴。昔日先帝与刘将军君臣情深，刘将军又是汉室宗亲，如今按照辈分来，哀家这个做嫂嫂的还得称呼将军一声叔叔呢。叔叔和嫂嫂想都不敢想啊！太后，臣不敢啊！将军不必如此，先帝走得早，留下哀家这命苦的人，可怜我那辫儿还被董卓这狗贼谋害。突然，何太后直接在刘成面前痛哭起来。
将军，哀家已经没有信任之人，求将军为我变而报仇，为大汉江山的安宁诛杀逆贼董卓。这么整，这要是给外人看见，还以为自己以势欺人，将太后怎么的了？太后别哭了，哭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太后你怎么了？来人啊，快来人！太后，您没事吧？太后，坚持一下，马上就到床上了。片刻之后，刘成便将何太后放到了床榻上。哀家这是怎么了？太后刚刚晕倒了。那哀家怎么就到了床上来了？衣服怎么也没了？难道是刚刚宫女来过吗？你要是这么聊的话，那就没意思了。何太后见刘成脸色涨得通红，半天说不出话来，噗呲笑了一声。看来是将军又救了哀家一回，哀家真是要好好的感谢将军一番。听说将军还尚未成亲，对吗？该不会是要对自己图谋不轨吧？那自己要不要拒绝？老铁们告诉俺一下。一时间，刘成脑海里陷入了思考。将军，太后有何吩咐？此物暂时交于将军代为保管吧。卧槽，竟然是传国玉玺，这是什么意思啊？是想考验我有没有称帝的意思是吧？将军，董卓老贼三番五次寻找此物，可他怎知此物早就被哀家藏了起来？如今陛下被董卓掳走，生死不知，此物在宫中恐怕不安全，所以哀家拜托将军代为保管此物。何太后很清楚其他人拿到玉玺可能会干一些谋逆之事，但是她觉得刘成并不会如此，不仅仅是因为刘成是大汉宗亲，而且何太后对刘成有一种莫名的信任，她也不知道从何时有了这种信任，或许是从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开始了吧。沉吟片刻后，刘成决定收下玉玺。太后放心，臣定当保管好玉玺。此外，臣已经派大军追击董卓老贼了，想必很快就会有结果。那就拜托将军了。另外，洛阳城的百姓遭逢大难，还希望将军能多多协助朝廷。太后言重了，臣身为朝廷的骠骑大将军，这些都是分内之事。随后，刘成拜别了何太后，正准备转身离去时，叔叔，婉儿就将这大汉的江山托付于你了。太后的闺名难道叫何婉儿？真是造孽啊！此刻泗水关内，胡真、张继、樊稠等人听说虎牢关被攻破时，众人内心升起一阵阵无力感，一个个都无心恋战。诸位将军，如今怎么办？胡将军，你末将所见，泗水关迟早会被袁绍攻破。既然如此，不如我们那啥办？张继的意思已经十分明显，就是丢掉泗水关逃跑。其他人呢？末将等人以为张将军言之有理。胡真看着一个个斗志全无的人，长叹一口气。就算逃，我们能逃去哪里？我等可前往西凉，那喽才是我们的大本营。我们现在还有多少人马？回将军能战之力不足5万，除去老弱病残，估计在3万中。安排下去，将老弱病残剔除出来，整编成队，明日让他们守城，其余3万人马入夜后随我等一起前往西凉。切记此事不可张扬。末将领命。泗水关外，袁绍这边毫无寸进的消耗兵力，令人愈发不安。尤其是曹操的离开，让原本就不多的兵力显得更加相形见绌。盟主一再下看，不如诸位莫慌，本盟主决定明日破釜沉舟，成败就在此一举。袁绍的话让原本一肚子怨气的诸侯们闭上了嘴，他们早就不愿意在此白白的消耗兵力。前些日子曹操的离开，起初还觉得可笑，现在看来真是明智之举。次日，袁绍早就率兵来到了泗水关前。袁盟主似乎有些不对劲啊，这城门怎么开着？莫非有诈不成？此时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就算有诈也得上了。诸位，他们应该是忘关门了，给我冲，拿下泗水关！袁绍，待袁绍进城后，才发现泗水关早已人去楼空，留下来守城的士兵全都是老弱病残，战力极其低下之人。诸位，我们稍作休整，就出发洛阳吧。我看你是生怕去晚了，害怕好处全部被刘成等人抢光了吧？刘成这边从皇宫内出来后，直接住进了城外的军营内。元直、翼德他们可有消息传回来？主公，庶已经派出3波探子，若是有消息，应该会及时传回来。对了，派人叫凤先来见我，有件事问他一下。是主公。不一会，全身披挂的吕布来到了帅帐之内。主公有何吩咐？凤仙在虎牢关，我怎么没见贾诩？你可知他的去向？吕布表示对此事也不详，只是听说贾诩暂时不准备现身。虎牢关破关之时，也未曾发现贾诩的身影。看来越是厉害的谋士，越喜欢卖关子了。凤仙，不知令尊现如今如何？劳烦主公挂心，义父他已经返回了滨州，只是这些日子以来饱受折磨，现如今身子大不如从前。义父得知我在主公麾下效力，开心的不行。既然如此，就让滨州牧多多休养，如此一来也好。
奉先何为？主公，我之前在董卓老贼阵中认识一位志趣相投之人，如今他被关押在虎牢关，吕布求主公开恩，赦免他一条生路。能让心高气傲的吕布都能拉下身段结交之人，恐怕也不简单啊！奉先快请起，这个好说，回头我派人传回口信，将此人带到洛阳便可。对了，此人叫什么？大家猜猜他是谁？我们下集见。这些贱民汇聚于此做甚？将他们赶走。是主公。都给我哪凉快哪待着去，否则我就扇自己嘴巴子。给我住手！你是何人？敢管我们的事？信不信我干你？续接上集，吕布向我推荐他的好友奉先，此人叫什么？启禀主公，此人姓张名辽，字文远，乃是难得的好汉。姓张名辽，字文远。主公难道听说过此人？何止是听过，简直就是如雷贯耳。800铁骑大破江东10万大军，威震江东，更是让东吴小儿闻张辽大名便止住啼哭。奉先放心，我这就写信给虎牢关，即刻将张辽叫到洛阳来。吕度，多谢主公。张飞、关羽这边，二人一路追击董卓到梅坞城，看着比虎牢关还要高大的城墙，张飞只得愤愤不平的骂骂咧咧。这老子还真是跑得比兔子还快，还他娘的把城墙修得比洛阳还高大坚固，摆明着有恃无恐。云长，这可如何是好？翼德，我等还是先行返回洛阳，待禀明主公后再做打算吧。张飞点点头，眼下除了返回洛阳，也没有其他的办法。公民，你怎么来了？云长、翼德，主公命我前来接应二位，不知如今情况如何？关羽简单的将情况描绘了一番，徐晃听完皱着眉头，不过并没有想出什么办法。现在董卓是打定主意死守梅坞，根本不会出城硬碰硬。于是三人带着董卓路上掉的财物，一并前往洛阳方向出发。大哥，那董卓老贼龟缩在梅坞城不出战，我们就回来了。当刘成得知董卓带着汉献帝刘协去了梅坞后，感觉有些头疼。梅坞这个地方可不是虎牢关，完全就是一个超级堡垒。哪怕自己用全部兵力投入进去攻打梅坞，也不见得能救回汉献帝刘协。看来何太后想要杀掉董卓报仇的计划，只能从长计议了。不过能获得如此多的财物，却是刘成意料之外的惊喜，总算不是白跑一趟。启禀主公，袁绍统领的另一路诸侯联军已经抵达洛阳城外30里处，很快就能到达洛阳城。看样子一个个都不想放弃这块到手的肥肉，想必太后和文武百官有的头疼了。这些诸侯如今像是打了胜仗，自然是大张旗鼓的伸手向朝廷索要好处。可如今朝廷正焦头烂额，连皇帝都生死未卜，哪有心思处理这些？传令下去，洛阳城内所有兵马即刻返回营地，没有本将军的命令，任何人不得出营，违者按军法处置。是主公。刘成决定坐山观虎斗，反正最大的好处自己已经得到，其他的东西就没那么的重要了。站在城外看着眼前巍峨的洛阳城，袁绍心中升起了豪情万丈。昔日我原本初离开洛阳时，心中暗暗发誓，日后必定返回洛阳，铲除奸贼，肃清朝纲。盟主所言极是，这一次我等诸侯结盟，若不是袁盟主，恐怕根本不会有今日。身后的诸侯们个个都极尽吹捧，此时能与袁绍抗争的唯有刘成，但刘成早就将部下撤离洛阳，如此表现自然让一众诸侯都认为刘成是在向袁绍示好。诸位，随我进城。道路两旁的百姓看着一个个趾高气扬、身披铠甲、骑在高头大马上的将军们，显得有些害怕拘谨。这些贱民汇聚于此做甚？将他们赶走。是主公。都给我哪凉快哪待着去，否则我就扇自己嘴巴子。给我住手！你是何人？敢管我们的事？信不信我干你？吾乃骠骑将军帐下陈宫，这位是典韦典将军，敢为这位将军何故驱赶百姓？难道诸侯联盟军手中的兵刃是在百姓面前耀武扬威的吗？原来是骠骑将军的人。本盟主听骠骑将军得知我等前来洛阳，早就约束部下不得入城，不知尔等为何在此？难道骠骑将军的军令是为儿戏吗？哼！自信心极度膨胀的袁绍，此时根本没将刘成放在眼里。原来袁盟主也在此处，恕在下眼拙，未能第一时间见礼。陈宫的一番话让诸侯们都面面相觑，此话完全就是在告诉袁绍，自己根本就没将他放在眼里。哼，不知者无罪，尔等退下吧。说完，袁绍头也不回的离去。老人家您没事吧？多谢二位将军，也只有骠骑将军将我等百姓当人看，其他人都视我等为猪狗。老者的一番话让陈宫五味杂陈，自己最开始投奔刘成，只是想施展理想抱负，可如今看来自己也在潜移默化中慢慢改变。典将军，我们也回去吧。此时毫不知情的刘成正在帅帐内，双目放光的看着眼前虎背熊腰、身材健硕青年人。醉江长老拜见刘将军。文远不必多礼，快请起。
主公有所不知，文远不及与我相熟，另外与关将军乃是同乡。文远可愿在本将军帐下效力？哈哈，承蒙将军不计，末将愿效犬马之劳。好，那文远暂时委屈一番，担任校尉一职吧。末将绝不辜负主公。启禀主公，公台先生和典将军求见。奉先，你就带文远熟悉一下他的职务吧，而后再和云长叙旧。是，主公。叫他俩进来吧。主公，蔡大人和王大人托我转告主公，希望主公镇守洛阳。不过在下已经将主公的意思告诉了他们，在下觉得王大人似乎有些私心。看来这个王允似乎有些按捺不住了。主公，这是蔡大人让在下带回来的请柬，希望主公明日能去蔡府赴宴。自己似乎很久没见到蔡文姬了，是时候见一面了。派个人去蔡府回个信，告诉蔡大人本将军会如期赴约的。正式交代完后，陈宫将今日遇见袁绍之事也原本的说了一遍。大哥，俺看那个袁绍可恶得很，居然放纵手下殴打百姓，俺才出手阻止了，没有影响到大哥的计划吧？二弟，此事不怪你，若是大哥在场，定会如你一样。不知主公是如何看待袁绍此人的？袁绍此人无论是背景还是起点远高于一般人，不过袁绍缺点很致命，此人刚愎自用，目中无人，优柔寡断，好谋无断。原本天胡开局，一手王炸的他，硬生生的将手上的好牌打地稀烂。这么说来，此人不足畏惧，不过似乎其他诸侯对袁绍颇为忌惮，一群因为利益捆绑在一起的盟友罢了。且看下去吧，到时候就有袁绍头疼的了。公明白了。在得知袁绍等诸侯进入洛阳城后，何太后身为女流之辈，但是长期的耳濡目染，自然懂得怎么安抚人心。袁将军大破泗水关，前来洛阳护驾，哀家甚是欣慰。但是国库早就被董卓老贼洗劫一空，哀家就把原先董卓的太师府给袁将军当落脚地吧。谢太后，懿旨上对袁绍等人是极尽吹捧，大夸特夸。至于其他人如何，太后也一一安排。拜谢太后后，袁绍与其他诸侯分开，直接前往太师府而去。到了太师府，发现还有一些仆从和董卓没来得及带走的妻妾后，袁绍直接命令士兵将这些人全部格杀，以泄心头之恨。袁绍的残暴之行很快就落到了百官耳中，仿佛看到了下一个董卓。不过他们却不敢是说些什么，毕竟如今袁绍如日中天，手底下是兵强马壮。袁绍的到来让刚刚平静了几天的洛阳城又变得热闹起来，手下的那些士卒仗着袁绍的名头，在洛阳城内掠夺百姓，强抢民女。好看一点的直接送入袁绍卧室内，袁绍也是乐此不疲，对此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他诸侯见状有样学样，甚至直接纵容手下明目张胆的入室抢劫，唯有孙坚、曹操等诸侯约束不下，不得参与此事。众诸侯的倒行逆施，自然是引起了部分饶不耻。于是孙、曹二人决定拜访刘成，希望刘成能出面制止此事。你敢相信诸侯联盟军进入洛阳后，到处杀伤抢夺，欺压百姓？身为盟主的袁绍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曹操和孙坚为了阻止袁绍，只好向我请求，因为只有我能与袁绍抗衡。这些人和董卓老贼有何区别？刘将军，此事唯有你能制止，还望刘将军为洛阳城百姓讨个公道。我二人愿助将军一臂之力。请二位放心，此事我先禀报太后，看太后怎么处理。曹操、孙坚二人连连点头。正因为他二人不愿意与众诸侯同流合污，所以才会被众人排挤。孟德、刘将军，在下准备返回江东，今日就当拜别二位，来日再把酒言欢。历史上，孙坚还拿到了玉玺，如今不仅没得到任何好处，还失去了大将主帽，这样回去未免有些损失惨重。刘将军是否觉得在下有亏？我等身为朝廷大臣，为朝廷铲除奸邪理所当然。若是只为了一些蝇头小利，那孙某与那些利欲熏心之人又有何区别？孙坚的这番话义正言辞，令人肃然起敬。刘成心中升起了一阵佩服之情，真不愧是江东猛虎，看来日后孙策和孙权能有那么大的成就，少不了孙坚的言传身教。若非英年早逝，恐怕诸侯争霸，鹿死谁手也不一定。这碗酒就当在下为孙将军践行了。孙某有幸能结识二位将军，真乃大幸也。洛阳城中自从袁绍占据董卓的太师府后，直接改成了袁府。近些日子以来，有些走得较近的朝廷大臣已经暗中提醒过袁绍，袁绍却丝毫不以为意。他认为当兵的吃粮天经地义，既然朝廷拿不出，那只能从那些贱民手中抢了。不过袁绍还是象征性的征求一下麾下谋士的意见，比如许攸就是被他请了过来参详此事。姬爷，朝臣的议论你可知晓？主公号召天下诸侯为朝廷铲除奸贼董卓，此乃不是知公也。那些只知道知乎者也的朝臣们懂些什么？依属下看来，主公不用理会只知道动嘴皮之人。
资源所言在理，既然如此，那我便不理会那些人，谨遵主公之命。已经1个时辰了，手下的士兵应该已经送来第5批女子了。主公，沈先生求见。他来干什么？真是耽误我吃肉夹馍。请他进来吧。不一会儿，只见一文士面带焦虑之色来到了袁绍眼前。正南来此，所谓何事了？主公，属下听闻诸侯麾下的将士在洛阳城内四处抢劫，已经激起了民愤，还请主公下令约束一番。此事本盟主已经知晓了。沈佩见袁绍这个态度，自然是知道袁绍已经被许攸给蛊惑了。呵呵，主公，如今诸侯联盟军麾下将士如此行径，与那董卓有何区别？大胆，沈仲南，你是何居心？居然将主公比作董卓那乱臣贼子！许攸，你明明知道诸侯放任麾下将士掠夺百姓，强抢民女，你身为谋臣，却不尽心献策，只知谄媚于上，是何居心？你这意思是主公不能明辨是非，只听人之言是吧？许攸，你简直一派胡言！主公，我并非此意啊，主公。别说了，雷尔。主公有何吩咐？将这不忠不孝、满嘴胡言的沈佩给我拿下。佩绝不敢胡言乱语，请主公明察啊！此时袁绍根本听不进去沈佩的话，直接示意手下动手。主公，佩冤枉啊！主公勿忧，此等目无尊上之人，如何知晓主公的雄才大略？还是此原懂本将军的。主公谬赞了。你退下吧，本盟主要去吃肉夹馍了。皇宫内正在用膳的何太后突然听见太监禀报刘成求见，感觉有些诧异，连忙吩咐宫女将饭菜端走，这才下令请刘成进来。臣刘成拜见太后。刘将军不必多礼，来人赐座。谢太后。不知刘将军来所为何事？臣听闻诸侯联军在洛阳城内四处掠夺百姓，如今民间是唉声哉道啊！唉，刘将军所言，朝中大臣也同样递上了折子。那太后的意思是，我一个后宫之主，面对一群拥兵自重的诸侯，实在是没什么好的办法。哀家已经下旨斥责他们，但是效果甚微。何太后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十分无奈。如今皇室衰退，要兵没兵，要钱没钱，根本拿这些诸侯毫无办法。连皇帝都被董卓掳了去，却没人站出来营救。刘将军有何办法？臣倒是有个办法。将军但说无妨。下令让所有诸侯离开洛阳。将军有所不知，朝中大臣早就用过此方法，但是那些人毫不理会，依然我行我素，哀家也拿他们没办法。太后，请听臣说完。若是他们不想离开，那就下令让他们集结兵力前往梅坞救回皇帝，并且此事依然以袁绍为盟主，钱粮让他来想办法。将军的意思是？4个字：驱虎吞狼。既然诸侯们不愿意离开洛阳，那就以迎回皇帝的大义来压住他们。袁绍此人好大喜功，得知此事必定欣然接受。既然朝廷下令钱粮自给自足，那以袁绍的性格，必然会朝诸侯们伸手。如今这些诸侯一个个捞足了好处，自然不肯让出自己的利益。如此一来，最好的办法就是离开洛阳。经过刘成的解释，何太后恍然大悟。这么说，那些诸侯们一方面为了手中的利益，另一方面忌惮袁绍的实力，最终只能远离朝廷，返回驻地。没错，将军办事真是深思熟虑，哀家也觉得此举大有可为。太后谬赞了。对了，将军，如今朝中大臣一直希望能营救回皇帝，不知将军可有办法？太后，依臣之见，此事需要从长计议。不过臣已经在想办法了。刘成之所以如此笃定，是因为他收到了贾诩的密信。让刘成没想到的是，贾诩竟然也跟着董卓前往梅坞了，并且信中说要送一个大礼给刘成。刘成见事情已经弄完，便准备告退，去蔡邕府上赴宴。那皇帝的事就拜托将军了，哀家稍后就下一道旨意。太后言重了，臣告退。蔡文姬得知刘成今日前来后，此刻正在闺房内和丫鬟华儿纠结穿哪套衣服。华儿，你看看这身衣服好看吗？姐穿什么衣服都好看。你这丫头，姐，我发现一个秘密。什么秘密？我发现姐的活儿都被刘将军给勾走了。啊，你这死丫头，看我不打你！哎呀呀，姐不要打了。早早就守在府门口的蔡邕翘首以盼，见刘成到来，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来。刘将军大驾光临，真是蓬荜生辉啊！蔡邕竟然亲自在门口迎接，这得撩，这可是自己未来的老泰山啊！劳烦蔡大人亲自迎接，真是折煞在下。蔡大人叫在下表字即可。既然如此，那老夫托大唤你一声小成吧。蔡大人为何不见其他人？莫非自己来太早了？小成有所不知，此次老夫只宴请你一人而已。真是承蒙蔡大人厚爱啊！小成不必客气，随老夫进去吧。
小臣麾下真是兵多将广，能人辈出啊！蔡大人过誉了。如今朝廷日薄西山，诸侯们拥兵自重，不知小臣有何看法？自先皇灵帝起，百姓们穷困潦倒，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而后才有了征剿数十万的黄金逆贼，朝廷却没有做出任何变化。如今百姓对朝廷早已失去了信心。小臣所言，老夫自然清楚，可如今我等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大汉就此衰败，一蹶不振啊！如今朝廷的诸侯若是都像小臣这样，恐怕断不会如此。在下承蒙先帝厚爱，以白丁之身加封骠骑将军，自然不可辜负汉室。小臣所言不无道理，但是那些个诸侯个个都承蒙汉室厚爱，可如今干的事情件件都是断汉室之脊梁。就那齐襄侯袁绍，家世显赫，四世三公，先帝以西园八校为代之，可如今却放任手下祸害百姓。洛阳城的百姓宛如生活在人间炼狱之中。刘成看着气得不轻的蔡邕，突然觉得有些理解，朝中的一些老臣，无论是蔡邕也好，还是王允也好，亦或者是其他人，都是跟着汉室风风雨雨走过了许久。刘成思忖片刻后，将自己讲给太后的驱虎吞狼的计划讲给蔡邕听了一遍。小臣所言当真？蔡大人放心，想必太后很快就会召集朝中大臣商议此事。那皇帝的事，在下已经在暗中布置，蔡大人大可放心。小臣真是朝廷的救星，有小臣出马，老夫大可放心。蔡大人言重了，正所谓识君之路，为君分忧。原本还觉得自家女儿才气不俗，如今看来自己家那才女都不知道能不能配得上她。来人，将小姐请来。穿越三国，白手起家成为一方诸侯。我率兵进入洛阳后，和太后更是将传国玉玺给我，希望我能匡扶汉室。而我是否会称帝呢？父亲，您叫女儿。伢儿，小臣来了，你快来见见。此刻蔡文姬低着头，根本不敢看刘成一眼，满脑子都是那一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见过刘将军。蔡小姐客气了。蔡文姬听见这个让自己魂牵梦绕的声音，身体直接酥了，娇羞的跑了出去。伢儿，你干嘛去？这丫头都被他娘给惯坏了，竟然如此无礼，还望小臣莫怪。蔡大人言重了。听闻小臣要离开洛阳，不知是何故？这个只怕就说来话长了。小臣有所不知，朝中大臣还是希望你能留下来守卫朝廷的。不瞒蔡大人，在下实在是觉得齐襄侯比在下更适合待在洛阳，有他在，想必洛阳迟早会恢复往日的安宁。蔡邕长叹一口气，见刘成心意已决，便不再劝慰。按照身份来，袁绍虽然是四世三公，但是刘成也是汉室宗亲，几乎没任何差距，只能说刘成根基太浅，这是必然的缺陷。伢儿，你怎么来了？你这是？父亲，女儿没事，女儿听说刘将军要走，特意来送送。原来这丫头是不舍得自己呀。谢过蔡小姐。刘将军客气了，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继续和刘将军请教诗词。只要蔡小姐不嫌弃在下学识浅薄，随时欢迎。不嫌弃，文姬不嫌弃将军。老夫就在此替文姬谢过小臣了。蔡大人客气了，蔡小姐的学识，在下也是获益匪浅。寒暄一阵后，刘成辞别了蔡邕父女。此时洛阳城袁府内，刚吃完肉夹馍的袁绍看着侍卫拿过来的旨意，脸上更是心花怒放。主公何事如此开心？太后下旨，让本将军统领洛阳的诸侯前往长安梅坞讨伐董卓，迎回皇帝。同一时间，其他的诸侯都接到了和太后的懿旨。奉孝，你怎么看？主公，太后此举应该是在逼迫我等离开洛阳。奉孝何出此言？主公，我且问你，你可愿意受那袁绍的驱使？自然不愿意。那主公觉得其他诸侯呢？他们是否愿意接受袁绍的驱使？依我看，应该不愿意。毕竟讨伐董卓并无任何好处，无非是落得个好名声。更何况这个名声也被袁绍拿走了，其他人却都是被当作枪使。主公说的没错，那些诸侯既然不愿意拥护袁绍讨伐董卓，那只能选择第二条路，离开洛阳。若不然，便是其心可疑。更何况他们已经捞足了好处。原来如此，这样一来，这些诸侯为了不落人口实，不得不离开洛阳。那他袁绍呢？袁绍不会离开，一来袁绍对于洛阳十分熟悉，二来朝廷也需要一定的兵马来拱卫洛阳。其实骠骑将军才是最好的人选，不过此人行事却是捉摸不透，似乎对洛阳并不感兴趣。刘将军行事向来令人无法预料，想必是有着其他的考虑吧。传令下去，3日后全军开拔离开洛阳，返回陈留。是主公。
如同刘成最初设想的那般，所有诸侯都计划离开洛阳，并不打算追随袁绍前去讨伐董卓。果然不出主公所料，轻轻松松解决了朝廷的麻烦。此事不值一提。元直、公台，你们觉得下一步该如何？依在下看，我军先行前往虎牢关，与高将军等人会合，再做北上返回幽州。我倒是有个想法，我军暂且去河内郡旗关停留些时日。主公这是为何？按历史来说，要不了多久，袁绍将密谋公孙瓒夺取韩馥的冀州，大军驻扎在河内郡旗关。一旦袁绍和韩馥开打，自己能第一时间到达战场，到时候韩馥自然感恩戴德。以韩馥的性子，冀州迟早会交给我。若是我所料不错，我猜测袁绍会有下一步动作。我军驻扎此处，静观其变，暂不着急返回固安县。二人觉得刘成有这个想法，必然会有一定的原因，也没多问。洛阳袁府，袁绍近来很烦躁，哪怕后院的肉夹馍都塞不下了，依然觉得很火大。朝廷下的旨意让他白高兴一场。看着一个个诸侯离开洛阳，袁绍是气得咬牙切齿。既然都来了，那你们都说说吧。谋士们一个个默不作声，袁绍就气不打一处来。都哑巴了吗？主公，属下倒是有一计。说话之人正是南阳人冯继冯元土。元土，说来听听。此事归根结底是钱粮的事，如今朝廷缺粮，诸侯们也不愿自家出粮草，所以才导致如今无人响应主公的局面。继续说下去。如今当下各州唯有冀州最为富庶，并且距离洛阳不远。若是冀州肯借粮于我军，那粮草问题迎刃而解。若是那韩馥不肯怎么办？主公勿忧，韩馥此人平庸至极，更何况原本他祖上就是主公您的家臣，如今主家找他借点钱粮，他焉有不给之理？若是不给，那我军完全可以找个借口出兵冀州，想必到时候韩馥一定会害怕的找妈妈。话虽如此，但今时不同往日，冀州兵力并不弱于我等。此外，我等刚结盟不久，如今就要撕破脸皮，恐怕会落人口实。很明显，袁绍已经被冯继说的有些心动，但是依旧有些犹豫。若是主公觉得强取不合适，那我们可以智取。如何智取？原图快说来。主公可以修书一封，命人送去汝南，让大公子筹粮，然后取到冀州前来洛阳。这是何意？况且原图难道不知此时并非秋收，就算收集汝南全部粮草，也不够我军消耗月余。主公误会了，大公子能不能筹粮不重要，重要的是让其他人知道，大公子是押送的粮车从路过冀州。继续说，别给我卖关子，小心让你吃不上肉夹馍。若是大公子在冀州途中粮草丢失，为了避免主公责罚，大公子开口问韩馥借粮，以大公子在主公心目中的地位，恐怕韩馥必然会借粮给大公子。如此一来，等粮草到手，还不还，什么时候还，那自然由主公说的算。袁绍一听，顿时觉得此事大有可为。子野、公子，你二人觉得原图的计划如何？主公之名威震诸侯，想必那韩馥不敢违逆主公。许攸这一番话看是赞同此事，但实际上并没有做任何表态，只是恭维了袁绍一番。到时候真的出了岔子，许攸完全可以将他自己撇得干干净净。子元所言在理，那就依原图的意思办。本将军现在就给谭儿修书一份，让他依计行事。主公英明。驻守虎牢关的高顺和臧霸，在得知刘成即将前来，早就列阵在等候。两位将军这段时间辛苦了。主公言重了，此乃末将职责所在。见天色已晚，于是刘成下令休整一夜，明日再开拔前往河内郡。如今战事已停，难得清闲下来，刘成下令设宴犒赏三军。张飞、关羽、典韦等等这些将帅都留下来，被刘成单独宴请。坐在主位上的刘成看着麾下的一个个气势不凡的虎将，心中不由得感慨万千。有这些猛将和谋士的辅佐，想不成事都很难啊。奉先，俺早就听人说吕布之勇天下无双，但是俺老张可不服。今日俺要与你在酒桌上决一胜负，你敢不敢？呵呵，翼德既然有兴趣，那在下奉陪到底。来。次日，刘成的10万大军从虎牢关出发，一路往北朝着河内郡出发。刚返回河内不久的太守王匡听到探子禀报此事，吓得脸色苍白。我与那刘成没有任何交情，若是他心怀不轨，打河内的主意，恐怕自己这2、3万人马都不够他塞牙缝的，这可咋办啊？主公，末将有要事禀报。何事如此慌张？莫不是刘成已经打过来了？主公误会了，刘成的大军直接前往岐关去了，末将也不知，只是探子发现他们原地驻扎在岐关。他们去岐关所为何事？你派人带上几10车粮草，前往岐关去探探虚实。是，主公。汝南，袁绍的长子袁谭接到袁绍的信后，立马着召集人马准备起来。袁绍在信中说得很明白，让袁谭押送粮草从冀州经过，待抵达冀州后再向韩馥借粮。明眼人都知道，以袁绍如今的地位，未来这哥仨谁继承了袁绍的衣钵，谁立马就成了一方超级势力。为了撩到袁绍的认可，袁谭决定老老实实按照袁绍的吩咐去做。300车粮草，5000人马，一路从汝南往北朝冀州而去。
4天后，袁谭终于抵达冀州，直接在河内驻扎了下来。赶快派人去寻找一些女人，4天没吃肉夹馍了，快馋死我了。如今袁绍算是在洛阳城站稳了脚跟，放眼天下，除了刘成外，无一对手。在我眼里，那刘成不过就是个暴发户而已，根本就不足以跟我们43公豪门相提并论。不一会，只见袁谭的亲卫领着一名妇人走了进来，妇人身后还跟随着一个年龄只有6、7岁的女孩，看样子应该是母女2人。启禀大公子，卑职等人见这母女2人流落荒郊野外，特意带回营中。真是个好谋啊！你叫什么名字？妾身真是见过将军，这是妾身女儿甄宓。我乃张辽张文远，援军小儿，赶快下马受死！居然敢偷袭我袁谭，先掩护这2个肉夹馍撤退。全军给我冲！活捉张文远！都给我哭！大公子，快逃吧，再晚了就来不及了。一定是韩馥这个老匹夫搞的事。走，去洛阳找我父亲。将军追不追？穷寇莫追，传令下去，打扫战场，将袁谭抢来的物资都归拢好，一炷香之后返回。将军，你快看！你们是什么人？回禀将军，妾身甄氏和女儿甄宓被袁将军俘虏，想将妾身母女送往洛阳。去洛阳干什么？是去伺候袁绍。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将军如何处置这对母女？带回去，请主公定夺，不要怠慢了。末将领命。2个时辰后，正在营帐中与徐庶和陈宫商讨要事的刘成，听到侍卫禀报张辽求见，快请文远将军进来。拜见主公，末将信部辱命，袁谭已经逃往洛阳，另有400车粮草全部被我军截获。没有暴露身份吧？回禀主公，末将等人皆身着黑衣，加上夜色，并未暴露身份。文远干得漂亮，这样一来就不愁袁绍和韩馥打不起来了。哦，对了，主公，末将在袁谭军中擒获2名女子，末将斗胆将他们2人带了回来，请主公定夺。这个袁绍真是生了个好大儿啊！行军中还带着女人，肉夹馍家族这回是有继承人了。这2名女子好像还是一对母女，女儿好像叫甄宓。你说什么？女儿是甄宓？回禀主公，是叫甄宓没错，末将询问过。曹植的洛神赋，号称神女的甄宓，竟然被自己碰到，这若是错过了，这东汉真是白来了。主公，您这是怎么了？没事，我只是想到了一些事情。文远将此母女2人带上来。是主公。片刻功夫后，甄宓母女出现在刘成眼前。刘成看着年仅7岁的甄宓，有些失望。原来此时的甄宓还是个女孩，不过看模样倒是个美人坯子。你就是甄氏？回将军，正是妾身。你抬起头来。哦，这疯子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女。你2人家乡何处？本将军可以派人送你们回家。回禀将军，妾身的家早就毁在兵荒马乱之中，妾身这才带着女儿一路逃亡。若是将军愿意收留我们母女，妾身愿意当牛做马以报将军大恩。主公，不如将此母女留下来吧。难道公台相中了这母女2人？主公说笑了，一来既然他们母女2人几经辗转遇见主公，也算是缘分；二来主公身边的确需要有人照顾，这第3嘛。主公如今也算是打下一份偌大的基业，却从不近女色，如此一来，他日由何人来继承这份基业？没错，主公，公台所言句句在理。自己满打满算也才20来岁，这些人都着急自己给他们弄个继承人来，开什么玩笑？既然如此，那就留下来吧。谢将军收留我母女2人。不用多礼，起来吧。收留了甄宓母女后，刘成突然觉得心情愉悦了很多。韩馥这边在接到闵纯派人送回来的消息后，气得吹胡子瞪眼。袁谭真是欺人太甚，如此明目张胆屠我冀州百姓，如今却大摇大摆的前往洛阳。主公，可派使者前往洛阳一趟，讨个说法。韩馥思前想后，也没其他的办法，于是便采纳了耿武的建议。就在使者出发没多久，洛阳袁府，袁绍坐在堂前，听着袁谭声泪俱下的控诉。韩馥老匹夫居然敢不给我原本出面子，还派人杀我将士，劫我粮草，简直欺人太甚。韩馥老儿原本就是主公家臣，如今竟然如此对待主公，主公定要给他一个教训。许攸的马屁让袁绍很是受用，转头看向一旁的冯骥，没好气的开口道：袁图，此事你来说说吧。在袁绍看来，正是因为自己接受了冯骥的建议，才让自己丢了脸。主公，如今正是大好机会进攻冀州，只要拿下冀州，那韩馥岂不是案板上的鱼肉，任由主公宰割？袁绍听完后很是心动，但似乎依旧有些犹豫。将高干和荀臣叫过来。不一会儿，2名文士出现在袁绍面前，分别是高干和荀臣。
就这不知何时召集我等。你二人立即前往冀州，命韩馥即刻前来洛阳领罪。若不然，本将军定要让他冀州鸡犬不宁。高干和荀臣一头雾水，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具体情况你二人询问袁图便是。说完，袁绍便叫着儿子袁谭组队吃肉夹馍去了。高干和荀臣到达冀州邺城的时候，已经是3天后。你二人干什么的？看着不像本地人啊！这位将军，我二人乃是洛阳来的，在下高干，这位是荀臣。我要来的，没错，奉我家主公齐相侯袁公之命，求见韩州牧。走吧，我带你们去刺史府。韩馥此时正在震惊地听着闵纯的禀报。主公，我等到达鹿场山附近时，只见满地都是袁谭麾下士卒的尸首，看数量约3000众，其他人不见踪影，可知是何人所为？属下不知，除了袁谭军外，并无发现其他任何痕迹，只是能看出来应该是突然袭击的。能做到如此无声无息干掉3000人部队的，起码都是精锐之师。主公所言不错，不过能短时间内做到此事的，恐怕只有骠骑将军了。伯典慎言，此事无凭无据，更何况刘将军没有理由这么做。主公勿忧，此处仅你我君臣2人。不过我确实想不通，若是此事真是刘将军所为，那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这也是属下费解的地方。按理说，我们和袁绍已经结下梁子了，就算刘彪奇不横插一脚，我军也会和袁绍斗上一番。不过，若是此事不是刘彪奇所为，那还有何人会这么做？启禀主公，有人求见。谁会在这个时候来？叫进来吧。不一会，高干和荀臣被侍卫带了进来。在下高干，在下荀臣，见过韩州牧。你们是谁？在下乃袁公麾下高干，奉主公之命前来拜见。来人，将此2人拿下。伯典休要动怒，正所谓两军交战，不斩来使，先听听他们怎么说。主公勿怪，属下一时情急。看着架在脖子上的刀被移走，高干、荀臣2人松了一口气。谢过韩州牧，不过闵大人也是无心之举，我等明白。直说吧，袁绍让你们来所谓何事？这情况不对啊！我要是说袁绍让他去洛阳请罪，估计可以开戏了。我家主公前些日子与韩州牧闹了些许不愉快，特命在下前来邀请韩州牧前往洛阳，一起商议此事。那为何他袁绍不亲自前来？高干有些尴尬，不知道如何回答。毕竟从官职上来看，韩馥这个州牧要比袁绍官大。不过韩馥作为一个老好人，从来都不会以恶意去揣测别人。本官明白了，天色不早了，不如2位来使先行休息，明日再商议此事。一切听从韩州牧的。2人走后，韩馥看向一旁的闵纯。伯典，此事你怎么看？主公，那袁绍恐怕没这么好说话。此事我自然知道，不过若是能和平解决，那自然再好不过。主公性子实在是太过软弱。刘若，你听什么声音？奇怪，何事如此着急忙慌？刘若，此事必有蹊跷。韩馥今日的态度似乎在等待什么消息。你还记得我们来的路上碰到的韩馥使者吗？自然记得，是韩馥派去洛阳见主公的。没错，韩馥是个老好人，向来不会与人发生冲突，唯有和大公子。如今夜深人静，屋外纵马狂奔，想必一定是不得了的大事。以主公的性子，恐怕临时起意出兵攻打冀州也不无可能。那我们如何是好？坐，立马离开此处。主公，大事不妙！伯典，发生了何事？主公，探子传回消息，袁绍起兵6万，亲自率兵向我冀州而来。什么？他原本初期我冀州无人？你们看这是什么？大哥，有了这传国玉玺，咱们岂不是可以开国当皇帝了？懿德，此话在这里说也就罢了，在外人面前可不能胡说啊！公台，你来草拟一份圣旨，呵斥袁绍和公孙瓒攻打冀州的行为。去街上急，韩馥得知袁绍率兵6万夜袭冀州，原本初竟然欺我冀州无人，咱们派去洛阳的使者呢？回禀主公，使者刚到洛阳就被袁绍抓起来当众斩首。实在是欺人太甚，屠我百姓，斩我使者，速召回赵府，成花2人，拿我手令到集人马，准备迎战。是主公。启禀主公，末将巡夜之时发现2人形迹可疑的，末将不敢擅自主张，特意拿下听候主公发落。如此一来，袁绍派你们前来，根本不是请我家主公商议此事是吧？韩州牧名家，我2人确实奉主公之命来请您前往洛阳。袁绍斩我们使者，恐怕2人前来奉命要求我家主公去洛阳向他请罪吧，然后再将冀州让给他袁绍，是也不是？
在下临死前倒是有几句话想说，我倒要看看你临死前有什么话说。韩州牧觉得轮回下猛将谋士和实力，您与我家主公谁强？我不如袁绍。那您的名声威望与我家主公谁强？我也不如袁绍。那在天下诸侯眼中，您与我家主公谁更能给到他们好处？我依旧不如袁绍。那既然韩州牧泱泱不如我家主公，您却在冀州渤海郡担任太守，您觉得这样合理吗？大胆！简直就是一派胡言！既然袁绍样样都强，为何是百姓却如同草芥，贸然发兵攻打我冀州？这种人也配称为贤良？伯典，让他们走吧。主公，你在说什么？你二人走吧，伯典，你随我来。主公，您莫不是真的想让出冀州吧？我倒不是想将冀州让给袁绍，袁绍屠我百姓，若是我这样做，恐怕会被整个冀州百姓，甚至全天下人唾骂。那主公，您的意思是什么？你亲自前往一趟齐关，找到刘将军，告诉他，只要他能帮冀州百姓免除一场灾难，保住冀州不被袁绍拦止，我愿意将冀州送给他。主公，您为何这么做？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是之前诸侯联军讨伐董卓时，我算是发现，若是真有人能振臂高呼，匡扶汉室，拯救天下百姓于水火之中，可能只有刘成了。这是何故？难道其他人没有这番能力吗？若曹操、孙坚等诸侯也不行吗？呵，这些人跟刘成相比，差远了。主公，据探子来报，袁绍亲自领兵6万，直奔冀州而来。看来袁绍这次是势必要拿下冀州。洛阳总共才7万人，居然直接带了6万人马出来。韩馥那边呢？韩馥将孟津关守兵悉数调回，预计在4万人马左右。6万对4万，看来袁绍胜算很大啊！主公，那我们呢？按兵不动。主公，韩馥使者求见。叫进来吧。刘将军，在下闵纯，奉主公之命，恳请您派兵支援冀州。刘成装出一无所知的模样，脸上露出些许震惊。闵先生，这是何意？韩州牧怎么了？刘将军有所不知，袁绍领兵6万，发誓要灭我冀州。随后，闵纯将袁绍父子所作所为讲述了一遍。竟然有这种事，袁绍真是枉为名门望族。刘将军，请您发兵助我家主公一臂之力。闵先生有所不知，若是我贸然出面，恐怕师出无名啊。那该如何是好？闵先生可以去洛阳一趟，求见太后，让朝廷下一道圣旨，出面阻止袁绍的暴行。刘将军有所不知，袁绍早就想到了这事，派人切断了所有通往洛阳的道路，绝对不会允许我等前往洛阳求援。主公，袁绍军已经抵达河内，半时间攻破太守府，王匡抵挡不住，率兵弃城而逃。主公，冀州北边出现大批人马，约2万众，打着公孙旗号。不好，一定是袁绍联系的公孙瓒，想两边夹击，拿下冀州。看来为今之计只能出兵，要不然凭借韩馥的4万人马，想挡住袁绍和公孙瓒的8万人马，简直痴人说梦。刘将军，不瞒您说，我冀州上下宁愿让您入住冀州城，也不愿意让袁绍染指啊！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主公，在下以为韩州牧为人宽厚大度，待人温和，有他在，乃冀州百姓之福。如今袁绍倒行逆施，主公受太后重托，理应出兵相助。闵先生，你回去告诉韩州牧，我会出兵协助。在下替冀州百姓谢过刘将军。大哥，找俺们何事？随后，刘成将闵纯的来意告诉了3人。主公，我军似乎还欠缺一个出兵的理由，若是朝廷能给主公一道旨意，那就再好不过了。你们看这是什么？大哥，有了这传国玉玺，咱们岂不是可以开国当皇帝了？翼德，此话在这里说也就罢了，在外人面前可不能胡说啊！公台，你来草拟一份圣旨，呵斥袁绍和公孙瓒攻打冀州的行为。翼德，你率领黑虎铁骑即刻前往邺城，协助韩馥抵挡公孙瓒。奉先，你率领一队人马前往河内，原职为别驾，拦住袁绍。末将领命。翼德，我跟你一起去。大哥，你在这里等消息就行，战场上不安全。你这家伙，难道以为大哥是贪生怕死之辈，此番前去也是为了给韩馥一个交代？况且，就算到时候韩馥将冀州交给我们，恐怕还是需要他来坐镇冀州。大哥，这是为何？别人送给我们的，难道还不要？到时候再说吧。当务之急是赶紧前往邺城，都赶紧去准备，随后出发。
旗官正好在河内和邺城的中间位置。刘成和张飞一起北上前往邺城，至于关羽和典韦等其他武将则留守旗官，以防万一，可以随时策应。半天的时间，刘成一行人就已经到了邺城境内。韩馥等人早早就出来迎接了。刘将军能来助我冀州，在下在此先行谢过了。韩州牧客气了，在下身为朝廷骠骑将军，这是我分内之事。刘将军高义，无论如何，在下代表冀州上下拜谢刘将军。刘将军，请随我进城吧。同一时间，占领河内的袁绍收到了刘成的圣旨。混账！他韩馥哪里来的圣旨？不是告诉过你们，切断所有冀州前往洛阳的所有道路吗？父亲，想必定是那韩馥伪造的圣旨。大公子所言在理。主公，此中会不会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原因？无需多言，我意已决。我军占领河内郡多日，即刻整兵拿下巨鹿。只要拿下巨鹿，大军便可建制邺城。启禀主公，前方50里处出现大量兵马，原地安营扎寨。什么？谁的军队？多少人？启禀主公，旗号打着刘和旅，大约4万众。主公，会不会是刘成麾下的吕布？吕布，你终于赶出来了！天下英雄都说你勇猛，今日我文丑倒要看看是不是真勇猛。你退下吧，你不是我吕布的对手。续接上集，袁绍得知刘成麾下吕布率兵前来。主公，此次征讨冀州恐怕难上加难啊。不过现在并不确定刘成的意图。他刘成想干什么？此事与他何干？主公，刘成此举恐怕是不想我军和韩馥打起来，想出面调停。哼！你们谁去刘成那里打听一下情况？主公，许攸愿为主公分忧。好，自远真是我肱骨之臣，那就由你跑一趟。是，主公。邺城内，刘成和韩馥相言甚欢。刘将军，不瞒您说，在老夫看来，天下英雄无人及你。这老家伙还真是会拍马屁，我又不是袁本初。刘将军，说实话，冀州托付于你，我还是比较放心的。韩州牧，天下英雄众多，为何选择本将军？原因有3，这其一就是刘将军实力雄厚，坐拥10万兵马，麾下更是猛将如云，谋士如雨。这其二，刘将军为人谦和，有勇有谋，对待百姓更是优待不已。在下早就听刘将军在固安当县令的事迹，这其3嘛。韩州牧但说无妨。这其3，刘将军深受朝廷信任，先帝更是托孤于将军。韩州牧过誉了。我之前派了好几拨人前往洛阳，但是无一例外都失去了消息。没想到刘将军不仅派兵支援我，更是求来了圣旨。韩馥并不知道玉玺就在刘成身上，圣旨这玩意要多少有多少。刘将军，冀州就彻底交给你了，稍后我就将大印取来。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再推辞了。韩州牧高义，在下敬你一杯。韩馥很清楚，若是没有刘成的话，冀州迟早会被其他诸侯吞并掉。如今已经跟袁绍撕破脸皮，不如投靠刘成，换取一份安宁。韩州牧，冀州城暂时还是由你来负责，我会派兵驻守，保证冀州百姓安宁。将军真乃忠良贤德之士也。既然如此，那我替将军暂时管理好冀州，请将军放心。启禀主公，公孙瓒的队伍已到达柏林城外20里，已经安营扎寨。他们带了多少人？回主公，一共2万人，其中5000轻骑兵全部是白马银甲。一定是公孙瓒的精锐部队白马一从。这支部队的统帅是严刚，五虎上将之一，常胜将军赵子龙，貌似也在这支队伍里。柏林城目前有多少守军？还有1万人马。翼德，你立即率领黑虎营赶往柏林城，我随后就到，没我命令不得出城。是，大哥。公台，你修书一封给刘虞，打探一下幽州现况。刘成安排完后，向韩馥辞行，准备动身前往柏林城，看看有没有机会能招揽赵云。此时河内吕布帅帐内，徐庶、吕布和张辽、徐晃4人正在帅帐内讨论军情。启禀将军，门外有袁绍使者求见。军师要不要见？看看他们来所为何事。将袁绍使者带进来吧。不一会儿，许攸在侍卫的带领下来到帅帐内。在下许攸，乃袁公麾下谋士，今日前来特意拜见骠骑将军。原来是许先生，在下徐庶，我家主公并未在此。那不知骠骑将军现在身在何处？大大，这也是你能打听的？在下不敢。吕布的威名，许攸自然是听过，这可是号称天下第一的武将。不知先生来此何事？我家主公想询问骠骑将军为何阻拦我军进攻冀州。先生有所不知，我家将军并非有意阻拦袁将军，而是朝廷有命，实在是迫不得已而为之。What？
许攸一时语塞，包括他在内，袁绍阵营上上下下全部人都知道这是个借口。如今的圣旨无疑是一纸空文。明人不说暗话，不知道骠骑将军有何条件？许攸的话已经说得很明白，既然你刘成不愿意让袁绍大军安然过去，那你可以开条件。你主公袁绍就算再大方，还能将冀州城让给我家主公不成？许先生说的是哪里的话？我家主公谨遵朝廷号令而已，怎会因为蝇头利而丢掉大义？许先生，还是请回吧。许先生谈得怎么样？此番恐怕有一场恶战，走，先回去禀报主公。许攸离开后，吕布、张辽、徐晃等人皆是面带疑惑。奉先可是觉得我说的太过无情？军师自然有自己的想法，主公既然让军师前来督战，口舌上的事情自然有军师做主。不过却是有些不理解，还望军师指教一番。指教谈不上，奉先有所不知，主公曾经在我面前提过许攸此人。那主公是如何说的？袁绍麾下谋士皆是博学多识之士，但是全都郁郁不得志，皆是因为许攸。难道许攸此人毫无才能？恰恰相反，许攸此人才能甚是突出，但是为人狂妄自大，容不得他人。那军师对他不客气的原因，就是想激怒他，让他去袁绍面前添油加醋，是吧？没错，袁绍此人好大喜功，好谋无断，有了许攸的劝，恐怕很快就会失去理智。军师真是高明，奉先过奖了。正因为有你们在，我才有底气。主公，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刘成的人真是这么说的？千真万确啊，主公，许攸以人头担保。哼！庶子安敢欺我？雷惹，立刻整兵！既然他刘成不忍，休要怪我不义。主公三思啊！我军目前不宜与刘成交恶，刘成素有口碑，而且麾下兵多将广。冯元图，正所谓君辱臣死，如今刘成如此诋毁主公，你为什么还向着他？难道你内心觉得主公比不上刘成？你血口喷人，我何曾有此意？我看未必，向主公建议攻打冀州的是你，如今阻止主公的还是你。冯元图，你到底是何居心？冯季是个老实人，弄口舌根本不是许攸的对手，只得求救于袁绍，希望袁绍能理解他。早就听说袁图对刘成甚是推崇，如今看来所言非虚啊。此言一出，冯季脸色大变，袁绍的这番话无异于杀人诛心。主公，雷惹，掌20军官。袁绍的6万人马浩浩荡荡的一路向北，领军大将乃是袁绍麾下爱将身长8尺的文丑，在距离吕布大军10里的地方安营扎寨了下来。主公，末将愿意前去叫阵。舒恶不愧是本将军的心腹爱将，不过杀鸡焉用牛刀，袁夺取义，你们先去会会吕布。吕布在得知袁绍大军到来的消息后，有些兴奋，不过按照规矩，还是需要跟徐庶商量一番。军师，袁绍大军出动了，不知军师有何高见？敌不动，我不动。若是袁绍敢派人叫阵，那就陪他们玩一玩。京师将军，到时候让我去吧。张辽早就盼望着能有一场大战来建功立业。文远，这个可轮不到你了，还是让我来吧。启禀将军，营外有一援军大将前来交战。说什么来什么，走，我们去瞧瞧。来者何人？报上名来。在下骠骑将军麾下大将张辽是也，你又是谁？我乃袁公麾下高览是也。听都没听过。吃我一刀。该你吃我一刀了。高览有些低估了张辽的力气，感觉整个人被一股巨力往后推去。人人都说刘表其麾下节节猛将，如今看来所言非虚，高谋败了，要杀要剐，悉听尊便。你也不错，今日饶你一命，你走吧。废物，统统都是废物，一个虾兵蟹将都打不过，有何脸面回来见我？雷惹，插出去！主公不可啊，胜败乃兵家常事，更何况高将军有勇有谋，乃不可多得的良将。主公切勿因为一时之气断自己臂膀。沈佩是个实在人，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他能站出来阻止袁绍。主公勿忧，让末将去走一趟，定然打得那什么吕布磕头求饶。好，我有疏恶，何愁大业不成？文将军勇猛，世人皆知，有文将军在，主公可高枕无忧矣。自远所言极是，不过要是文衡也在此处，那刘成岂敢猖狂？在与众人商议一番后，袁绍决定派遣文丑为主将，许义、韩猛、千招3人为副将。战场上，文丑派韩猛前去试试水，韩猛在和徐晃交手几回合后，便被斩落马下。文将军、韩将军死了，为何不救他？大胆！我乃主将，韩猛实力不足，死有余辜，更何况为主公雄图霸业捐躯，不算埋没于他。怎么？难道你想造反？哼！叫！吾乃文丑，还不快速下马受死！吕布何在？见到本将军不敢应战吗？废话少说，吃我一副！文丑也不愧是声名显赫的名将，手中的长枪左右格挡，让徐晃招招落空，双方你来我往，片刻功夫便走了100招。
公明，你刚刚已经威风了一次，接下来这个文丑就交给我了。徐晃感激地看了吕布一眼，明眼人都知道，继续打下去，徐晃肯定要落败。吕布，你终于赶出来了！天下英雄都说你勇猛，今日我文丑倒要看看是不是真勇猛。你退下吧，你不是我吕布的对手。是不是对手不是你说的算。二人短兵相接的一瞬间，文丑感觉整个人被一座大山压住，重得丝毫喘不过气来。大战几回合后，吕布才动真格。天王老子也保不住你！不好，快去救人！作为三国穿越者，肯定不能当打工仔。坐拥10万兵马，占领冀州，第一个就是和43公的袁绍宣布开火。续接上集，文丑被吕布重伤，袁绍计划全部被打乱。舒乐，你好生休养，我原本出与那刘成，从此不共戴天。主公，韩将军被徐晃斩落马下时，他文丑却拒绝营救韩猛。文丑到底是何居心？主公息怒，千将军和文将军之间也是误会一场，还请主公看在往日的情分上，饶千将军一次。哼，舒乐乃是我心腹爱将，容不得他人诋毁。公孙瓒这边也好不到哪里去。柏林城虽然不算高大，但是守城士卒却有1万人。公孙瓒此次带来了5000骑兵和15000步兵。主公得想个办法将他们引诱出来，要不然冀州郡龟缩不出，我军寸步难进啊！只能等到袁绍在南边能打开一个缺口，给韩馥来个两面夹击。主公不好了，刘成来了，还派来了麾下最精锐的骑兵部队黑虎铁骑。完了，那黑虎铁骑的领军将领是名震天下的张飞。主公，勿要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末将必能将那什么黑虎铁骑打得屁滚尿流。严将军有此志气，我心甚慰。目前刘成的出现让公孙瓒有些底气不足，不过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此刻也只能硬着头皮顶上去。同一时间，曹操占据兖州等地，剿灭死灰复燃的黄巾贼，默默地扩充势力，整顿兵马人数，很快就由当初的4万人马发展到10万人马。不过这些都没有冀州的战况更吸引人眼球，毕竟袁绍和刘成在诸侯实力中排名最靠前。主公，幽州刘虞传来了消息。他怎么说的？信中说了2件事，其一，幽州北部5万人似乎有些异常活跃，屡次骚扰代郡、上古郡、渔阳郡，似乎心怀不轨。其二，公孙瓒占据北海后，一直不服刘虞，此次公孙瓒南下攻打冀州，被刘虞派人劝止，但公孙瓒丝毫不理会，依然我行我素。呵呵，公孙瓒出兵协助袁绍的条件之一，就是待袁绍拿下冀州后，派兵协助刘虞拿下幽州。不过他们千算万算也没算到主公居然横插一脚，阻止了此事。公台，此事你怎么看？其一，刘虞的最佳的选择，唯有依附主公才能荡平边境，才能还幽州一个安稳。目前刘虞和公孙瓒起了冲突，如今正是千载难逢的良机。那其二呢？其二便是放弃幽州，任由刘虞和公孙瓒、吴绾等游牧去争斗。幽州不能放弃，不过此事乃是关乎全军的大事。公台，你派人将此事告知元直，询问一下他的意见。另外，袁浩和公羽2人那边也去一封信，他们2人久驻幽州，或许有几分不同的看法。主公是否觉得这乱世会持续很久？公台何出此言？主公不想放弃幽州，就意味着主公担心将来战乱不断。幽州唯一比冀州强的地方就在于此。呵呵，知我者公台也，看袁绍就知道了。那些个诸侯们为了争夺地盘，将来一定会大打出手。如今的天下恐怕要乱很久，我不得不慎重。主公高瞻远瞩，公佩服。不过眼下还是得解决掉公孙瓒。大哥，让俺出去会一会那公孙瓒，俺在这里待着都淡出鸟了，估计奉先那边都快把袁绍打回洛阳了。呵呵，亦得此言差矣。我早交代过奉先，只需要挡住袁绍即可，不做无谓的伤亡。大哥，你就让俺出去会会他们吧，俺带上黑虎营冲他们一番。亦得，大哥同意你去会一会公孙瓒的白马一从，不过你留意一下对方阵中是否有叫赵云的武将。大哥放心，俺知道了。说罢，张飞直接带着1万黑虎营将士出了柏林城。柏林城外的公孙瓒也得知了张飞的到来。诸位，可有人愿意打头阵？主公，末将愿意前往一战。此战就由国朗前去，本将军亲自为你击鼓助威。来将何人？报上名来。我乃北平太守公孙将军麾下田豫。来得好，今日让你看看骷髅是怎么出来的。话音刚落，挥舞着丈八蛇矛迎了上去，那模样似乎很担心田豫跑了。只是田豫根本不是张飞的对手，3、5回合就将田豫手中的长枪挑落在地。就这点本事还敢出来丢人现眼？张飞看着田豫狼狈逃窜身影，得意异常。尔等暗箭偷袭，实乃小人做派。
主公末将无能，国让不必谢怀，胜败乃兵家常事。谢主公。主公，让末将去会一会张飞。严将军小心行事。另外，如有机会，可以下令冲他们一番。是主公。张飞左等右等，等了半，终于见又出来一人。只见来人身着银甲，脚垮白马。莫非此人就是大哥说的赵云？你又是何人？吾乃大将严刚，不是赵云就行，要不然还得小心翼翼，万一打死了对方可就不好了。若是张飞的这番心声被刘成听到，绝对会开怀大笑。论1对1，张飞还真不一定是赵云对手。只不过赵云此时还在蛰伏中，出身微末，声名不显，很难在这个乱世混出头来。废话少说，吃俺一毛！刚刚交上手，就跟张飞打得有来有回。原本还不服气的严刚，此时内心满是苦涩。果然盛名之下无虚事。不能这样拖下去了，全军突击！好你个燕慧刚，不讲武德是吧？这么晚，黑虎铁骑给我冲锋！此刻刘成站在柏林城墙上，看着上万骑兵的大规模冲锋，感叹不已。主公，黑虎铁骑不愧是最精锐部队，公孙瓒的白马一从抵挡起来有些乏力了。公台，袁绍那边情况怎么样了？有消息吗？回禀主公，原直差人传来消息，袁绍被阻拦在河内郡，寸步难行。袁绍恐怕不会善罢甘休，命原直奉先不得大意。主公，在下以为袁绍似乎在等公孙瓒的消息，不过他可能还不知道，如今由我军来驻守柏林城，等此战结束后再说。冀州绝对不能落入袁绍之手，不过我们也不能将袁绍逼得太急。如今天下诸侯虎视眈眈，万一惹急了袁绍，他联合其他诸侯来个大军压境，恐怕也够我们喝一壶的。主公所言极是。你派人快马赶往洛阳，告知太后，让朝廷封袁绍为大将军，掌管天下兵马。陈宫先是一愣，随后深深地看了一眼刘成，随后一脸佩服的道：“主公英明。”刘成的想法其实很简单，袁绍此人好大喜功，此战倾巢而出，却无功而返，内心肯定无法接受，担心被天下英雄耻笑。万一拼尽全力，势必要拿下冀州，就算刘成兵多将广，恐怕也得付出惨重代价。燕辉刚，你也不行啊！这才一会你就成了熊样了。就在严刚以为要凉凉的时候，只见一银盔银甲、手持一柄亮银枪的男人出现了。你是何人？难道你是我麾下校尉？回将军，正是末将，这里交给你了，我先走一步。严刚不等此人开口，直接化身长跑冠军。此刻张飞一脸傲然之色，紧盯着对手。你是何人？我乃石家庄赵子龙，公孙将军麾下校尉是也。一片赤胆平乱世，守长江定江山，大风起兮龙飞翔。鸣金收兵。我们可以，不如别。张将军果然厉害，在下佩服不已。今日就此作罢，来日再战个痛快。赵将军果然不俗，难怪我大哥对你念念不忘。我有机会再把酒言欢。大哥，你怎么在此？我兄弟在外征战，我这个做大哥的迎接一番又何妨？大哥说的哪里话？这些都是弟弟分内之事。张将军，主公已把酒席备好，就等你了。那咱们赶紧喝个痛快。洛阳皇宫内，何太后听着刘成派来的使者详细的讲述着诸侯之间的利与害。刘爱卿忠心为国，哀家明白，就依刘爱卿的意思办吧。这道旨意你带回去给刘爱卿，他知道该怎么做。另外告诉他可以见机行事，不必事事请奏。是太后。如今拯救汉室江山的担子全部都压在他一个妇人身上，大臣的咄咄逼人，诸侯们的相互猜忌，让何太后头疼不已。一旦有诸侯一家独大，整个汉室恐怕顷刻之间覆灭。无论是皇帝还是太后，只是他们手中的傀儡而已。临行前，刘成让其带了2封信，分别给蔡文姬和貂蝉。蔡大人，如今主公和袁绍算是撕破脸皮了，一旦袁绍不义，对儿女有非分之想，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眼儿，你想清楚了吗？爹娘，眼儿舍不得你们。傻孩子，你能快快乐乐的，娘就放心了。洛阳如今已经是是非之地，袁绍徒有其名，小城的担心不无可能，更何况你就当此行乃是游学，有何不舍？爹娘，那袁绍如此可恶，要不你们跟我一起去幽州吧。傻丫头，你爹我乃朝廷命官，袁绍他不敢拿我怎么样。退一步讲，就算真的打算对付老夫一遭老头子，他要知有何用？是啊，眼儿，你就放心的去吧，你爹和我等你们回来。爹娘，你们保重。纵有万般不舍，但是奈何如今世道大乱，不得已而为之。文姬姐姐，婵儿妹妹，你也是去刘将军那里吗？对，婵儿也收到了将军的来信。
燕儿有婵儿与你同去，我和你娘也就放心了。爹，你们保重。此时公孙瓒在营帐内焦虑不已，他已经收到了消息，得知袁绍正被吕布死死地困在河内郡，寸步难进。如今仅凭他一家之力，别说打刘成，就算韩馥靠着自己的兵力，都能让他难以越过柏林城一步。主公，我军伤亡一共500余人。严将军辛苦了，此番能与张飞对战如此之久，足以说明严将军骁勇，此事也算功劳一件。末将惭愧，此番能全身而退，实在是麾下校尉赵云的功劳。严将军不必将自己的功劳分在其他人头上，我心里明白。公孙瓒没有亲眼看到赵云的骁勇，只当是严刚为他人请功。严将军，我欲退兵返回幽州，不过为了迷惑刘成，我会留下一支人马坚守此处，按兵不动。主公，我留在此处吧。留在此处相当危险，严刚在他麾下算得上是颇为勇武，公孙瓒并不打算也不舍得牺牲掉严刚。方才你说的校尉赵云，对，此人武艺不俗，那就让他率领1000骑兵留在此处，若是能完成任务，日后我必定重重有赏。赵云在得知消息后有些意外，他早就料到公孙瓒最终一定会退兵，但是没想到自己却被留了下来。赵将军，此事乃主公吩咐，只有确保主公能安全离开，尔等才能返回幽州，到时候主公重重有赏。看着赵云点头，严刚很满意，不过内心却有一丝惋惜。如此骁将用来迷惑对手，确实有些大材小用。当然，这一切公孙瓒并不知情。一连几天，柏林城外毫无动静，刘成感觉有些奇怪。他并不知道公孙瓒已经离开，只当是他龟缩不出。二弟率领黑虎铁骑跟我出城一趟，看看怎么回事。主公万万不可以身犯险啊！公台先生不用担心，有我张飞在，定能保我大哥全身而退。随后，刘成和张飞领着黑虎铁骑出城了。刘成和张飞骑马并肩走在队伍的最前方。张飞刚来到阵前，刚要出声，只见赵云骑着白马，英姿飒爽地从队伍前方走了出来。张将军，别来无恙。赵云手持龙胆亮银枪跟张飞打起招呼，那模样仿佛多日未见的老朋友一般。赵将军别来无恙，这是俺大哥刘成。原本以为刘成乃是一个40、50岁的中年汉子，却不曾想这般年轻，看样子似乎也大不了自己多少岁。刘将军的大名在下如雷贯耳，如今得见，真乃幸事也。殊不知，此时的刘成也在心里偷偷地打量着赵云。剑眉星目，俊朗清秀，好一个白马银甲将军，子龙真乃虎将也。呵呵，刘将军过誉了。子龙无需谦虚，你的勇武是有目共睹。想到这里，赵云突然觉得自己在公孙瓒麾下多年，却丝毫没有被重用，空有一身武艺无处施展。对了，刘将军前来，所谓何事？我来见见我的老朋友公孙将军。我家主公已经离去多日，如今恐怕早已抵达北平。原来如此，那不知赵将军如何打算？赵云明白刘成的意思，眼前这一仗肯定是打不起来了，毕竟自己这1000人马还不够别人塞牙缝的。若刘将军要战，那便战。我此次前来，也只是为了劝说公孙将军罢战。如今公孙将军既然已经离开，我自然乐见其成。此战就此作罢。刘将军高义，子龙佩服。子龙过奖了，为官为将者自当为百姓考虑，我也不愿意见天下百姓流离失所，战乱不堪。我许久未回幽州，听说乌丸和鲜卑屡犯边境，可有此事？的确如此，边境村庄已经10室9空，全都南下逃难。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待我回幽州之时，定将荡平贼子。如有可能，子龙愿为先锋。赵云是冀州人，但是在幽州生活多年，见识过那些乌丸鲜卑人是如何残暴不仁。一想到这里，赵云恨不得提起长枪杀他个天昏地暗。刘成明白招揽赵云的事不宜操之过急，于是和赵云稍作寒暄，便带着张飞返回了柏林城。赵将军，我等接下来如何是好？通知下去，半个时辰后出发，返回北平。是将军。主公，柏林城外人马已经全部往北撤离，已撤出20里有余。赵将军，既然公孙瓒已经撤军，这里就交给你了。末将谢过刘将军解我冀州之危。呵呵，赵将军不必客气。如今只剩下南面的袁绍，只要解决了袁绍，那冀州局面可破。主公，圣旨带回来了。圣旨的内容也是如同刘成上奏一样，将袁绍封为大将军，令其即刻返回洛阳，不得有误。此外，还下令让袁绍组织人马前往长安迎回皇帝。蔡小姐和貂蝉小姐可否前来？如今在何处？回主公，蔡小姐和貂蝉小姐正在奇观。没想到竟然真的被请了出来，看来王允和蔡邕的岳父之名是跑不掉了。公台，去袁绍那边传旨的事情就交于你来安排，我先行一步赶往奇观。主公尽管去谈儿女私情，其他的事交由我来办。大哥，大哥，俺要随你的回奇观。大郎，来，这样了。嫣儿、婵儿，你们怎么来了？袁绍得知公孙瓒进攻柏林城无果，从冀州撤兵返回幽州后，气愤不已。如今这仗该怎么打？你们来说吧。
袁图，你有何高见？回主公，既然公孙太守已经退兵，我军也独木难支。你的意思是，我们也就此罢战？主公，刘成的4万大军挡住了前进之路，再加上韩馥的4万大军，共计8万人马，我军几乎无胜算啊！嘿！你个老匹夫，说攻打冀州的是你，如今罢战退兵的也是你，你到底是何居心？主公明鉴啊，我对主公绝对忠心不二，从无一心。主公息怒，袁图只是一时失言，还请主公宽宏大量，饶他一次。怎么，你要替这老匹夫求情？主公如今身处洛阳，天下英雄豪杰垂涎欲滴，但却不敢与主公争夺，皆是因为主公麾下兵多将广。可若是因为冀州消耗大量兵力，导致洛阳空虚，恐怕后果不堪设想。沈佩自从被袁绍关了一阵子后，明显变得好话多了。若是就此退兵，那天下人如何看待我袁绍？主公勿忧，末将愿赴汤蹈火，为主公拿下冀州。舒鄂不愧是我的心腹爱将，若是人人都如同你这般，何愁天下不定？主公，骠骑将军使者来了。那刘成竟然派人来此，莫非是来看本将军笑话不成？郑南、子远，你2人如何看待？主公，末将这就去砍了这狗屁使者。文将军且慢。主公，自古以来两军交战，不斩来使。况且如今刘成占据上风，却主动派遣使者前来，何尝不是一种妥协的行为？不如见上一面之后再做定夺。主公，休以为刘成向来狂傲自大，没有将主公放在眼里，恐怕此行目的不善。大胆！没主公命令，任何人不得闯入帅帐。睁开你的狗眼，看看这是什么？来的不是别人，正是从柏林城一路南下赶过来的陈宫。袁将军，多日未见，风采依旧啊！我当是谁？原来是公台先生，不知公台先生前来有何指教？指教不敢当，不过倒是有件喜事要告知袁将军。喜从何来？许攸见情况不妙，赶忙阻止。主公，攸有话要说。自远有何话，但说无妨。谢主公。刘将军的麾下之臣都如此不通礼数吗？为何在帐前喧哗，丝毫不将我家主公放在眼里？许攸的心思，陈宫自然一目了然。子衍先生，此言差矣。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公之举并无过错。至于所谓的没有将袁将军放在眼里，更是无稽之谈。哇，不得了，不得了！果然刘将军麾下之人，嘴上功夫颇为不俗，看来是上有所好，下有所效。许攸当着陈宫的面说刘成的不是，对陈宫来说就是侮辱。袁将军，公此行代表的是我家主公，如今许攸所言对我家主公大为不敬，还请袁将军将其驱除帐内。袁将军，我此行正是为了宣读圣旨而来。袁将军，接旨吧。这陈宫来时就说有好事，莫非是什么赏赐？雷娥，将许攸请出去。主公。渤海太守袁绍名门之后，前有虎牢关外联合诸侯大败董卓，今又守卫洛阳，劳苦功高，今加封袁绍为大将军，统领全国兵马，节制诸侯相互攻讦，望而以迎回皇帝为重，即刻返回洛阳。钦此。怎么仗没打赢，官职却猛地上升？这可是大将军啊！袁将军，接旨吧。公台先生为了传旨一路奔波劳累，本将军设宴款待公台先生一番。这倒不必，在下还要回去复命，就此告辞。还望袁将军早日返回洛阳，让朝廷安心。那是自然。既然公台先生执意离去，那本将军也不便强人所难。雷娥，送公台先生。袁绍依然沉浸在巨大的惊喜中，并没有察觉任何不妥之处。走出营帐外，见到了一脸怨气的许攸。喂，你是来拉屎的吧？喂！如今朝廷有旨意，令本将军返回洛阳。既然如此，按旨意办吧。传令下去，即日起，大军即日开拔返回洛阳。刘成一路上马不停蹄地催着赶路。早在得知蔡文姬和貂蝉正在奇观，刘成就一心想早点见到二女。大哥，俺是不是要多出2位嫂嫂？你这家伙居然取笑大哥！大哥，俺说的都是事实，大家都看在眼里呢。大哥倒是想，但是现在还为之尚早。大哥，快看，是奉先他们。看来袁绍已经撤军了。河内郡距离齐关很近，不到1个时辰，众人就快马赶到了齐关城下。
参见主公。诸位辛苦了。此时蔡文姬和貂蝉正在营帐中跟在甄氏后面准备晚宴，甄宓则一个劲的跟在后面。二女见甄宓如此可爱，也对她甚是疼爱，将从洛阳带来的一些糕点、吃食都拿出来送给了甄宓。刘成在一众武将的拥护下进了奇关，大家仿佛商量好了一般，都不约而同的闭口不谈公事，反而话里话外的都在提醒刘成什么时候能喝上主公的喜酒。尤其是典韦，淋漓尽致的发挥出了自己聊八卦的特长，滔滔不绝的给大家讲述着当初刘成与貂蝉和蔡文姬初见的时候场景，引得众人是一阵阵惊呼调笑不已。刘成实在没想到，原本以为这些三国猛将应该一个个威严不已，没想到居然也都这么八卦。夜晚，刘成喝得大醉，大郎，来吃药了。嫣儿、婵儿，你们怎么来了？刘将军，这是甄姐姐做的鱼汤，您尝尝。甄姐姐说这个可以醒酒。嫣儿、婵儿，辛苦你们了。刘将军说的哪里话？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你们换个称呼吧，我感觉叫刘将军显得生分，不如叫程哥哥吧。程哥哥。今夜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夜晚。翌日，刘成穿上了铠甲，来到了教场之上。12万大军早已整个待旦，只等刘成一声令下，随时准备出发。张飞、关羽、吕布等人早已全身披挂，一个个英武不凡的屹立在阵前。所有诸侯们无不承认骠骑军战斗力天下第一。出发，随本将军回幽州。元直、公台，北方乌丸、鲜卑，你们怎么看？回主公，鲜卑暂不足为惧，我担心的是乌丸。此话怎讲？主公，据数所知，乌丸实力远比鲜卑强大，只要打败了乌丸，鲜卑独木难支。乌丸人长期生活在草原，更适合骑兵作战，我军必须防住他们的奔袭，要不然这一仗恐怕很难打下去。元直所言非虚，但是除了乌丸和鲜卑外，匈奴、高丽、三韩、扶余等国也不容小觑，就怕他们趁火打劫，想来分一杯羹。派人快马加鞭去涿郡，令公羽和元昊备好粮草，这次定要给乌丸人一个血的教训。另外修书一份给刘虞，告诉他我们抵达蓟县之前，务必守住上谷、渔阳、代县3郡。大哥，如此一来，我军大部分兵力就被牵制住。万一袁绍、公孙瓒等人见势卷土重来怎么办？一州得失并不重要，只要你们在，哪怕只有1县之地，我也能东山再起。太祖高皇帝有言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而如今乌丸鲜卑趁我中原之乱，行强盗之事，我刘成身为汉室宗亲，必当获我大汉之荣耀。半个月后，大军终于赶到幽州涿郡境内，12万大军驻扎在城外。刘成率领一众将士进入了涿县。这就是咱们涿郡出来的大英雄刘将军吧？真是年轻有为呀！咱们刘将军乃是天下1等1的英雄豪杰，听说和皇帝还是亲戚呢。主公，百姓们似乎十分仰慕您。若不是各位，单凭我一人，恐怕百姓都不会知道刘成是谁。公羽、元昊，这些日子辛苦了。主公言重了，我等不过10人雅会，一切都是按照主公制定的计划去执行罢了，顶多算是有几分苦劳。二弟，你还记得这里吗？大哥，俺可不敢忘。其他人一头雾水地看着刘成和典韦，知道其中有故事，但是却不知道是何事。随后，刘成将自己和典韦的事情说了一番。主公，不有一言，请主公解惑。凤仙蛋说无妨。主公，您之前是个大夫，为何会投身军伍？自己作为一个穿越者，掌握着上帝视角，生来就是要干革命的，行医拯救不了大汉百姓。北域明主，我等必当肝脑涂地，成就主公霸业。就在刘成与众人详谈的时候，远在扬州临淮郡的一名青年书生拜别了家人，准备北上前往幽州。因看不惯袁术纵容麾下士族欺压百姓，于是仗义直言，斥责了这些人。可奈何作为一名文弱书生，根本就不是这些兵油子的对手，反而被他们一顿毒打。青年书生很清楚，得罪了袁术，前路基本被堵死，与其困顿于此，不如出去搏个前程。在他眼中，天下诸侯唯有骠骑将军刘成实力最为强大，为人谦和礼贤下士，麾下更是猛将如云，谋士如雨。更何况早年间传出来的那些安得广厦千万间的诗词，足以看出刘成才是真的为国为民。于是孤身一人踏上了前往幽州投靠刘成的道路。此时刘成正在和徐庶、陈宫还有沮授正在商讨如何进攻乌丸的事情。主公，接到探子来报，刘焉和公孙瓒在居庸城打起来了，刘虞被生擒了。什么？公孙瓒这是要干什么？还有刘虞为什么会在居庸城？随后探子将带回来的消息一五一十地讲述了出来。早不打，晚不打，偏偏现在惹这个公孙瓒。如今内有战乱，外有外族寇边，立刻派元昊亲自前往蓟县一趟。另外，让云长带着黑虎铁骑一同前去，让公孙瓒放人。如今乃是多事之秋，乌丸鲜卑数十万大军虎视眈眈，他们不去御敌，反而在这里窝里斗。是主公，我这就去办。交代完这些，刘成才稍稍松了一口气。主公思虑周全，公佩服。
主公，如今黑石山铁矿场已经步入正规，日产铁1000斤，另外所有工匠都给了丰厚的待遇，大伙对主公十分感激，所以都卯足了劲干活。好，日产千金可不少了。公台、原址、公寓，我想要成立一座研究院，你们怎么看？研究院是何物？就是用来专门研究各种新式兵刃和工程器械的。主公，恕觉得此事可行，尤其是工程器械，恐怕日后十分重要。没错，主公，公也以为此事有百利而无一害。远的不说，就洛阳虎牢关、泗水关，高大雄伟，城高墙厚，若是没有强大的工程利器，想破城难如登天。主公，据说董卓将煤屋修筑的比洛阳城还恢宏，日后若是想迎回皇帝，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好，那就这么定了。主公，这研究院叫什么名字？我还没想好，评论区给我想个名字吧。随着研究院的成立，刘成也派人张贴告示，网罗天下能工巧匠。告示一出，周边城镇的工匠们欣喜若狂，全都奔走相告，朝着固安县蜂拥而至。研究院总部直接设置在了黑石山顶上，也就是当初黑石寨的聚义厅被改造成了机构。为了更好地激发工匠们的创造力和积极性，刘成按照后世的薪酬制度，设置了基本工钱和奖励工钱，鼓励大伙发挥聪明才智，研究那些失传的物件，比如连弩、投石车、工程凿、磨刀、横刀等等。刘成许诺，凡是能研究出这些东西的，绝对重重有赏，钱财、良田都不在话下。翼德、奉先、文远，你们来了。不知大哥找我等何事？原本我打算派兵前往北边，但没想到公孙瓒竟然和刘宇打了起来，所以之前拟定的计划只能暂且搁置。如今乌丸先卑大军囤积在渔阳郡和北平郡，恐怕乌丸得知公孙瓒情况，知道北平郡兵力空虚，想先拿下北平郡。今日叫你们前来，是想让你们去灭了这伙乌丸先卑。大哥，俺早就等你这句话了，俺老丈手痒了好久。大哥，你快下令吧。翼德稍安勿躁。文远，末将在。你率领5万人马，即刻前往北平郡。末将遵命。奉先，你率领5万人马，即刻前往渔阳郡。袁执会随你一起前去。末将遵命。翼德，你率领2万黑虎铁骑，随文远一道前往北平郡。公台先生为军师，此战你们多听公台的建议，不要莽撞。大哥，你放心，俺晓得。文远，此战你为主帅，翼德听你的。主公，末将恐怕难以胜任啊！文远莫要推辞，此战主帅非你莫属。文远，你就听大哥的，这次俺听你的，你让俺往东，俺绝对往西。末将定当肝脑涂地，绝不辜负主公期望。刘成对着3人又是一阵详细的介绍情况。半个时辰后，3人离开了太守府。此刻赶回北平的赵云双眼通红的看着被屠戮殆尽的村子，尸横遍野，到处都是战马踏过的痕迹，烧焦的残木似乎还散发着丝丝热气。将军，这些5万人简直就是畜生！赵云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此时正努力的压制住内心的愤怒。这些手握重兵的诸侯们为什么只知道争权夺利，丝毫不顾治下百姓的性命？走，沿着马蹄前进的方向追，让他们血债血偿。赵云是个纯粹的人，从一开始他投身军武的目的就是为了辅佐一位雄主，为天下百姓谋福，以黎民苍生为己任。此刻公孙瓒在他的心中也越来越远。吴家村是北平郡靠近草原边境不远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山村，如今却成了人间炼狱。传令下劝，1炷香之内杀光这里的汉人，抢光他们的粮食。不好了，头领，后面出现一批汉军。什么？多少人？骑兵头领，1000人左右的骑兵队伍，全都白马银甲。白马银甲，一定是公孙瓒的白马一冲。传令下劝，所有人村口集合，我们去会会他们，让他们知道我们草原上的汉子才是最精锐的骑兵战士。同一时间，刘成这边，婵儿、嫣儿，这是典韦，我的结拜二弟。见过典将军。见过2位嫂嫂。二弟，休要胡说。大哥，俺说的可都是事实。貂蝉小姐和蔡小姐迟早都会是我嫂子。婵儿、嫣儿，我二弟他没有别的意思，你们不要介意哈。程哥哥，你是说典将军错了吗？你对我和蔡姐姐并没有其他想法是吗？程哥哥，婵儿逗你玩呢。婵儿、嫣儿，你们放心，我会给你们一个交代的。主公，大厅里有一青年非要见你。我乃白马一从赵子龙。还有谁可敢一战？赵将军，再打下去，我军必败啊！子龙无忧，俺来助你。在下鲁肃表字子敬，见过骠骑将军。子敬能千里奔波，愿意来投我，真是我之幸也。刘成的态度让鲁肃有些受宠若惊。要知道，此时的鲁肃还是个声名不显的读书人。速拜见主公。子敬无需多礼，快快请起。几人落座后，一阵寒暄起来。鲁肃也讲述着南边的情况。子敬，你初来乍到，就屈身暂领主簿一职吧，协助公羽处理内务。主公，这素未来村公何德何能担任此职啊？
呵呵，子敬莫要谦虚，就这么定了。公羽开垦荒田一事乃重中之重，如今10万大军正在北边，粮草安排也不可懈怠。是主公。上次我和你说的建立一支信息情报队伍，你可曾记得？主公的意思是让子敬知我者公羽也。没错，此事就交由子敬来谋划吧。主公放心，苏自当尽力。子敬，此事非同小可，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事。另外，可能消耗的钱粮不在少数。不过，只要能建立起这样的一支情报队伍，花费再多也是值得的。敢问主公，这支情报队伍具体是何解释？顾名思义，情报队伍就是为了获取各路情报。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试想一下，如果两军对垒，对方不知道我们的任何情况，但是我们却对他们了若指掌，结局恐怕不言而喻。除了战争外，常规的情报也能让我军快速地判断出诸侯们的动向。主公，说到底，这就是将一个个零散斥候探子组合到一起，形成一个专门的秘密部门。没错。主公，苏有一点疑问。子敬但说无妨。凭人力收集这些情报，远一点的地方一来一回便是数月，恐怕早就过时了。呵呵，子敬担忧不无道理。走，我带你们去看个东西。这。子敬，我会安排人训练飞鸽，剩下的都交给你了。是啊，主公。同一时间，赵云跟乌丸人已经拼杀过一波了。从人数上看，乌丸人目前更胜一筹。我乃白马一从赵子龙，还有谁可敢一战？赵将军，再打下去，我军必败啊！子龙无忧，俺来助你。翼德兄，你怎么来了？子龙，咱哥俩待会再叙旧，先让我会会这些乌丸小贼。于途细细打量了一番张飞，心中却依然不屑。张飞这样的身材，草原比比皆是，徒有其表罢了。既然你要速死，那我就成全你。你们谁去取了他的西瓜？于途大人，我愿去摘了这汉人西瓜。老爷，摘了这黑脸汉子，战利品我做主多分你2成。谢过于途大人，我去取酒了。来者何人？报上名来。我是于途大人帐下第2勇士郎烟，你又是何人？区满一口气还不小。记住，你家爷爷俺叫张飞，人送外号张窟窿。积怨已久的张飞，手中丈八蛇矛带着一股滔天巨力，直接朝着狼焰面门刺去。兵刃撞击的一瞬间，狼牙棒应声而断。兄弟们，给我冲！拿下汉人！黑虎铁骑听我号令，给我冲！1万黑虎铁骑宛如钢铁洪流一般就冲了出去。1个时辰后，整个战场尸横遍野，乌丸骑兵折损了6000多人马。于途见势不妙，早早的就带着一小撮人马突围往北而去。翼德，你还没说你怎么来到这里的？俺大哥让俺来北平郡看看情况，看来俺大哥预料不错，乌丸人果然在这里。对了，除了黑虎营1万弟兄，还有5万人由维远带着正往这里来。翼德，你可知我家主公身在何处？知道，听俺大哥说，公孙瓒幽州后，担心乌丸人袭击北平，所以在蓟县扎营驻寨，但不知道为何和幽州末刘裕打了起来。这刘裕官职不小，但是手下没一个能打的，很快就被公孙瓒俘虏了。如今俺大哥派了人打算去劝和。张飞一股脑的将自己知道的事情原本的说给了赵云听。赵云面色平静，内心确实觉得十分失望。公孙瓒宁愿去争夺一些地盘，保存自身的实力，却将这些手无寸铁的百姓弃之不顾，任由他们被乌丸人的铁蹄践踏。子龙啊，要不你来俺大哥这里吧，凭你的武艺，日后绝对有一番大作为。见赵云没有表态，张飞差点没忍住告诉赵云，连传国玉玺都在他大哥刘成手上。将军，此战歼灭乌丸骑兵6700余人，缴获物资200车。咱们的人呢？牺牲了600个弟兄，伤了1000余人。收拾好弟兄们遗体都带回去。另外，你派200个弟兄去前面的村子里安抚百姓，剩下的人直接去平冈县城驻扎下来，等文远和军师来了再做打算。是将军。翼德，我跟你们一起去平冈县。俺求之不得，到时候俺给你引荐文远认识认识。翼德，你口中的文远将军是何人？文远以前是董卓麾下一校尉，后来俺大哥打败了董卓，收复了文远。此言一出，赵云更是暗自感叹刘成的心胸气度。没想到一名降将居然能受到如此重用的此主公，夫复何求？青狼营这边已经抵达蓟县2日有余，关羽正在和田丰讨论公孙瓒的事情。袁浩先生，使者派出去1天了，还没传回半点消息，这公孙瓒到底是怎么回事？鞭长莫及，再等等看。好，那就再等1日。若是还没有消息传回来，我等立即派人请示主公。公孙瓒竟然将刘宇给嘎了！正在后院和貂蝉、蔡文姬谈人生聊理想的刘成，接到关羽派来的传书后，当即感觉有些扯淡。
这比原本历史上提前了好几年，而且如今北边乌丸鲜卑人正虎视眈眈地盯着幽州几个郡，在这个节骨眼上，竟然将屠刀砍在自己人的脖子上，去将宫羽和子敬叫过来。片刻功夫，鲁肃和沮授出现在刘成眼前。不知主公召见我等何事？随后，刘成将公孙瓒和刘虞之间的事情说了出来。主公，如今幽州北境岌岌可危，要不是刘州牧之前死守，恐怕3郡之地早就落入了乌丸人之手。公羽、子敬，我打算派兵前去讨伐公孙瓒，一无不扫，何以扫天下？公孙瓒此人心胸狭隘，无容人之量，如此多事之秋，竟然意气用事。主公，如今云长和元昊正在蓟县，不知道情况如何？云长来信说，派去的使者被公孙瓒绑着送了出来，刘虞的人头被他挂在了蓟县城楼上。主公有所不知，公孙瓒既然毫不顾忌地杀掉刘虞，我猜测必然有所依仗，要不然我军在城外再三想要劝和，却不见任何反应。子敬觉得如何？回主公，素以为公羽言之有理。据我所知，袁术为了得到扬州牧之位，也是杀掉了扬州刺史陈温，进而继位。另外，曹操在兖州和主公的情形十分相似，兖州刺史金尚勾结袁绍，想灭掉曹操，只不过最终被曹操打败。既然如此，那就修书一封，将此事告知云长。二弟，此番你前往蓟县，告诉云长，若是公孙瓒敢有异动，直接踏破蓟县城。是，大哥。子敬这些时日是否习惯？谢过主公关心，素在此很好。那就好。幽州苦寒，比不上临淮郡，能为主公效力，在哪里都一样。就在刘成安排这些计划的时候，远在洛阳的袁绍也在紧锣密鼓的布局。凤下，你说我和刘成今后会如何？诸位，幽州之事你们怎么看？回主公，公孙瓒杀了刘虞，就意味着彻底和主公捆绑在一起，他和刘成之间绝对没有和解的可能性。正南言之有理，不过刘成此时正忙于和乌丸人对峙，恐怕没有过多的兵力来对付公孙瓒。人人都说刘成乃英雄，在我许攸看来未必如此。冀州如此优越的地盘弃之不顾，却盯着幽州那苦寒之地，如此之人怎能和主公相提并论？你们说的有些道理，那公孙瓒的想法你们怎么看？原来公孙瓒早就和袁绍达成协议，他帮助袁绍牵制住刘成，让袁绍腾出手来拿下冀州，但是作为条件，公孙瓒需要袁绍事成之后帮助夺回幽州。主公，在下以为此事利大于弊，如果主公能得到幽州，我军实力绝对成倍的增长。沈佩的这句话算是说到了袁绍的心坎里。袁绍心中一直有个心结，他虽然是长子，但是却是庶出。袁氏家族虽然43公，但是真正的嫡长子却是袁术，所以袁术一直对他瞧不上。这也是袁绍为何觊觎冀州的缘由。袁术从最开始的淮南站稳了脚跟，一路打下寿春、富春、阴陵、九江等等，如今势力范围几乎囊括了整个扬州。既然如此，传本将军命令，即可整兵备战。舒鄂，此战你为主帅，沈佩为军师。是主公。诸侯之间的你争我夺，相比刘成却是一股清流。刘成在对付乌丸鲜卑前，就书信一封，派人送去洛阳，呈递给何太后。何太后感动的是一塌糊涂。如今朝廷危如累卵，各地纷争豪杰并起，诸侯之间只知道争权夺利，丝毫不顾朝廷的颜面。何太后当即下令，要将此事张榜告知天下。沉寂许久的洛阳臣民早就麻木不堪。刘将军才是真正的大英雄，其他那些个诸侯们，我呸！刘皇叔真是为了大汉鞠躬尽瘁，为朝廷操碎了心呐！当初刘将军来洛阳时，咱洛阳从未发生过欺男霸女、强抢民众之事，如今再看看，这种事还少吗？要我说，朝廷就应该把刘将军请回来。不仅如此，天下各州之地，那些怀才不遇之人都收拾行囊往幽州而去。那些愿意投身行伍的年轻人也纷纷前往幽州，想要加入骠骑军。当然，这些事刘成还不知情。此刻他正看着张辽送回来的消息。翼德干得漂亮，元昊，你立刻修书一封，派人将此消息传回朝廷。主公何事如此高兴？翼德传回来消息，在北平郡剿灭了6000多乌丸骑兵。翼德将军果然勇猛，佩服佩服。其实我最高兴的并不是张飞杀了多少乌丸骑兵，而是从张辽传回来的信中说赵云也和他们在一起。要知道，刘成心心念念赵云已久，如今正是个绝好的机会来招揽赵云。此时鲜卑首领科比能和乌丸首领踏顿，听着于途失败带回来的消息，让他们着实震惊不少。如今来看，这个骠骑将军刘成麾下的黑虎铁骑，相比较白马一从骑兵来说，恐怕更胜一筹。无非是强大一点的骑兵罢了，数量才区1万人而已。咱们草原上的勇士们，人人都是最优秀的骑兵，一骑可抵8部。咱们此战的目的也是为了拿下幽州几郡，用来作为根据地，未来才可与汉人分庭抗礼。
洛阳和冀州传来消息，让刘成心头一凛。主公，根据探子传回来的消息，远在洛阳的袁绍似乎有大动作，目前举兵10万整装待发。袁绍恐怕对冀州还不死心，想趁着自己被乌丸鲜卑人牵制的时候，趁火打劫。主公，如今只能速战速决，尽量在最短的时间内稳住北边的局势，腾出兵力来抵挡其他诸侯的兵锋。为今之计，只能这样了。接到刘成命令的张辽立马和陈宫还有张飞商议此事。京师，你可有什么计划？直接将北平郡周边的乌丸鲜卑人全部清除掉，随后在此屯兵派人驻守此处，以防乌丸人异动。只要乌丸和鲜卑人不主动出击，那就能按照主公的意思腾出手来对付其他诸侯。俺不赞同此事。俺和乌丸人交过手，这些人都是一些不计打的玩意，还是让俺率领黑虎铁骑深入草原，打到他们害怕不敢来犯边为止。不行，翼德，你固然说的有理，但是这件事太冒险了。军师，打仗哪有不冒险的？就在两人僵持不下的时候，陈宫突然注意到一旁的赵云。赵将军，你也是武将，不知此事你怎么看？陈宫这番话，一方面是想听听赵云的意见，一方面是他想看看刘成口中文武双全的赵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翼德说的有理，在下在幽州待的时间够长，也和乌丸人交手过数次。刘将军想对中原用兵，自然不可能在这里长久消耗下去。要知道草原十分广阔，乌丸鲜卑人只要遁入草原，我们不可能找得到他们。与其这样，不如一次性打通他们。况且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我们敢深入草原，到时候只需要派一员大将守在此处，他们自然不敢轻举妄动。既然如此，那就由翼德领着黑虎铁骑去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另外还得派一员大将跟随翼德一起，这样一来也有个照应。京师，此战就由我和翼德一起去吧。文远，杀鸡焉用牛刀？再说了，你作为主帅，哪有以身犯险的道理？不如让子龙和俺一起去吧。我去不去倒不是重点，只是这赵云又不属于主公麾下，这样命令起来会不会不太好？子龙，你的意思呢？我没意见，自然以文远将军为主。那就辛苦子龙将军了。子龙遵命。赵云和张飞走后，陈宫便说此事的目的。文远有所不知，主公曾说过，此人勇猛不下于云长、翼德、典韦等人，哪怕拿整个冀州城来换赵子龙一人头效都愿意。原来如此，袁绍等动作自然瞒不过其他诸侯。兖州曹操看着洛阳探子发回来的密信，奉下，看来袁绍对冀州还不死心啊。主公为何认为袁绍会对冀州用兵？奉孝是想考考我是吧？属下不敢。袁绍此人志高才疏，如今被封为大将军，小小的洛阳早已无法满足他的胃口。冀州韩馥胆小慎微，此前若不是刘成的援助，恐怕冀州早就落入袁绍之手。如今刘成无暇分身，此时正是最好的攻打冀州的时机。如果袁绍脑子没问题，那目标绝对是富庶的冀州。此战恐怕袁绍的势力会进一步壮大。主公言之有理，不过袁绍想拿下冀州恐怕没那么容易。说来听听。其一，冀州现存兵力至少有5万人，有这5万人在，袁绍兵力低于10万，恐怕难以占领冀州。其二，冀州各郡，别的不说，就拿河内郡来说，王匡此人虽然奸诈摇摆不定，但是终究属于韩馥属官。若是王匡的几万人马倒向韩馥，那也够袁绍喝一壶的。其三，以滨州丁原和刘成的这一层关系在，一旦袁绍发兵冀州，恐怕丁原不会坐视不理。其四，主公麾下10万青州军，袁绍就算想动兖州，也要掂量掂量自己有没有这个胃口。奉孝说的对，丁原的义子吕布如今投效在刘成帐下，这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并州恐怕最终也会落入刘成之手。奉孝，你说我和刘成今后会如何？主公，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主公乃是当世英雄，刘成也是我见过仅有的人中之龙。但是汉室衰败，对各地的掌控力度越来越弱，主公要趁早做打算。告诉我二弟，给公孙瓒老匹夫下达最后的通牒，2日后情况若是还是如此，直接给我大军压境，拿下蓟县。王匡最近很苦恼，作为河内郡太守，无论是袁绍赢了，还是刘成赢了，回过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来收拾王匡。京师，如今的情形你也清楚，你来说说看吧。主公，如今必须要做出选择了。为什么？如果我军两不相帮呢？让袁本初和刘成去打好了。方将军，你觉得如果我们抽身事外，两不相帮，等这场大战结束了，胜利的一方会放过我们吗？那就没有其他的办法吗？不知主公怎么想的？
我和韩父名义上还是上下级关系。另外，刘成的未来老丈人蔡邕蔡大人和我私交甚好，如果此时拔刀相向，恐怕实会遭人非议。那袁绍呢？我就是担心，万一我军去帮刘成，如果到时候刘成输了，那以袁绍睚眦必报的性子，恐怕到时候整个河内郡生灵涂炭。汤成听到王匡这么说，心中倒是有了几分主意。依在下所见，如今袁绍整兵数十万，几乎是倾巢而出，此等决心，一定是要拿下冀州不可。刘成虽然麾下精兵悍将层出不穷，但是如今幽州境内十分不太平，此战恐怕袁绍胜算很大。那以你的意思，我们去投靠袁绍？不！主公，袁绍如果真的能拿下冀州，恐怕付出的代价极其惨重。一旦幽州事情解决完毕，刘成腾出手来，到时候就是大军压境，骠骑军的战斗力不需要在下多说了吧？你这说半天跟没说一样，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主公，在下的意思，暂时隔岸观火。怎么个隔岸观火法？很简单，我们派人去告诉袁绍的使者，就说主公对韩馥情深意重，主公不愿意与其刀剑相向，所以想等等再来协助大将军。其次，刘成那边我们只需要派人传个口信，此战我军不参与，但是可以提供一些粮草物资。这样一来，以刘成的口碑来说，就算到时候责备我军，也不会赶尽杀绝。到时候如果袁绍能赢，我们就顺水推舟；如果刘成能赢，那看着我军提供粮草军需的份上，也不会有理由来对付我军。方成这样一解释，王匡当即明白了过来，说白了就是看谁赢了就加入谁那边。主公，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如今必须早日做决断。就按照你说的办，另外提供给刘成的粮草，就由方将军亲自押送前往，袁绍那边就有军师前去说明。是，主公。涿郡太守府，刘成这些日子以来一直都没有好好的休息休息。冀州的形势目前非常的不明朗，幽州境内也是暗流涌动。告诉我二弟，给公孙瓒老匹夫下达最后的通牒，2日后情况若是还是如此，直接给我大军压境，拿下蓟县。是，主公。对了，文远那边怎么样了？前些日子，赵云和张飞一起带领着黑虎铁骑深入草原。对于这个决定，刘成虽然有些担心，但是如今的情势不同往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回主公，文远将军那边暂时也无消息传回。腹背受敌的状态还真是让我有些烦躁啊！传令下去，让张合和高顺带着县阵营前去冀州协助公明。OK 不 OK？OK。眼为得知大哥刘成来信，也是非常激动。你给我的狗！云长，袁浩先生，大哥怎么说？扁将军稍安勿躁，主公已经明言，若是2天后公孙瓒依然冥顽不灵，那我们直接攻城。另外，主公还给公孙瓒带来了一道圣旨。好，那就让公孙瓒这个老匹夫再蹦跶2天。袁浩先生，那就劳烦你派人去通知一声公孙瓒，顺便将圣旨也一道送给他。关将军且放心，信已经安排人送出去了，我们静等消息即可。蓟县城守城的士兵看着远处，一人一骑快速的朝着城下而来。来人止步！奉我家将军之命，前来给公孙将军宣旨。我家将军有言，2日后若是不开门投降，那我军只好奉旨来自取了。城主府内，公孙瓒眉头紧锁，手上还拿着刚刚下属送来的书信，案上还摆放着一道圣旨，不过却没人理会。如今的圣旨在这些手握重兵的诸侯眼中宛如废纸。诸位，你们看此事该如何是好？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觑却不敢吱声。郭让，你来说说看。主公，如今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军3万余人，只要守住一段时间，拖到袁大将军大军前来。大哥，万万不可！3万大军乃是我军最后的根基，不容有失。而且一部分乃流于旧部将卒，此乃隐患。其次，蓟县城矮小破旧，根本无险可守。一旦刘成铁了心要灭我等，只需几日功夫，定然能攻破城门。其三，与其在这里白白消耗实力，不如选择突围。大丈夫能屈能伸，今日的耻辱，明日再夺回来便是。公孙将军，幽州已经完全落入刘成手中，就算突围，我们能去哪里？往西取到上古代郡，直达滨州雁门郡，随后一路南下，然后绕过冀州，从上党与袁绍会合。不过需要留下一队人来拖住骠骑军的脚步。二弟，滨州乃丁原地盘，以丁原和刘成的关系，恐怕此路甚难。大哥，远水救不了近火，以丁原的实力，根本就不是咱们的对手，更何况我军只是借道而已，想必丁原也不愿意跟我们硬碰硬。你们的意思呢？众人稍稍沉默片刻，并无人质疑。既然如此，那就明晚子时出发，尔等先行下去准备。郭让，你领5000人马留守此处，拖住骠骑军。主公。第2天深夜，蓟县城外，
骠骑军大营内，微弱的烛光不停地跳动着。关羽坐在主位上，田丰和典韦分别坐在两旁。明日即是最后的期限，按照当前的情况来看，公孙瓒应该是负隅顽抗到底，所以明日午时一到，我军立刻攻城。二位怎么看？云长，你是主帅，怎么打听你的？俺一定要将公孙瓒这个老匹夫活捉带回去，听候大哥发落。关将军，正所谓事出反常必有妖，在下总觉得这2日太平静了。按理说公孙瓒不可能不知道他毫无胜算，那么他到底依仗着什么？袁浩先生，难道这其中有诈不成？这个在下也不清楚，只是隐隐有些预感。以我之见，越是关键时刻越要小心，今夜加强戒备。好，就依袁浩先生所言。夜凉如水，蓟县城外骠骑军大营内陷入了一片沉寂当中，只有3、3两两的巡逻队伍举着火把来回的巡夜。距离大营500米左右的树林里，田豫带着5000人早早的就埋伏在其中。将军，什么时候动手？再等半个时辰，待主公那边逃走后，我们就杀出去。将军，说句大不敬的话，咱们此行无异于送死啊！住嘴！你是什么东西，也敢质疑主公？良久，一声烟花声响彻天空。传令下去，准备突袭，取敌将首级者赏1000金，官升3级。趁着夜色，5000人压低马步声、脚步声，缓缓前进。阿红，你带着人去烧了他们的粮草，其他跟我直扑主帅营帐。是，将军。足了，中计了，快撤！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当我骠骑军大营是什么地方？投降吧，我可以留你个全尸。投降绝不可能，有本事就来取我的性命！话音刚落，田豫就挥舞着手中的长枪直奔关羽而去。插标卖首。我与子龙一见如故，子龙不如留下帮我吧。是啊，子龙，俺大哥曾说过，整个冀州也没你一个人重要。我赵云区一介武夫，承蒙刘将军看得起在下，今日起无愿投效在将军帐下，以报将军知遇之恩。赵云拜见主公。子龙快请起。懿德，如今我等已经出来数日，刘将军那边不知道情况怎么样。袁绍那老小子最近老是找俺大哥麻烦，待俺回去后，必定要袁绍好看。启禀将军，西北边50余里的地方发现大量敌军。特喵的，来草原这么多天，终于碰到这帮5万人了。他们一共多少人？属下不敢靠得太近，但是目测至少10多万人。懿德，这乌丸和鲜卑人聚集这么多人，恐怕所图不小。看样子几乎是倾巢而出，目标要么是北平郡，要么就是渔阳郡或者上古郡。管他们打哪里，我们直接给他们来个迎头痛击。懿德不可，他们有10多万人，我们才1万人，正面硬碰硬的话胜算不大，不如偷袭一波。子龙所言明白，不知子龙可有妙计？如今马上天黑，不如我们先在此休息片刻，等天黑后再摸过去袭营。只要烧了他们的粮草，他们自然会退兵。好，就按子龙说的办，传令下去，全军原地埋锅做饭，吃饱喝足了1个时辰后出发。是，将军。启禀主公，北平郡长廖将军传来消息。文远怎么说？张飞和赵云2位将军率领黑虎铁骑，深夜突袭鲜卑乌丸15万大军，烧了对方全部粮草。对方主帅身受重伤，率残余部众逃往草原深处。太好了，懿德和子龙人呐！2位将军安然返回，不过黑虎营损失了近5000人。这个损失应该是骠骑军成立以来损失最大的一次。传令给文远留下5000人驻守北平郡，其余人立即启程返回涿郡。谨遵主公之命。等等，去把子敬和宫羽请来。是主公。出来吧，蔡大美女。程哥哥，你这下可以宽心了。嫣儿，这段时间诸事繁杂，有些怠慢你和婵儿了。程哥哥有所不知，我和婵儿每日弹琴作画，戏弄小福儿，在这里比洛阳快活多了。若是这样，那便最好不过。对了，嫣儿，若有书信需要送回洛阳，可以随时让子敬或者宫羽给你安排好。嫣儿谢过程哥哥，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我先回后院了。程哥哥大事要紧，我迟点再去看你们，有事直接吩咐下人，这里也是你的家。蔡文姬前脚刚走，鲁肃和举寿后脚就一起走了进来。拜见主公。2位有所不知，北边的事情算是解决了。随后刘成将侍卫带回来的消息简单的讲述了一遍。我在临淮时就曾听闻主公麾下张飞将军乃是1等1的猛将，如今看来传言不但非虚，还是十分的保守。是的，另外那赵云看来也是一员不可多得的猛将，只是这人居然在公孙瓒手下声名不显，还真是令人奇怪。君臣3人相互之间闲聊一番后，刘成又想起来另外一件事。对了，云长他们到哪里了？启禀主公，算时间明日这个时候就能返回涿郡。奉先那边如何？回主公，苏已经派人将主公的命令快马加鞭送往上古郡，另外信哥也同步带着消息发了出去。这些时间，鲁肃夜以继日地泡在了研究院中，细
信鸽训练也被他当成头等大事来处理。如今短距离的放飞信鸽，能准军无误的飞到目的地。主公，近些日子以来，那些豪门氏族那边颇有些微词。他们怎么说？原来是刘成在幽州施行的一系列减轻赋税、赏赐土地等惠民政策，百姓大受好处。但是这却触动了那些豪门望族的利益。此事不必担忧，自古以来造反的都是流民百姓。你们见过有几个豪门氏族敢造反的？听主公一言，胜过读10年书啊！公语过奖了。说起来，你和子敬一样，也算是豪门，只是所处的位置不一样，想法自然不一样。主公说的是。主公，张将军回来了，目前就在院外。走去迎接一下我的三弟。大哥，翼德你怎么回来了？文远他们呢？俺接到大哥传输，立马和子龙快马加鞭赶了回来。文远和公台还在后面，估计要迟1点才能到。子龙高义，今日我代表幽州百姓谢过子龙了。刘将军不必如此，在下只不过略尽绵薄之力。子龙以后有何打算？在下还没想好。赵云是个纯粹的人，哪怕一身本事被埋没，也没想着离开公孙瓒。当初在冀州被当成弃子，也没背叛。这一次公孙瓒为了个人利益，弃幽州北境百姓于不顾，着实让赵云觉得自己一直以来的信仰崩塌。我与子龙一见如故，子龙不如留下帮我吧。是啊，子龙，俺大哥曾说过，整个冀州也没你一个人重要。我赵云区区一介武夫，承蒙刘将军看得起在下。今日起，无愿投效在将军帐下，以报将军知遇之恩。赵云拜见主公。子龙快请起。公语传令下去，今夜设宴，为子龙和翼德接风洗尘。大哥，今夜的酒能否管够？你这家伙，放心吧，大哥特意准备了几坛好酒，保证让你喝个痛快。那快走吧，俺早就馋得不行了。子龙、翼德，这个可是大哥特意给你们准备的，你们尝尝。大哥，这酒也太辣了吧！这回你知道为什么大哥不让你抱坛喝了吧？主公，这酒入口辛辣无比，但片刻之后酒香四溢。末将从来没喝过这样的美酒，不知此酒叫什么名字？这酒叫橙汁，不过此酒酿造起来十分繁琐，目前只有10几瓶，所以暂时只能省着点喝。晚宴一直持续到深夜，张飞喝得晕头转向，赵云倒是好一些，勉强还能保持几分清醒。程哥哥，文姬姐姐，你看程哥哥都已经喝得不省人事了，怎么貂蝉妹妹心疼自己的秦哥哥了？啊，什么秦哥哥？文姬姐姐，你又取笑我？哼！公孙瓒25000人一路马不停蹄地朝着北赶路。公孙瓒不知道此行到底是对是错，如今自己已经坐上了袁绍这条船，只能与刘成不死不休。大哥，前面就快到了军都县了，将士们现在已经人困马乏，不如歇息片刻吧。传令下去，全军原地驻扎休整，1个时辰后再出发。严刚、公孙越、公孙旭3人都围了上来，也不知道国让如何了。主公，骠骑军从不乱杀无辜，想来也顶多将田将军囚禁起来罢了。主公不必担忧。但愿如此。对了，二弟，下面的人怎么样？大哥放心，他们都愿意跟着大哥前往冀州。大丈夫能屈能伸，暂时委屈一下无妨。启禀主公，前方军都县发现大量军队。谁的队伍？打着什么旗号？有多少人？回主公，队伍打着骠骑军旗号，主将旗号是旅，预计4万人左右。刘成的人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你刚刚说旗号是什么？回主公，是旅。难道是吕布？主公，白马亦从愿战至最后一兵一卒。大哥，我亦如此。呵，有尔等助我，又何惧那吕布？传令下去，全军戒备，准备迎战。公孙将军，我吕布念你也是一方诸侯，投降吧！吕将军乃天下第一猛将，为何愿意屈身那刘成麾下？将军大才，完全可以自谋出路，以将军才华夺得益州之地，不在话下。你说完了吗？说到底，老夫为将军感到不值啊！动手吧！主公，公以为公孙瓒也算是一代人杰，如今身死道消，不如命奉先将其与麾下安葬在一起。公台言之有理，正所谓人死为大，生前的恩怨也算是一笔勾销了。主公，如今整个幽州内患算是全部解决掉了，接下来就可以专心的对付袁绍。不知冀州情况如何？如今冀州形势并不乐观，徐晃将军率领6万大军驻守其关。目前袁绍15万大军正在河内郡试探性的进攻了几波，不过都无功而返。主公又派张合将军率领2万人前去支援，高顺将军也带着县阵营一同前往。主公，不如让文远将军和翼德将军前去齐关支援。公台有所不知，据探子来报，董卓似乎有些异动。
还请主公明示。原来是密谋在董卓身边的贾诩传来消息，袁绍的使者出现在长安，并被人带到了梅坞与董卓密会。至于具体的密会内容，并无从得知。从种种迹象来看，董卓与袁绍勾结在了一起，袁绍就不怕被人知道自己勾结董卓，被天下人唾骂吗？主公，在下以为，若是董卓和袁绍达成密谋，那并州恐怕岌岌可危。子敬，你且细细说来。其一，袁绍敢冒天下之大不讳，勾结董卓，那想必动作不会太小。其二，袁绍15万大军倾巢而出，却不痛不痒的在试探性进攻，这不符合常理，除非他是在等待什么机会。其三，上党是并州的南大门，距离长安极近，另外还与冀州河内郡接壤，正所谓卧榻之旁，岂能容他人酣睡？一旦袁绍拿下冀州，是绝不允许并州在我军的手中，所以依速看来，袁绍是在等董卓出兵攻打并州。主公，子敬言之有理，袁绍极有可能在等待董卓出手。不愧是东吴大都督东吴隆中队的缔造者，这份眼界确实独一无二。子敬所言确实有道理。既然如此，公台你传信给奉先，让他们直接从上古郡进入并州。另外，公孙瓒的1万降卒，让奉先打散后进行整编。这件事让袁之来处理，顺便派人去找丁原，将此事告知他一声。另外，让翼德和子龙率领黑虎营即刻前往冀州协助公明。至于文远先歇息几日，待云长回来后再做打算。是主公。子敬，军研院那边怎么样？上次我说的横刀和陌刀如何了？回主公，目前已经有些眉目，不过此物锻造起来极为麻烦，还需等些时日。刘成点了点头，也知道此事急不来。如今袁绍举兵15万，发誓要夺下冀州，全天下的目光都汇聚于此。洛阳皇宫内，何太后焦虑的几天都没胃口。如今冀州只有5、6万人马，根本不是袁绍的对手。刘成是他的精神支柱，一旦刘成被袁绍灭掉，他不敢想象汉室会有怎么样的结局。袁绍看着营帐中董卓的使者，脸色颇为畅快。大将军放心，我家太师早些时候下令，让郭汜、张济2位将军率兵5万从梅坞出发，已于昨日抵达并州上党郡安营扎寨，只等大将军一声令下。呵，既然如此，回去告诉你家将军，2日后开始攻城。在下会如实将大将军的安排告知2位将军，时候也不早了，在下先行告辞。来人替我送送先生。使者离开后，袁绍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真是废物，统统都是废物。原本袁绍还想靠着公孙瓒拖住刘成一部分兵力，但是如今看来这个愿望算是破灭了。不管了，舒鄂，传令下去，2日后开始攻城。是主公。主公，如今齐关有近6万守军，我军恐怕一时间难以攻下，而且董卓那边是否真心实意与我军合作还不知道。你什么意思？难道是想试图扰乱军心？主公，沛绝无此意，请主公明鉴。哼，最好没有此意。此时张飞、赵云、陈宫3人一路狂奔，仅用了2天的时间就赶到了冀州。张将军、赵将军，老夫备了一些肉夹馍，2位一路舟车劳顿，歇息片刻吧。对了，刘将军给老朽的书信说，公台先生也随2位将军一道出发，不知人在何处。那就有劳韩州牧了。公台他一路快马加鞭，倍感疲惫，此刻正在军中休息。张将军客气了，不过老朽不再适合州牧这个称呼，这是俺大哥定的规矩，所以俺可不敢随意论教。对了，韩州牧，不知道齐关情况如何？情况不容乐观，袁绍此次几乎倾巢而出，再加上齐关并非像虎牢关那般高大雄伟、坚不可摧，若是袁绍真的铁下心来，恐怕齐关撑不了几日。无妨，带俺和子龙去看看情况。诸位，袁绍的提议你们怎么看？就在前不久，袁绍突然差人来到兖州陈留郡，找到了曹操，表明上是祝贺曹操彻底剿灭了兖州各部的黄巾余孽，实际上是想让曹操出兵一起攻打冀州。见郭嘉和荀彧都是低头思索不说话，程昱率先开口：主公，此番倒是个良计。仲德，说来听听。主公，如今天下诸侯中，唯有主公、袁绍、刘成、袁术等人势大。其中刘成占据北方幽州、冀州和并州，名义上虽然各自有主，但实际上都知道刘成才是站在背后之人。至于袁绍，雄踞洛阳，天下最为富庶之地，但此人好谋无道，不足为虑。至于袁术，更是连袁绍都不如。所以主公未来想要争夺天下，刘成绝对是最大的阻力。此番正是最好的时机来击溃刘成。主公，仲德言之有理。若是放任刘成继续成长下去，恐怕将来绝对是最大的敌人。如今公孙瓒已死，整个幽州都被刘成占据，有幽州作为大本营，冀州作为跳板，将来刘成退可偏安一隅，进可问鼎天下。仲德，文若，我与刘成相交已久，此番若是刘成前来求救，我必定出兵协助一番。但是如今让我挥刀相向，我实在是无法下手。主公，大丈夫不可妇人之仁，主公始终都是要和刘成走向对立面，只是时间问题罢了。是哦，主公。
曹操左右为难，感情上来说，他的确不愿意在这个时候落井下石。凤啸，你怎么看？主公，我与文若和仲德看法不同。问，凤啸，快说来。主公，文若和仲德所言固然有理，但是却忽视了几点。其一，刘成麾下精兵10数万，皆是身经百战之辈，战力远不是袁绍抓壮丁般的可以比拟。其二，刘成麾下猛将，且不论吕布、张飞、关羽之流，就算张辽、徐晃、张合之辈，也绝不是袁绍能抵挡。其三，难道主公愿意和董卓同流合污？其次，退一万步来说，就算此行打败了刘成，但是只要刘成退回幽州，我们根本就拿他没办法，不可能不顾后方，更不能倾巢而出前往幽州去讨伐刘成。凤啸言之有理，看来必须得拒绝袁绍。只不过我们是否要派兵协助刘成？不必，除非是刘成亲自来请求主公支援。不过依我看，这种可能性极小。为何？刘成此人表面虽然令人如沐春风，但是内心却十分骄傲。但骄傲的人一般不会求助于他人。主公，凤啸所言极是，是我等考虑不周。文若、仲德，此言差矣。你们说的有道理，只是凤啸接触过刘成，看得更清楚些罢了。赵云，我今日必取你项上人头。你回去吧，叫颜良、文丑出来面对我。你什么档次，还让颜将军和文将军出来，先吃我一枪。如今整个旗关进入了备战状态，城墙上12个时辰内皆有人轮流把守，主帅依旧是徐晃，陈宫为军师。前不久，关羽和张辽2人分别带着3万大军从幽州出发，关羽前往滨州上党郡，以防董卓出兵。主公，鸽子来信，袁绍已经派人前往兖州了。曹操一旦加入战局，整个冀州局势恐怕不好说了。面对董卓和袁绍的联手，刘成倒是不怕，但是加一个曹操，赢面就难以琢磨。丁原那边怎么说？回主公，吕布传回来的消息，丁原愿意全力配合，承诺麾下5万人马尽可调用。太好了，传令张辽，让他带着3万大军支援旗关。对了，吕布和徐庶在什么位置？回主公，吕布和徐庶已经在前往滨州上党的路上。如今刘成可谓是猛将齐出，大战一触即发。听说了吗？骠骑将军刘成和袁绍正在冀州打仗呢。早就听说了，太后还下旨阻止袁绍，奈何人家仗着家世和手中的兵权，根本不听朝廷的。据说还和袁绍勾结了董卓老贼。什么？竟然有这种事？那袁绍好歹也是43公，怎么干这种鱼虎谋皮、是非不分之事？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像刘将军这样的好官，竟然被世人容不下，简直就是没天理。洛阳城内到处都是讨论着战事的百姓，大多数都希望刘成能打赢袁绍，重回洛阳。旗关外，袁绍全身披挂骑在马上立于阵前，一副意气风发的模样。谁敢上去叫阵？杀鸡焉用牛刀，主公末将冤枉。吕将军果然勇猛，既如此，那此战便由你去。谢主公。启禀将军，袁绍城外集结大军，正在城外交阵。军师公明，你们一个为军师，一个主帅，大哥来之前就由你们来安排吧。军师，还是你来指挥吧。那好，子龙将军，此战就由你去吧。是，军师。军师，难道这是俺大哥的吩咐？没错，是主公的意思。主公说，子龙将军勇冠3军，但是性子却十分淡薄，不争不抢，再加上公孙瓒的原因，担心其心生芥蒂，所以需要在战场上来宣泄他心中的郁闷。军师，袁绍麾下颜良、文丑可是天下闻名的武将，难道主公不担心吗？主公说，颜良、文丑一起上都不是子龙将军的对手，公明且看下去便知。此时赵云刚来到阵中央，距离吕旷50步左右的地方停下了马步。我乃大将军麾下大军吕旷，来将报上名来。骠骑将军刘成麾下，赵爷。这赵云是何人？尔等可曾听过？主公，想来刘成没有将主公放在眼里，居然派出无名小卒前来羞辱主公。主公，在下以为刘成此人并非眼高于顶之人，绝不可能守着麾下吕布、张飞等猛将不出，反而派出无名之将，恐怕这其中必有因由。沈正南，到这个时候你还替刘成说话，你到底是何居心？主公，够了，再吵就给本大将军滚回去。赵云，我今日必取你项上人头。你回去吧。叫颜良、文丑出来面对我。你什么档次，还让颜将军和文将军出来，先吃我一枪。废物，简直就是废物！主公息怒，让我去会会这个赵云。疏恶不及，待吕布、张飞等人出来后再去教训他们不迟，把机会留给其他人来对付这个赵云。主公，我愿去会会赵云。那就由高将军替本大将军取了这赵云的首级。
来者何人？我乃袁将军麾下高览。记得出发前，军师私下说过，如果遇到了高览，就手下留情。赵云不知道陈宫这是何意，但是既然是命令，他也不便多问，照做即可。赵将军小心了。高将军，你输了。赵将军武艺不凡，高某自愧不如，要杀要剐，悉听尊便。高将军请回吧，我不杀你。另外，我家主公对高将军的本事也颇为看重。主公，我将无能，请主公责罚。高将军，此话怎讲？你哪里是无能？你能耐大的连刘成都知道了。主公，高将军阵前落败，虽然有错，但是此时不是教训的时候，不如让末将前去会一会那赵云。主公，让末将去吧。若是人人如文恒、舒鄂这般，何愁大事不成？文恒，此战就拜托你了。来者何人？我乃大将军麾下无双猛将颜良是也，今日必取你项上人头。少说废话，手底下见真章吧。兵器的撞击声不绝于耳，如此来往了近100个回合。此时颜良已经感觉的右臂都肿胀发酸，虎口被震得发麻不已。主公，末将无能，未能取胜，请主公责罚。胜败乃兵家常事，文恒无需自责。主公，如今士气低落，让末将带一拨人前去冲上一番，挫一挫他们的锐气。舒鄂，靠你了。文丑一马当先，直接率领2万大军冲了出去，身后大军发出了震耳欲聋般冲锋声。赵将军，高将军，赵将军，我先带领县阵营冲一波。高将军小心，陷阵之志，有死无生。高顺为了这一天也憋了很久。论时间，他是最早跟随刘成麾下的；论能力，他除了武艺比不上赵云、张飞等武将，但是作为2流武将，也算是能独当一面。那些是怎么回事？为何刘成会有这样的一支军队？哼，饭桶，统统都是饭桶。为何这样的情报你们都打探不到？曲义，你带5000人前去支援舒鄂。是，主公。军师，让俺去吧，捅他们1万个透明窟窿。传令下去，鸣金收兵，不必要做无谓的牺牲。首战打成这个样，远出乎袁绍预料。虽然最终骠骑军鸣金退兵，但是袁绍却无半点喜意。本将军没想到今日一战居然狼狈成这样。若不是舒鄂和文恒打回一些颜面，天下诸侯会怎么看待本将军？众人皆低着头不敢吱声，任由袁绍数落。高览，你该当何罪？我将阵前失利，罪该万死。既然罪该万死，那就领盒饭去吧。主公，切莫冲动。难道郑南觉得本将军说的不对？主公，阵前斩将乃是大忌，不如留高将军性命一次，让其戴罪立功。大胆审配，你居然敢质疑本主公！雷惹，将此2人一起拿下。主公，卑职不敢质疑主公，但是如今正是用人之际，主公切不可意气用事啊。高览罪大恶极，阵前与敌将交谈甚欢，有将我这个主公放在眼中吗？主公，卑职觉得郑南言之有理，此时正是用人之际，主公暂且放过高将军一次，以观后效。袁绍有些意想不到，郭图差不多跟透明人一般，除非是自己分内事，要不然绝不多说一句话。既然如此，那就依公则所言，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免去高览将军之位，贬为小队长。如有下次，定斩不饶。我将谢过主公。旗关内，刘成带着典韦和1万大军来到了旗关。如今刘成所有兵力几乎倾巢出动，除了坐镇北边上古郡5000人和北平郡5000人，整个幽州就剩下1万人原地驻扎，以防不测。你是说挟天子以令天下诸侯？主公说的没错，就是挟天子以令天下诸侯。目前想守住3州之地还远远不够，公台你可有良策？如今摆在主公眼前的只有2条路，要么扩军，继续增加兵力。如此一来，军需开支恐怕有点压力。还有一条路就是放弃滨州和冀州，只守幽州休养生息，以图后事。到手的东西再想拱手让人，是人都不愿意这样干啊！我如今最担心的便是曹操从兖州出兵，一旦曹操加入战局，最终只能忍痛割爱，撤出冀州。大哥，那曹操怕是没见过骷髅长什么样的。是啊，主公，有我和翼德还有典将军高将军在，定能保冀州无恙。公台，你以为如何？主公所虑的确有理，依公看来，此事倒是有解决办法。哦，公台速速到来。主公可派人联系曹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以主公和曹操的情谊来说，此事应该不难，倒有几分把握。这第二，主公放弃滨州或者冀州其中一州之地，以我军当前兵力，只要不遭到多方诸侯的围攻，守住一州并不太难。第三，主公直接派人联系袁术。众所周知，袁术和袁绍乃死对头，相比袁术绝对不会坐以待毙，看着袁绍做大。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袁术此人奢侈荒淫，横征暴敛，治的更是民不聊生，百姓穷的连土都没得吃，更别说吃肉夹馍了。还有最后一招，那就是主公秘密的派出一支队伍前往长安指导董卓老巢，这样一来既解决了滨州之危，又能迎回皇帝，一举两得。你是说挟天子以令天下诸侯？主公说的没错，就是挟天子以令天下诸侯。启禀主公，城外援军异动连连，目前已经在集结，看情况马上就要攻城。张合呢？回主公，张将军正在部署，命卑之前来通报。走，随我一道去看看。大哥，你在此稍稍休息，俺和二哥他们去就行了。是啊，大哥，城外危险。二位贤弟的心思，大哥明白。只是大哥作为主帅，既然来了，岂有龟缩在后方的道理？二哥，大哥就交给你保护了。你也知道俺耐不住性子，俺去城外会会袁绍那厮。三弟小心，大哥就交给我了。很快，众人就来到了城墙下。此时，张合正紧张地盯着城外局势，丝毫没有发现刘成的到来。嘿，俊义，情况如何？主公，袁绍恐怕按耐不住，想要攻城。守城器械准备的如何？启禀主公，除了这些外，城墙下还备了大量的滚石、火油。主公放心。大哥，让俺出城冲一波吧。翼德，你带着黑虎营、公明、俊义，你二人分别领2万人马，随翼德一道出城。高顺，你带着县阵营也一并去。此时袁绍本人正在压阵步兵后方，以便随时发号施令。2翼的骑兵是为了防止敌人侧面伏兵。斩张飞首级者赏1000金，官升3级，临阵怯战者给我冲，拿下旗关。此时，张飞、张合、徐晃、高顺4人已经全部出城。见援军开始发动，4人也挥舞着武器，指挥着队伍往前冲锋。城墙上的刘成和陈宫一脸严肃地看着城外的局势。子龙、文远，你二人各率1万人马出城支援。是，主公。同一时间，袁绍心情大好。纵然刘成有这样的重甲部队，但是也抵挡不住我人多。再过片刻，旗关就能拿下。恭喜主公，主公至少稍微出手，就打得那刘成小儿无还手之力。正南先生怎么看？主公，配以为虽然场上我军占据主动，但是反观骠骑军却丝毫不乱，毫无退意。配以为若是无法短时间内拿下城头，那再继续打下去无异于浪费兵力。正南，据说你和刘成麾下谋士田丰是同乡。主公明鉴，配绝无其他意思。哼，最好没其他意思，否则……有着张辽和赵云的2万人马加入，场上的局势完全稳住了。袁绍看着场上的局势急转直下，脸上的喜悦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刘成铁了心的要守住旗关，竟然派出7万人来抵挡。主公，快鸣金收兵吧，再打下去对我军极为不利啊！唉，主公，快收兵吧。袁绍心中明白此战已无获胜可能。鸣金收兵。营帐内，刘成和一众将士聚精会神地听着赵云汇报战况。主公，我军战死3000余人，伤4000余人，城墙倒是完好无损。目前所有伤员都已经安排在城内进行救治。才第1天，竟然死伤这么多！袁绍那边呢？回主公，据末将目测，袁绍大军比我军伤亡人数只多不少，对方先头攻城部队几乎死伤过半。特喵的，要不是旗关城矮小简陋，咱们也不用出城跟他们硬拼，直接守着墙头打就行了。袁绍和刘成之间的战事宛如长了翅膀一样，很快就传到了洛阳。何太后听说袁绍一上来就派出10万大军攻打旗关的时候，肉夹馍都紧了一下。快说说，如今情况如何？回太后，大将军袁绍和骠骑将军刘成在旗关外大打出手，双方派出10多万的兵力。这些哀家已经知道了，结果呢？谁赢谁输了？不分胜负，双方战力相当，死伤过重，最后袁大将军退兵了。也就是说，旗关暂时没事。回太后，暂时无事。那就好，那就好，刘将军肯定有办法的。蔡府书房内，王允和蔡邕面对面的端坐，桌前还摆放着一些酒菜和并未动过的筷子。如今天下大乱，世道不平，那袁绍为了一己之力，身为大将军置皇帝不顾，反而对着盟友大打出手。蔡学士有所不知，那袁绍心高气傲，而又自是大将军，所以自然不会放任其他诸侯做大。如今咱们这位准女婿一人坐拥3州之地，麾下势力又是相对单薄，所以在袁绍眼中，这才是最好的对手。滨州上党郡，关羽、吕布、徐庶3人在灵堂内。军师，主公还没有回信吗？奉先不如去休息休息，这里交给我和云长足矣。军师心意我明白，只是目前还不是休息的时候。原来是前段时间上党郡太守张扬被董卓策反，麾下2万大军不战而降，直接打开壶关迎接董卓麾下郭汜和张继2位大将进城。丁原在听闻此消息后，直接气得吐血而亡。奉先，人死不能复生，节哀顺变吧。
主公叫我们来，可是有紧急军情。上党郡太守张扬被策反，胡关目前已经落入了董卓手中，丁原身亡，滨州大乱，难怪袁绍不惜牺牲大量手下，也要拼着消耗咱们的人马。大哥，让俺去胡关吧，俺定要给那个张扬捅上一个窟窿。翼德莫要冲动，此事还需从长计议。如今云长奉先他们还有75000人马在胡关外，想必张继和郭汜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主公时至今日不得不做出选择了。陈宫的意思很明了，要么现在选择保存实力，放弃冀州和滨州，全军撤回幽州。正所谓富贵险中求，公台，我想了想，与其这样直接拱手相让冀州和滨州，不如拼上一把。主公的意思是我们死战到底。我等愿誓死追随主公，誓战不退。好，有尔等在，我刘成何愁霸业不成？主公，万万不可啊！公台无需多虑，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不过我的意思是派人去长安指导黄龙。主公难道是想派人绕过前线，直接偷袭董卓大后方？没错，大哥，你和军师说的是啥意思？俺都糊涂了。原来刘成打算派出一队人马绕过袁绍，直接向西抵达长安。到了长安，直接派人联系贾诩。主公，末将愿意前往。众人纷纷请命。刘成顿时有些不知道让谁去合适，原因是都太强了。如今城外袁绍10多万人盯着咱们一举一动，所以我们不合适派兵前去。我打算让云长从胡上党出发，奉先留守。玄德兄，莫说1万人，哪怕你不带一兵一卒，玄德能来支援我，我已是感激不尽啊。小成，你我乃发小，虽然你地广势大，但是在我心里，你永远都是我的好兄弟。袁绍想欺负你，我这个做兄长的绝对不同意。续届上集，刘成计划安排人员与贾诩里应外合，迎回汉献帝，从而挟天子，掌控天下诸侯。主公可以派2员大将前去胡关，一来弥补云长将军的空缺，二来可以协助奉先将军。公台言之有理，那就这么办了。主公，让末将去吧。大哥，俺去吧，捅他们10万个窟窿。真是一群战争狂啊！文远、俊义，你2人去吧，毕竟你2人在袁绍阵前露面的并不多，所以就算离开，也不会引起袁绍的怀疑。稍后我会修书一封，文远、俊义，你2人抵达胡关后交给元直，他知道怎么做。此外，文远此行和云长前往长安，路途务必谨慎，轻易不可暴露，具体的听元直安排。是，主公。俊义，奉先刚刚痛失义父，恐怕对他的打击不小，所以你到了胡关，多多担待。末将明白。那你2人先行去准备，等天色暗了下来再出发。是，主公。等一下。公台还有何建议？主公似乎忘了一个人，张辽和张合2人从齐关出发，很大可能会碰到王匡的人。若是被王匡发现，到时候万一告诉了袁绍，恐怕会引起什么幺蛾子。我怎么把这货给忘了？那公台可有何高见？主公可下一道圣旨，令王匡支援我军，一来缓解我军当前压力，二来可以威慑王匡。既然他想保持中立，那就中立到底。若是他表面顺从，暗道勾结袁绍，该当如何？这种可能性想必不大。若是想勾结袁绍，那现在就可以。对于袁绍、袁术、董卓这些人来说，圣旨如同废纸；但是对于王匡这样势力弱小的人来说，圣旨的威慑力还是很大的。没有绝对的实力，绝不敢公然对抗朝廷。按照这样的话，我们完全可以如法炮制，直接给张扬发一份圣旨，痛斥张扬行径，责令其离开，打开胡关，放我军进入。张扬恐怕没这么听话，可以恶心他一下。启禀主公，城外有一将军求见主公。这个阶段怎么会有将军？是谁？带了多少人马？卑职不知，只看到对方打着刘字旗号，约1万人马。带他来见我吧，至于兵马，就让他原地安置吧。不一会儿，侍卫带着一个身披铠甲的将军来到了屋里。刘成瞧见对方模样后，顿时有些傻眼。我的乖乖，竟然是大耳贼！小成，好久不见啊！玄德兄，好久不见，不知玄德兄为何来此？魏兄听说小成逢难，特带1万人马前来支援，希望小成不要嫌弃。没想到在这样艰难的时刻，帮助自己的居然是大耳贼，亏自己还抢了他的老祖宗中山靖王，还有关羽、张飞、赵云3人。玄德兄，莫说1万人，哪怕你不带一兵一卒，玄德能来支援我，我已是感激不尽啊！小成，你我乃发小，虽然你地广势大，但是在我心里，你永远都是我的好兄弟。袁绍想欺负你，我这个做兄长的绝对不同意。子龙，俺从未见过如此厚颜之人。呵呵，此人的脸皮属实有点厚。刘成似乎也习惯了刘备的做派，没有说话，而是下令命人安排酒菜，为刘备接风洗尘。此时王匡看着手中的圣旨，很是惆怅。
选旨的人呢？回主公，那人自称是刘城麾下大将张贺，给卑职圣旨后，交代卑职将圣旨转交给主公，随后就直接离开了。主公，张合此人的确是刘城麾下将军，只不过名声不如张飞、吕布等人响亮罢了。而且这圣旨看起来也不像假的。再说以刘城的实力，没必要拿假圣旨欺骗主公。圣旨真假我当然能分辨得出来，只是这圣旨的内容，着实让本将军很难办呐。那主公如何打算？就这玩意，在袁绍和刘成等人眼里就是废纸，在本将军这里还得供起来。也不知道他刘成到底是多无聊，闲得没事派人去洛阳求旨，不让人安宁。主公，刘成既然派人给主公送来圣旨，依我看，骠骑军绝对是战事吃紧，兵力捉襟见肘。你意思是刘成现在不一定能守住奇关，所以让我去支援他？是的，特喵的，那他为何不直接派使者来，非得给我来这一套，拿圣旨吓唬我呢？主公有所不知，在下认为刘成想让我军支援是假，更多的是想让我军不要倒戈袁绍一方。为何这样说？主公仔细想想，刘成向来礼贤下士，贤明有加，如此之人怎可能这般无礼，随便差人送来一份圣旨？所以在下推测，刘成只想利用圣旨来震慑主公。既然如此，那直接派人来便可，何必舍近求远去洛阳？这也是在下疑惑的地方，可能是有其他事，顺带着求了这道旨意。主臣二人想了片刻，也毫无头绪。如今既然中立，那咱就中立到底，派个人去奇关走一趟，告诉刘成，咱们并不打算投靠袁绍，此事事关重大，不如在下亲自跑一趟吧。如此甚好，那就劳烦军师了。张辽和张合一路狂奔不歇，终于在天黑之前赶到了上党郡湖关外。二位将军亲自前来，难不成奇关那边有紧急情况？元直先生且放心，奇关目前还算稳定，除非袁绍孤注一掷，将全部兵力投入奇关，要不然凭借我军的兵力，足以抵挡住一阵子。既然如此，那我便放心了。二位随我帐中说话吧。随后众人一同进入了帅帐之中，张合也没多废话，直接将刘成的计划全盘托出。元直先生，这是主公交代给张扬的圣旨，还得麻烦你来将子务送进城里。云长、文远，既然主公有令，那你二人稍作休息就出发吧。此去长安，一路尽量避开耳目。如何联系文和先生？想必主公已经告知文远了。临行前，主公都交代末将了。既然如此便好。此行若是能成功迎回皇帝，那我骠骑全军上下瞬间就能转败为胜，哪怕丢了滨州和幽州，也是万分值得。徐庶是最早跟随刘成的，他记得刘成就曾说过，只要有皇帝在手上，就可以号令天下诸侯，哪怕他们不听，也能在他们头上悬一把刀。关羽和张辽拜别了徐庶三人，直接带着1万铁骑和2万部卒，趁着夜色朝着河东郡出发。次日，吕布经过这些日子，已经从悲痛中走了出来。凤仙，今日起色不错。人死不能复生，他日我踏平湖关，再为义父报仇。凤仙能这么想，再好不过。俊义，凤仙，昨日主公送来的圣旨，今日先行送给张扬，顺便再给他填填堵。军师这是何意？很简单，带上几个人去教官，对方若是出来迎战，凭2位将军的本事，阵前斩将易如反掌。只要咱们能迷惑湖关的董卓大军，到时候没雾打起来的时候，让他们无法回去救援。简而言之，就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凤仙，你作为主帅，还是别去了。凭你这天下第一猛将的名头，一般人哪敢出来应战？还是让我去吧。俊义既然请战，那就去吧。军师觉得呢？俊义，一切小心了。还是肉夹馍来了。天天肉夹馍，老夫都吃腻了，叫粉丝们吃吧。关羽和张辽一路趁着夜色，从上党郡向南穿过河东郡，全军几乎丝毫不敢停顿。如今只要越过红龙郡，便可直指长安。将军，前方已经到了红龙郡境内。文远，不如我等在此休整片刻。此事云长决定便可。传令下去，全军原地休整1个时辰。是，将军。文远，联系文和先生的探子出发了吗？云长放心，探子已经先于我们出发，算时间已经快到长安了。另外，此事事关重大，为了谨慎起见，我按照主公的吩咐，分别派了3拨人同时去往长安。这样一来，哪怕一员出事，其他人也能顺利将消息传递给文和先生。关羽点点头，瞬间放下心来。就在二人下令休整的时候，红龙郡太守王弘皱着眉听着下属来汇报：启禀主公，有大批人马出现在陕县境内，约3万人马。对方打着什么旗号？并无任何旗号，不过领头大将似乎是骠骑将军刘成麾下的大将关羽。你怎么知道是关羽？卑职虽未曾见过关羽，但是天下间身长9尺、面如重枣、手持一柄青龙偃月刀的猛将，似乎只有这一位。
此事暂且不用在意，或许别人只是路过。侍卫走后，王红走到案几前，开始给自己的胞弟写信。没错，就是貂蝉的义父王宇。这几天来，张合连着去湖关外叫阵，根本无人应战。张扬是打定主意当缩头乌龟。公台，幽州派来的人安顿好了吗？回主公，全部安顿好了。公与命人送来30万担粮草，再加上冀州各地的存粮，足够我军近1年的粮草用度。好，有足够多的粮草，我军便可慢慢跟袁绍消耗下去。主公，兖州那边似乎有些动作。曹操难道也按捺不住了？据探子来报，袁绍前几日又派遣使者前往陈留，直到今日还没返回，想必双方在密谋着什么。公与派人传来消息，青州田界最近似乎也有些动作。公台务必加紧戒备，另外派人联系孔融，告诉他只要帮忙拖住田凯，他日我帮他拿下青州牧的位置。主公。主公，之前你交代要找的华佗，目前已经有眉目了哦。他在哪里？回主公，他在洛阳，据说得罪了达官贵人，被关押起来了哦。关起来了，这就好办了，立马派人去洛阳，拿着我的信物找到太后，让太后出面把人救出来，然后你们带着他来这里。如果他不愿意，那就直接绑来。是，主公。连着几天休战，让袁绍有些心烦气躁。袁绍原本打算一鼓作气拿下齐关，但是令袁绍没想到的是，刘成居然派重兵防守，丝毫不顾其他。曹操小儿竟然狮子大开口，要幽州4郡之地才肯出兵。资远、正南、原土，你们都说说该怎么办？都哑巴了吗？主公勿忧，既然曹操不愿意出兵，那不如让湖关的董卓军派人来此。主公，湖关外有刘成的75000大军在城外驻扎，一时间估计也无法分兵支援我等。郑南说的有理，不过青州方面，田阶似乎有所想法。田阶愿意出兵，趁着幽州空虚，偷袭刘成大本营。田阶何时动手？暂时不知，使者还在回来的路上。不过卑职担心田阶会趁火打劫。哼！想当初公孙瓒都不敢跟本将军提出过分的要求，谅他一个小小的太守岂敢如此？子野另外派人再去陈留一趟，告诉曹操，本将军最多可以割让1郡之地给他，如果他不答应，那此事就此作罢。是，主公。洛阳皇宫内，你是说刘将军要你来见我，是为了救一个人？我家主公有言，只要太后见到此物，便相信在下身份。何太后打开一看，便放下心来，相信了探子的身份。将军一路辛苦，既然刘将军有求，那哀家自然不会坐视不理。稍后哀家就命人将此人带进宫来。谢太后。面对太后的命令，关押华佗的官员自然丝毫不敢反抗，就很爽快地将其放了出来。尔等是何人？想对老夫作甚？我家主公要见你，跟我走吧。从洛阳到齐关几百里地，只用了1天不到的时间就赶到了。主公，这位便是华佗大夫。你就是华佗先生？你是何人？找老夫来所为何事？在下刘成，忝为朝堂骠骑将军，仰慕先生之名，特求太后将先生救了出来。哼！不要以为你救了老夫就对老夫有恩，老夫一生行事无愧于心，休要拿权势来欺压我。华佗先生误会了，在下对华佗先生的医术佩服不已，只不过在下对于医术也略知1二。啥玩意儿？华佗先生要是不信，可随我王府内走一趟。若是在下浪得虚名，华佗先生尽管离去，在下绝不阻拦。一言为定。一言为定。回到府内后，刘成拿起桌子上准备好的东西递给了华佗。这不可能！你怎么会知道这个？你从哪里弄来的？此物乃我偶然之中调配出来的，不知道华佗先生以为如何？老夫一直苦苦调配麻沸散药方，但是总差上1味药，如今竟然在这里看到了。这下华佗先生相信在下的医术了吧？此物试过了才知道效果，若是真的效果斐然，那老夫愿为将军马首是瞻；如果效果很差，那还请放过老夫。可以，不过在下有个条件，城内有很多受伤的士卒，华佗先生乃当世神医，希望能施以援手，救治1二。治病救人本就是吾辈职责，此事1二，老夫答应了。安排好这些后，刘成心中的大石落下了一块，接下来就准备跟袁绍进行长期的拉锯战。只要关羽和张辽那边得手，整个局势就能瞬间反败为胜，哪怕到时候丢了冀州也算赢了。此时长安梅坞城内，太师肉夹馍来了。天天肉夹馍，老夫都吃腻了，叫粉丝们吃吧。太师，最近咱们的士兵当街闹事，欺男霸女，强抢钱财，可谓是无恶不作啊。
不用管，这些百姓比蚂蚁还低贱，哪里比得上咱们的士兵金贵？长期以来，这些士族们都养成了恶习，失去了当兵之人该有的勇气和警惕。所以关羽和张辽一路上抵达长安城外以东20里时，竟然没被董卓军发现。启禀将军，西边15余里处发现董卓军踪迹。有多少人？领军的是谁？约1万人。城外驻扎的乃是胡轸，城内是大将樊稠。再探。是将军。文远，今夜恐怕有一场大战。我大刀都迫不及待了。现在关羽和张辽能做的就是除掉长安城外的1万董卓军，剩下的就要靠城内的贾诩。半夜时分，还沉浸在睡梦之中的董卓军，只是感到一阵急促地动山摇声。范将军，快开门呐！大晚上的鬼叫什么？天塌下来了吗？范将军，大事不妙，城门失守了，大量人马涌入城内。什么？你说什么？城门怎么会失守？谁干的？他喵的，守城虎轸的！将军，来不及了，快逃吧！哪里来的人工城？是骠骑军，城外大营全军覆没，虎轸将军不见踪影，卑职估计胡将军已经战死。别有城，他怎么会在这里？他不是在岐关跟袁绍对峙着吗？将军，现在不是纠结这个的时候，赶紧逃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能逃去哪？我们可以去梅坞。去梅坞找死吗？丢了长安城，太师一定将我等碎尸万段。投降者不杀。长安城15000董卓军尽数伏诛。续接上集，关羽和张辽带兵拿下长安。周仓，你领5000人在此驻守长安城，其余人随我前往梅坞，另外收集城中粮草物资，到时候带回岐关。将军难道要放弃长安城？长安城距离咱们冀州太远，我军没有过多的兵力投入这里，只要赢回皇帝，一城的得失并不重要。是将军。此时梅坞太师府内，从长安逃出来的士兵正在汇报情况。回太师，事情的经过便是如此，请太师饶命。一群废物饭桶，全都是饭桶。太师息怒，如今城丢了已成事实，当务之急是要夺回长安城。哼，得怎么夺？刘成小儿，老夫宁愿少吃一顿肉夹馍，也要与你势不两立。太师，既然刘成只派了3万人来此，我军凭借梅坞城的坚固，完全可以与其周旋。另外，可以派人去北地郡，将李肃将军的2万大军调回前来保卫梅坞。还是文攸懂本太师，就按文攸说的办。那派何人前去北地郡？太师，不然就由在下亲自前往北地郡一趟。不可，文攸留在本太师身边，换一个人去。太师，不如由我来跑一趟。燕桃，就依文和先生所言，此次辛苦先生一趟，待先生回来，本太师重重有赏。文和先生一路小心，在下派500人保护先生，趁着骠骑军还未赶来梅坞，早早出发。请太师放心，在下必定将消息带给李肃将军。贾诩拜别李儒和董卓后，来到了自己的院内。文和先生，不知情况如何？放心吧，祝将军，一切尽在掌握中。傻柱乃是刘成特意培养的情报队长，是当初黄巾之乱的时候流落到固安县的流民。此次前来梅坞，也是刘成下令让傻柱前来。文和先生高明，着实令在下佩服不已。好了，如今按照计划，我即将出城，你随我一道，带我去见关羽和张辽2位将军。其他的事你都安排好了吗？文和先生请放心，城内有在下的副手2人负责接应，一切按照计划行事。如此甚好。随后，贾诩跟随傻柱离开了梅坞，去往关羽、张辽所在地。一炷香后，傻柱找到了关羽、张辽大部队驻扎的地方。来人止步！你等是何人？我乃主公麾下将军傻柱，告诉关张2位将军，我有要事禀报。虎背铁拳菊花心，下一句是什么？焦黄酥脆2张皮。将军稍等，先委屈将军在这等着，我去禀报。文和先生别来无恙啊！虎牢关一贬，云长将军风采依旧啊！文和先生，在下张辽张文远。文远将军和凤仙之间的事，我早就耳闻，能入的凤仙之眼，可见文远将军非比寻常。文和先生谬赞了。几人寒暄一阵子后，关羽就将贾诩和傻柱领进了兵马驻扎的地方。文和先生，关某很疑惑，先生此番出城不知有何安排，我等该如何攻入梅坞？此番出城，董卓打算让在下前往北地郡，将李肃的2万大军调回梅坞，以防2位将军攻城。先生，一旦李肃回来支援梅坞，我等计划可能会功亏一篑啊！真的李肃当然不能来，只能来假的。
这时就有2位将军率麾下将士假扮城北的军，待5日后由我去叫开城门，斗卓绝不会怀疑有诈。这样一来，不就轻轻松松的夺取梅物？难怪主公总是盛赞文和先生计谋无双，算无一色。今日真是大开眼界。于是关羽下令全军原地休整5日，待5日后入夜时分再兵进梅坞城。主公，袁绍最近的行为似乎有些反常。的确如此，似乎只想着消耗我军兵力，难道另有异动？主公，我军不能坐以待毙，最好要防范于未然。公台所言在理，立即传令下去，关注兖州和青州的一举一动，一有消息火速传回。刘成很担心曹操和袁绍能达成协议，继而对冀州用兵。主公，自从冀州之战以来已有月余，如今我军伤亡接近5000人，若不是华佗大夫医术高明，恐怕这个数字更加恐怖。怎么会这么多？虽然袁绍损失的兵力比我军只多不少，但是他背后似乎有大量的士卒援助钱粮，短期内就能招募大量的新兵冲入军中。这些个老东西，我们如果募兵的话，钱粮方面能应付过来吗？我军虽说有3州之地，但是滨州丁原一死，整个滨州的钱粮早就被瓜分一空。至于幽州，钱粮只能勉强应付我军当前的消耗。冀州虽说富裕，但是韩忠为人宽厚老实，冀州各郡太守拥兵自重，恐怕也没多余的钱粮。难道真的要放弃冀州和滨州吗？主公，只有保存实力，来日方可东山再起。不过可以等云长和文远2位将军的消息再做定夺。末将周仓拜见主公。周将军，快请起！你怎么回来了？云长和文远啊？回主公，末将等人在关将军和张将军的带领下攻入长安城，俘虏将卒1万余人。云长和文远干得漂亮，他们现在人在何处？2位将军率军直奔梅坞，命末将前来汇报消息，并请主公定夺。此事我和公台商议一番，周将军先行下去休息一番，明日再出发返回长安。是主公，不过城外的粮草还请主公派人接收。什么粮草自重？回主公，我军攻入长安城后，第一时间占领了粮库和军需库。如今末将率领1000名将士将其运回了齐关。有多少？具体末将来不及清点，不过听关将军说，这些粮草足够5万大军2年用度。这招兵买马的钱不就来了吗？没错，主公，有了这些粮草，再加上冀州和幽州现存的粮草，我们至少可以再招8万人。8万人足够了，传令给公羽，命其先募兵4万5千众，补充到齐关来，再招募3万5千人，补充到幽州驻防。主公。二弟，此次让你去幽州，是去训练新兵的，你可不能偷懒。放心吧，大哥。顺便保护一下蔡小姐和貂蝉小姐。大哥放心，俺一定保护好诸位嫂子。长安城梅坞外，张辽、关羽、贾诩3人已经早早的从白天等到了黑夜。按照此前的计划，今夜就是突袭梅坞的时机。 2位将军，待会由在下去叫门，大军依次进入城内，进城后优先夺取城门。文和先生放心吧，到时候由文远率人夺城门，我直接杀入城内。董卓倒是其次，主要的是皇帝。云长将军，你到时候随我先去救皇帝。一切凭先生吩咐。 深夜，梅坞城墙上2队巡逻兵正在巡逻。他瞄的，自从骠骑军打到长安，咱们的日子可惨了，害得老子没日没夜的守着这里。谁说不是呢？老子都好几日没去吃肉夹馍了，都给老子憋得不行了。都他喵的放着好日子不过，一个个的杀来杀去，真是苦了咱这些大头兵。就在这时，大地上响起一阵轰鸣声。 什么情况？难道骠骑军打过来了？来人止步！尔等何人部下？将军在下贾诩，回来赴太师命。原来是文和先生哦！末将这就打开城门，放先生进城。有劳将军了。文和先生为何不见李肃将军？李将军得知长安城只有几千骠骑军后，便带着5000人前往长安，让我先带着人回来，以防骠骑军进攻梅坞。既然如此，文和先生快带人入城吧。谢过将军了。 报告军师，文和先生已经返回。文和先生他人在呢？回军师，文和先生此时应该刚刚进城，稍后必定前来向军师复命。文和办事果然靠谱。对了，李肃将军呢？回军师，李肃将军带了5000人前往长安城了哦。什么？他去长安干什么？不知道长安已经落入了骠骑军手里了吗？ 此事你是如何得知？回军师，此乃文和先生叫开城门时，看门士兵得知的。赶紧召集城中将士前往太师府，来不仅解释了，赶紧去，我去太师府等你们。在下骠骑将军刘成麾下大将张辽拜见陛下。贾先生，怎么是你？你怎么在这里？
陛下，在下一直以来都在骠骑将军帐下效力，此次奉骠骑将军之命前来营救陛下。朕就知道，朕的刘皇叔绝对会来救朕的。续接上集，贾诩骗开梅坞城门，城内的李儒识破贾诩已经叛变，立马集中将士来到太师府。文攸，这么晚何事如此惊慌？太师，大事不妙，骠骑军攻进城来了。董卓的睡意直接一扫而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具体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不过若是在下没猜错，应该是文和叛变了。什么？我待文和不薄，为何他如此负我？启禀太师，大量骠骑军已经攻入城内，如今东门已经完全失守。啊！混账东西，是谁将骠骑军放进城来的？回太师，是文和先生炸开城门，将骠骑军放进来的。贾文和，本太师是要将你碎尸万段。此时的董卓像是一头发疯的狮子，恨不得现在就提剑砍了贾诩。太师息怒，此地不宜久留，我们赶紧逃吧。现在能逃去了，天下之大，还有我等容身之地吗？太师切不可自暴自弃啊！我等可以前往壶关、玉波寺、张继两位将军会合，那里还有5万人马，借助壶关的地势，足以抵挡一阵子。董卓有些犹豫，他实在是舍不得丢弃梅坞的一切，这些年搜刮的钱财宝物、粮食兵器全部囤积在此处，如今逃跑的话，这些东西肯定带不走。太师，文攸先生言之有理，大丈夫能屈能伸，何必拘泥于一时？罢了罢了，走吧，就按文攸说的办。另外，城中的粮草全部给烧了，绝技不能留给骠骑军。是，太师。等等，派人将小皇帝带上，一起去壶关。属下遵命。另外一边，把守城门的董卓军几乎被清理干净。此时，张辽和关羽聚集在贾诩身边。文和先生，城门已经完全被占领，我们接下来该如何？云长将军，你带着一队人前往北门，在下估计董卓可能要从北门突围逃跑。那此处就交给2位了，我带人去北门那边看看。云长小心。文和先生，那我呢？文远将军，你随我去行宫救皇帝，事不宜迟，赶紧出发吧。此时城西的院子外围满了全身披挂的董卓军。你们是何人？要带朕去哪？快放开朕！朕哪里都不去。老实点，再叫老子嘎了你！老子这辈子杀人无数，还不知道嘎皇帝是什么滋味。刘协顿时不再言语，走，直接将皇帝塞进马车，然后去北门和太师会合。就在此时，一阵轰隆隆的声音传来。完蛋，敌军过来了！全军突击，营救天子！当最后一名董卓亲兵被砍下脑袋后，汉献帝刘协才缓过神来。在下骠骑将军刘成麾下大将张辽拜见陛下。贾先生，怎么是你？你怎么在这里？陛下，在下一直以来都在骠骑将军帐下效力，此次奉骠骑将军之命前来营救陛下。朕就知道，朕的刘皇叔绝对会来救朕的。陛下，此地不宜久留，不如随我等速速离去。贾先生、张将军，你们既然是刘皇叔的人，朕都听你们的。随后等人带兵往西门而去，准备和关羽会合。文和将军等一下。文和先生，不知道有何吩咐？文远将军，咱们就这么离开，岂不是有些可惜？文和先生是什么意思？据我所知，这梅坞对于董卓来说就是他的大本营，所以他将自己这些年搜刮来的东西全部囤积在梅坞藏库中，而在下又恰好知道藏宝库的位置。哦，竟然还有这等好事！那既然如此，我等先去占了藏宝库，再去和云长会合。在下正有此意。此时仓库外面，一队董卓兵举起火把，准备将这些粮草付之一炬。队长，真要烧吗？快烧了吧！在磨蹭等太师知道了，必定会惩罚我等。队长，如今太师自身都难保，哪里管得上我们？不如我们一人搬一点财物逃出城去吧。是了，队长，不如我们逃吧。我都听说了，骠骑军战力天下无双，我们这些人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何必送死呢？平日里太师对大家都不薄，现在谁再敢说一句废话，老子立马宰了他！赶紧给老子点火，烧完这里，我们去跟太师会合。在董卓军看来，自己只是混口饭吃，平日里根本就没捞到多少好处。如今董卓都大难临头了，倒不如趁着人多眼杂的时候溜出城去。怎么还不动手？他喵的，火把给老子，老子来烧！速度拿下这些人，胆敢反抗者，格杀勿论。我们投降，请将军饶命！就在张辽夺取了藏宝库后，城南处的关羽怎么也没想到，董卓的逃跑速度竟然这么快。将军，接下来怎么办？我们追不追？文远刚刚已经派人传来消息，皇帝已经被他救了下来。我们先去和文远会合，留下一队人打扫战场，其他人跟我去藏宝库。
张辽看着眼前的财富，震惊得无以复加。原以为自己已经想得很夸张了，但是现在一看还是有些保守。文和先生，这也太多了吧？文远将军有所不知，此前洛阳国库内绝大多数的粮食财物都被董卓带来了霉物，再加上他这些年的搜刮，所以才会如此之多。可是这些粮草，我军就是想运往齐关，恐怕心有余而力不足。张将军，敢问为什么要运往齐关？文和先生，这是何意？长安城易守难攻，城墙高大，如今我军攻下来长安，这样的机会岂能如此浪费？文和先生的意思是，我军直接驻守长安？没错。可是主公那边会同意的。先生为何如此有信心？因为西凉这块的情况远比中原复杂得多，主公将来欲要争霸天下，长安就是套板之一。几日后，突如其来的皇榜震惊天下。朕自即位以来，落于董卓之手，今得皇叔刘成救朕于水火之中，朕感激不尽，念皇叔之功，封皇叔刘成为大司马，领冀州牧、幽州牧、滨州牧。朕年少之时，奉先皇之命，拜皇叔为师。今朕得于脱险，暂随皇叔于冀州学习。众爱卿若有事，可来冀州见朕。朕闻大将军袁绍与皇叔征伐不止，即日起罢兵休战，不得有误。风笑，此事你怎么看？主公，在下也不清楚刘成是怎么做到的。若是仅仅派人秘密偷袭长安，倒是不难。可是为何董卓的大军就这么轻而易举的被拿下？此事就蹊跷在这里。董卓驻扎在长安的守军至少有5万人，再加上长安城和梅坞的城高墙厚，没有2倍以上的兵力不可能打下来。江夏郡，孙坚和刘表2人已经对峙已久，双方兵力接近，再加上刘表占据了地理位置的优势，所以孙坚强攻数次也没占得什么便宜。骠骑将军真乃当世罕见英雄也。父亲何故长他人威风？此事交由我来，我也可以做到。侧耳不得胡说，为父见过刘将军，此人谦谦君子，温和如玉，麾下将士皆为无双猛将，此人我生平很少见。汉献帝刘协在董卓的挟持下，每日馒头加咸菜，而我为了营救汉献帝，与贾诩里应外合，兵进梅坞城，成功解救刘协，并带到了我的地盘冀州。接着奏乐，接着给朕舞。太后娘娘，刘将军真是好本事，年纪轻轻就立下这么大功劳，往后等陛下回宫，太后母子就能立马团聚了。刘将军乃是皇亲国戚，更是协儿的叔叔辈，自家人当然比外人靠谱。那些个诸侯一个个只知道争权夺势，心里哪里有想当皇帝？太后教训的是，奴婢也是这么认为的。好了，这些大事不是你能议论了，稍后召见文武百官，看看他们怎么说。此时袁绍看着手中的圣旨，怒火攻心。刘成小儿居然敢如此做派，那皇帝封刘成为大司马，明显的就是想压自己一头，让自己这个大将军名头变得成为个笑话。主公，如今皇帝就在冀州，如果咱们继续攻打冀州，对皇帝恐怕不敬啊。但是就此放弃的话，自己举兵15万，背负骂名与董卓合作，到头来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落得个骑虎难下的局面。主公，其他的不说，这天下的舆论就够咱们喝一壶了。此事先缓缓再说吧。自从刘协来到冀州后，感觉自己从未如此轻松过。皇叔，这一杯朕敬你。昔日在洛阳初见，皇叔不仅救了朕母后的性命，如今更是救了朕的性命。皇叔之恩，朕没齿难忘。陛下过誉了，先帝待臣不薄，臣又受太后嘱托，这些都是臣应该做的。皇叔不必见外，朕的性命都是皇叔救的。陛下，这是传国玉玺。此前诸侯共聚虎牢关讨伐董卓时，臣第一个进入洛阳。太后为了安全起见，将此物交托与臣保管，今日物归原主。皇叔，这东西就放在你那里保管吧，朕暂时也用不上。陛下，这恐怕不太合适吧？没什么不合适，皇叔就拿着吧。这样一来，皇叔行事也能方便些。难怪刘成时不时的就能弄来一份圣旨，如今总算明白了是怎么回事。自己这辈子做的最对的决定就是将冀州让给刘成啊。酒过3巡，菜过5味，刘成拜别了刘协，准备返回齐关。陛下，您在此暂行居住，臣先去齐关坐镇。如今袁绍大军依然不撤，臣有些放心不下。皇叔尽管去便是，朕在这里可比梅坞好太多了。再说了，有韩将军在，皇叔放心。很显然，刘协还沉浸在自己终于脱困的兴奋境中。刘成安排了一番后，便在张飞等人的护送下直奔齐关。贾诩在齐关已经待了数日，当日破了梅坞后，由关羽护送贾诩回到了齐关。文和，你来说说吧。主公，是否想问为何在下要陛下给袁绍发去圣旨？没错。
主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袁绍此人虽说刚愎自用，但是麾下沈佩、冯骥等人确实有些才能。圣旨不是让他退兵，而是逼着他继续用兵。这是何意？难道袁绍退兵对我军不妥吗？主公，您想，若是袁绍退兵撤回洛阳，皇帝也无理由久居冀州，除非迁都。一旦皇帝回了洛阳，那袁绍可就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毕竟他可是实打实的大将军。有点尴尬了，当初自己为了稳住袁绍，才让何太后下令封袁绍为大将军，如今看来确实有些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文和先生，陛下也封了主公为大司马，岂不是在袁绍之上？可是皇帝在洛阳啊，如今袁绍手握重兵，若是控制住皇帝，这比时常是恐怖多了。若袁绍再找个理由对其他诸侯用兵，主公就是想管也管不了。一旦袁绍吞并了其他诸侯，到那个时候，主公的处境如何？真不愧是毒士，就这番分析人心的能力，一般人还真是望尘莫及。文和，那依你的意思，此战必须继续打下去吗？没错，不但要打下去，皇帝也必须保证在主公身边。文和说的没错，此乃乱世，更何况咱们麾下10数万将士，就算想做个安安稳稳的诸侯，其他人也不会相信。这天下积弊已久，身为皇室宗亲，吾辈义不容辞。大哥，就等你这句话了。无论你干啥，俺都为大哥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我等愿为主公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好，好，好。对了，文和，袁绍那边如果直接罢兵休战呢？不可能，袁绍一定会打下去的。文和，你为何如此断定袁绍会打下去？若是袁绍还能忍得了，那就直接让皇帝派袁绍去对付匈奴；实在不行，就将袁绍封为扬州牧，让他们两兄弟斗去吧。文和，长安如今并无战事，不如你留下来帮我吧。主公，在下待在这里并没有多大作用，但是长安不一样，在下在长安盘踞多时，所以还是待在长安协助文远将军比较合适。既然文和心意已决，那我也不再勉强。长安距离此路途遥远，将少兵寡，若是发生意外情况，你和文远一定要保全性命。许定不负主公所托。贾诩离开后的次日，刘成便按照贾诩的计划，给袁绍送去了一道圣旨，内容与贾诩说的一样，责令袁绍立即罢兵，如若不然就罢免了袁绍大将军的职位。庶子安敢如此欺我，真是气煞我也！雷惹，立刻点兵，本将军定要踏平其关，杀了刘成小儿，以泄心头之恨。主公不可。匹夫，难道你要阻止我？沈佩当场愣住了，他没想到自己一直效忠的对象，竟然当着所有人的面叫自己匹夫。说的合适。圣旨毕竟是皇帝下的，主公如此做法恐怕招人非议。主公，前些日子刘成派人送来圣旨，令主公罢兵休战，今日又如此出言不逊，休以为刘成就是仗着皇帝的名头作威作福，对主公大不敬。那你觉得应该如何？主公，在下觉得即刻派兵攻打齐关，将皇帝迎回洛阳，天子自当居住在天下之中心。你们觉得如何？主公放心，有我何颜良在，并助主公荡平齐关，取了刘成的项上人头。主公配不赞同进攻齐关。正南有何高见？刘成3番5次的派人来让主公退兵，此事似乎有些蹊跷。他根本不是想让我军退兵，反而更像是为了激怒主公。所以在下以为，如今最好的方法便是撤回洛阳。本大将军举兵15万进攻齐关，如今寸功未见，被这如同废纸一般的圣旨恐吓一番，就灰溜溜返回洛阳，岂不是让天下英雄耻笑？主公，可是休要可是，如今我意已决，明日晌午开始攻城。陈宫接到探子的传讯后，立马来到了城主府向刘成禀报。主公，城外的袁绍大军有所异动。袁绍这么快就忍不住了。正如文和所言，袁绍果然受不了这个侮辱，看样子这一仗有的打了。我二弟典韦那边已经招了8万新兵，日夜操练，是时候拉到战场上磨练一番了。主公的意思是将这8万人调到齐关来吗？不。如今齐关这里只需要守城即可，并不需要这么多人马。我打算派一队人马去云中。主公是想去对付北边的匈奴？没错，匈奴乃滨州大患，我军要掌控滨州，绝对绕不开北边。可是这支新兵行吗？不经历战争的磨砺，军队永远无法成长，行与不行都要去试试。那主公打算派哪位将军去？让子龙和凤先去吧。可如今奉贤将军正在壶关和董卓军对峙，一时半会可能走不开啊。无妨，董卓目前如同丧家之犬，无足为惧。壶关的郭汜和张继想来也不敢轻举妄动。另外，丁原之死对奉先影响不小，如今趁着这个机会让他去收复滨州也算了，却他一桩心事。而子龙行事稳重，心思缜密，此前跟随公孙瓒数次与草原各族交手，对那边情况较为熟悉，实乃此战不可或缺的将领。主公安排妥当，公佩服不已。公台过誉了，奉先和子龙那边就麻烦你去告知一声，令他2人择日出发。主公，
在三国，我将汉献帝救回了我的地盘幽州，而曹操和袁绍说我挟持天子，集结25万大军共同讨伐我，看我如何拿捏他们。启禀主公，最近有些风言风语，在下特意来禀报主公。公语但说无妨。主公，如今外面传遍了说主公乃第2个董卓，胁迫皇帝令其不得返回洛阳。这舆论战居然吵到了自己头上，公语可知消息从哪里来的？是听城内一些商人口中传出。咱们的情报营有消息传来吗？此事在下询问过情报营，消息的源头似乎来自袁绍，还有兖州曹操。袁绍也就罢了，这曹操老小子果然不是个好东西啊！看样子也耐不住寂寞，担心自己壮大，所以利用这些舆论来给自己施压。公语不必在乎别人的看法，如今当务之急就是粮草军需，其他的事暂且放置一旁。如今骠骑军相当于4线作战，张辽率兵在长安，张合在滨州湖关牵制张继和郭汜，关羽、徐晃、张飞在岐关与袁绍对峙，赵云、吕布在五原对付匈奴，10多万的人马粮草消耗绝对是个天文数字，一旦出了差错，不需要袁绍、曹操等诸侯动手，刘成大军绝对瞬间瓦解。主公，奇关告急。快说奇关怎么了？启禀主公，关将军飞鸽来信，袁绍和曹操联合举兵25万大军，连日进攻岐关，如今岐关危在旦夕。真是怕什么来什么，曹操这老小子还真不是个省油的灯，快去将子敬、袁浩还有我2弟请来。是主公。对了，河内郡太守王匡也参与其中。快去。主公，凭借我军10万人马的兵力难以阻挡啊！这王匡想必是见我军兵力被牵制在五原，借此机会趁火打劫。不一会儿，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主公，大哥，事情你们应该也知道了，如今我军该当如何？主公，不如将张合将军的3万大军调回岐关，而后再让典韦将军领兵前去支援。如此一来，有这7万大军的加入，我军足以守住岐关。主公，我支持袁浩的做法。主公，此举虽然可以解决岐关的危机，但是否有些不妥？愿闻其详。只要张合将军3万大军加入到岐关，那湖关的5万董卓军以及张扬的2万大军，恐怕会瞬间加入到袁绍和曹操联军，到时候我军压力更大。难道如今只能选择死守岐关，或者放弃岐关？主公，如今之计最好放弃岐关，死守意味着伤亡。我军如今兵力分散，如果伤亡过大，恐怕会连累幽州。主公，不如将4万幽州新兵调往岐关，若是能守住最好，若是守不住，那即刻放弃岐关。另外，王匡此人10有8九是被胁迫，可派人去策反他，最后再派人前往扬州联络袁术。袁术一直以来对兖州垂涎已久，只要袁术出兵攻打兖州，那曹操必定撤兵回援。这个办法好，就按照子敬说的办。不过该派谁去呢？主公，扬州在下很是熟悉，愿意亲自跑一趟。此事事关重大，请主公应允。既然如此，那就辛苦子敬跑一趟，切记注意安全。主公，王匡那边就由我去吧。袁浩，我给你一道圣旨，你带上给王匡送去。若是他再搅和进来，他日我定要他好看。是，主公。2弟，你领着4万新兵即刻前往岐关支援，记住，事不可为，立即退往邺城。我会给你一封信，到时候你交给公台，他知道该怎么做。大哥放心，俺知道。此时曹操和袁绍在岐关屯兵25万，曹操麾下10万人马，由大将夏侯惇、夏侯渊、曹仁率领，袁绍则拥兵15万，由颜良和文丑率领。在曹操和袁绍这几日不要命般的强攻下，岐关城墙已经略显破败，整个墙头的掩体都有不同的损坏。于常，情况如何？暂时无碍，我已命令周仓在城头守着，今夜恐怕有暴雨，想来袁绍和曹操也不会下令攻城，让将士们今夜轮流好好休息一番。连日来的作战，想必大家都很疲倦。军师，既然今夜有雨，想必袁绍和曹操那2个老小子绝对会放松警惕，不如让俺今夜带人去偷袭一番。不可。军师，这是为何？此战过于冒险，曹操能从一个小小的校尉将军成长到今天这个地步，咱们能想到的，他麾下的谋臣武将也定然能想到。更何况雨夜偷袭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俺当初就瞅曹操这老小子不是个好东西，昔日与俺大哥称兄道弟，今日却趁火打劫，趁着大哥派人去五原，直接背后捅刀子。岐关外，袁曹联军大营内，袁绍和曹操一同坐在守卫上，左右两边各自坐着双方麾下的一些重要的谋士和武将。孟德，岐关如今岌岌可危，刘成最多只有几万援兵可以派来。明日你我一同出兵，一鼓作气将岐关拿下。孟德以为如何？既然如此，那明日一早便开始攻城。不过本初兄可不要忘了你我的约定。两人的约定便是拿下岐关后，冀州便唾手可得，到时候二人将冀州瓜分。本初兄今夜安排人值守了吗？万一骠骑军趁
趁着雨夜来偷袭。孟德，你太胆小了，外面下着瓢泼大雨，骠骑军怎么可能会来袭营？真是个匹夫！许褚，你安排人巡逻一下，一旦骠骑军出现，立即通知所有人。次日清晨，天还蒙蒙亮，袁绍和曹操的20万大军已经整个待旦。看样子，袁绍和曹操已经准备死磕了。军师，让俺带人去慰慰他们吧。不可，先静观其变，吩咐下去，随时准备迎战。哼，俺忍不了了，俺要出去跟曹贼、袁贼决一死战。三弟，二哥，你也想拦着俺？三弟，你忘了大哥说的话了吗？快跟军师道歉。军师，俺冲动了，求军师责罚。翼德将军无需这般，大家的心情我理解，但此时务必以大局为重。我乃兖州牧麾下大将夏侯惇，尔等可敢出城一战？军师，我去会会这夏侯惇吧。于常，此战就由你去吧。是军师，关某定不负所托。说罢，关羽提着青龙偃月刀直奔城下。夏侯惇见来人是关羽，顿时收起了轻视之心。此时曹操却脸色不好看。孟德兄为何愁眉苦脸？难道认为夏侯将军比不上这关羽？本初兄有所不知，在曹某看来，这关羽乃刘成麾下仅次于吕布的存在。原来如此。就在袁绍怔怔出神的时候，战场中已经对峙起来。夏侯惇大吼一声，提着铁骑之刃直奔关羽而去，准备先发制人。关羽下定决心，速战速决，速度快如闪电。一时间，夏侯惇吓得亡魂大冒。关羽看着离去的夏侯惇，也停下了手中的动作，不再追击。主公，末将朕妾失礼，请主公责罚。袁让不必介怀，胜败乃兵家常事，并无什么大碍。本初兄，咱们如今人数胜他们数倍，何必再次浪费时间影响军心？不如直接下令攻城。如此甚好。全军出击！城墙上的陈宫见状，脸色一变。徐将军、曾将军，你二人各领2万人马前去迎敌。军师，那俺呢？典将军，4万新军连日赶路，此时恐怕人困马乏，战力不足，下令让他们死守城门，一旦敌军攻城，必须阻挡住。另外，磨刀营不到关键时刻不要动用。是，军师。此时张飞、徐晃已经领兵出城，与袁曹联军杀作一团。孟德，没想到刘成如此的蠢，竟然安排一个谋士来号令众将。如今这4万人恐怕就要葬身于此了。但愿如此吧。典将军，是时候带磨刀营出城了。不一会儿，典韦一马当先，手持无双铁戟，朝着敌军冲了过去。身后5000磨刀营，个个身披铠甲，手持磨刀杀入战场。袁术一介鼠辈，他哪里来的如此胆识竟敢偷袭我的兖州？孟德别急，旗关快被我们拿下了。续接上集，典韦亲自率领5000磨刀营冲锋，凭借磨刀营的优势，竟然硬生生的抵挡住了曹袁两军的联合冲锋。曹操没想到典韦竟然如此勇猛，本以为关羽、赵云已经堪称勇猛无敌，没想到这个典韦竟能越战越勇。快拦住他！典韦朝我来了。主公莫慌，许褚在此，典韦莫要嚣张，有我在此，你休想伤害我家主公。军师，你看，所有人都上阵了。二哥率领的5000人马已经将敌军战阵冲乱，赶紧让我上吧！俺老张的丈八蛇矛已经饥渴难耐了。云长，歇息好了吗？军师放心，区区一个夏侯惇，关某还没费多少力气。那就劳烦云长你一趟，率领1000铁骑，以极快的速度，借助典将军破开阵型的缺口，冲杀曹军大营，一定要逼出曹仁和夏侯惇2大战将。是军师。关羽出马，人挡杀神，率领人杀向曹操。紧急时刻，曹仁出手抵挡，看着双方兵马打得有来有回，张飞心里更是急痒痒。军师，怎么你光派典韦营长出马，就独留我一个？到底是何故？难道是看不起俺老张？张将军莫急，正所谓一鼓作气在而衰，三而竭。张将军以逸待劳，必然能发挥出重要作用。此时的另一边，却有一个人比张飞更加着急，那就是袁绍。这个曹孟德到底行不行啊？手底下的人怎么连区区几千人都拦不住？够了，曹操的人马快不行了，你们赶紧出手，不然就算赢了，功劳也被曹操给抢占完了。主公，万万不可啊！主公，此时我们应该以逸待劳，等他们双方打得精疲力尽，再以逸待劳出击。好你个正南，竟敢质疑我的决断！到底我是主公还是你是主公？主公，你误会在下了，在下也是替主公考虑。而且曹操那边虽然局势混乱，但并未明显落于下风嘛。主公应静观其变。雷惹，此人妖言惑众，混乱军心，给我把他押下去，收监大牢，择日问斩。求情者与他同罪。
反观曹操这边，看似慌的一批，实则稳如泰山。主公，战况对我们不利呀。放心，场上看似对我军不利，实际上利大于弊。典韦、关羽二人再强，又岂能敌得过千军万马？我方兵力充足，只需要不断消耗他们的体力就行。等我击败刘成，收复他们2个，胜得10万雄兵。很快，随着张飞的加入，曹兵也渐渐落入下风。关羽、典韦、张飞3人果真勇猛无敌，下令撤退5里地，安营扎寨。另一边，居易高览和关羽、张飞交手，瞬间就被击败。居易直接被关羽生擒，高览幸运的逃走。曹操刚率领大军完成撤退，扎好营地，袁绍就率领着他的大军回来了。孟德，我后悔呀，真是后悔呀！你才刚走，曲艺高览就遇上了关羽、张飞，我就被夹击。幸亏手下不将拼命相护，才能逃脱。早就跟你说过，听我指挥，你非不听。如今我25万大军与刘成大军交战，竟然没占多少便宜，还被打得后撤了5里地。那接下来我们该如何？是继续强攻，还是为首起来？我方大军占领人数优势，我们虽然被打得后撤，但主要优势还是在我们这边。可惜居易高览擅自出战，折损了不少人马，打乱了我原本的排兵计划。哼，到底是谁让我派曲艺高览2人出战的？坏了我曹袁联盟大事，我一定要把他给斩了！是谁？主公说出此话，肯定是不想为这次拖后腿负责。看来我得给主公找个台阶下才行。主公，都是那沈正南教唆，害得主公发兵失误。就是他用激将法逼我出兵。孟德放心，像这种蛊惑军心者，我定斩不饶。许攸，等这奇关城门一破，直接将他斩首。谨遵主公命令。孟德，我的部将就交给你调遣了。按照约定，攻下奇关，地盘我们2人1人1半，你可不要食言啊！这个匹夫还真是一个鼠目寸光、色厉胆薄的匹夫，还未胜就想着分地盘儿。放心吧，本初兄。结果第2天，曹操就收到了急报，主公，袁术率领5万铁骑连夜偷袭兖州，请求主公回援哦。袁术一介鼠辈，他哪里来的如此胆识，竟敢偷袭我的兖州？孟德别急，奇关快被我们拿下了，等打赢这场仗再回援也不迟。至于袁术那边，待我修书一封，相信我和他表兄一场，会卖我这个面子的。哼，你的意思是我先把兖州让给袁术，等拿下奇关，你再帮我把兖州从袁术手中拿回来是吗？你觉得我像傻子吗？曹操当即下令大军撤退，回援兖州。曹孟德，如今战况紧急，你走了我怎么办？我的大军撤走，你的军队数量依旧要在刘城之上，胜算依旧很大。另一边，刘成已经接到急报，主公，曹操率领的10万大军突然从奇关撤退，直奔兖州大本营而去。看来子敬的劝说大获成功了，袁术偷袭兖州，曹操必定回防。主公，袁浩回来了，王匡那边谈得如何？那王匡真是个利欲熏心的小人，直接狮子大开口，借口大捞一笔。此次我给他带去了不少金银财宝，他才答应暂时不出兵。只是暂时不出兵吗？王匡担心此时反水会被曹操、袁绍记恨，只能保证名义上站在他们那边，但绝不出兵。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那些金银财宝就让王匡先替我收着，总有一天整个河内郡我都要收入囊中。对了，子敬劝告袁术攻打兖州的计谋已经成功，可袁绍手下还有15万虎狼大军，虽然我们暂时还能抵挡，但长此以往必然陷入被动。主公，袁绍大军看似强悍，但袁绍本人豪猛无断，想对付袁绍大军，只有从袁绍身上想办法。另一边，袁术带着鲁肃进攻兖州。兖州这块肥沃之地可是曹操的大本营，他的军械钱饷可都存放在兖州啊。主公，沿线来报，3个时辰前有一支运粮部队带着大批粮草辎重出城，难道曹军已经缺粮了？曹军这么快到奇关，肯定是轻装快行，粮草带的不多。来人，派出一支骑兵，先把曹操的运粮部队截了。袁将军，若想攻占兖州，我建议最好不要切断曹操的运粮部队。这是为何？曹操大军此时必然料到兖州被偷袭，肯定会全速撤回原防。如果等他们快马加鞭赶到兖州，我们很有可能会被两面夹击。倘若曹操遇到自己的运粮部队，肯定要先将粮草安置，这会大大增加他们的行军时间。没错，曹操此人奸诈多疑，这兖州内声称有2万守军，那肯定不止2万。他若看到自己的运粮部队安然无恙，肯定会疑神疑鬼。全军听令，不必追击曹军运粮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强攻兖州。
成功了，我终于成功了！炸膛了21次，终于掌握好了火药的配方量。主公怎么一个劲的在傻笑？不知道，但主公如此高兴，必然是有他的道理。估计是肉夹馍吃多了，副作用上来了。什么？王匡拒绝出兵，他到底什么意思？明明答应好了结盟，却在关键时刻掉链子。主公，据眼线来报，3日前，刘成手下谋士之一的田丰似乎带着大批金银财宝去找到了王匡，会不会是这个原因？不可能，王匡此人不吝财物，经常好施于人，并不看重金钱。这样一个人，怎么会因为金银珠宝而违背盟约？又或许金银财宝只是诱导，刘成肯定与王匡秘密做了什么其他的交易。这个倒是有可能。哼，这个王匡竟敢对我阳奉阴违，等我进了幽州，第一个就要收拾他王匡。对了，主公，奇关守将换了战术，有点为徐晃和关羽、张飞轮流守战，咱们是否继续强攻？继续强攻，我就不信了，我15万大军啃不下一个奇关。禀报主公，15架投石车已经就绪。终于到了，曹阿瞒以为没有了他，我就没办法攻下奇关了吗？是时候让我这投石车派上用场了。怎么一股子火油味？他奶奶的！袁绍这是在玩什么花样？打仗就打仗，难道还想放火烧城？此乃投石车，袁绍大军攻城器械中的秘密武器，极少亮出来。看来这个袁绍是对奇关志在必得了。军师，主公来令，这是主公快马加急送来的锦囊，请各位将军依托主公之计行事。陈宫立刻接过锦囊，打开一看，军师，大哥说了什么？欲破袁绍，须以攻心。大哥，这是什么意思？军师你就别卖关子了。主公的意思是，袁绍大军强攻难以取胜，防守无法反击，这是要我们针对袁绍本人想办法。哦，各位将军，依我之计行事。OK 不 OK？OK。很快，袁绍率领大军来到奇关前。城内守将，我家主公不忍大开杀戒，所以大发善恩，愿意再给你们一次机会。若是放下兵器开城投降，就还有活命的机会；否则便以天火流星，顷刻之间取尔等性命。我凭什么相信你们进城之后不会伤害我等守将性命？主公，听陈宫这口气是害怕了，估计是想投降啊！若我能不费一兵一卒就拿下奇关，自然是不错。许攸，你跟陈宫说，只要他肯率领奇关全部守将投靠我袁绍，我不但不会伤他们一兵一卒，还会以厚恩接待他们，俸禄军饷保证是刘成的3倍。主公，此事蹊跷啊！陈宫据守这么久，怎么会突然愿意开城投降？恐怕有诈啊！我投石车都亮出来了，那陈宫想必是早已听闻，肯定是心生害怕，所以才投降。这有什么奇怪的？你只管按我的话跟他们说就行。主公，可是没有可是，照我说的办，否则肉夹馍以后别吃了。陈公台，我家主公说了，只要你肯率领奇关全部守将投靠我家主公，不但不会伤你们一兵一卒，还会以3倍俸禄军饷对待你们。此事需要员工点头答应，你一个军师说的不能算数。许攸刚刚说的话就是亲自从我口中传出，只要你等投降，我必厚待，绝不食言。员工忠臣不是二主，我只能答应让手下开城门投降，但我宁死绝不背叛我家主公。陈公台，你的能力我都看在眼里，我向你保证，我的诚意绝不比那刘成差。只要你向我效忠，绝对能一展抱负。只要你愿意跟随，从今往后你就是我帐下的首席谋士。陈宫一个将士，主公竟然待他如此恩厚，我为主公鞠躬尽瘁，竟然不如一个将士，主公万万不可啊！这必是陈宫等人的奸计。闭嘴！到底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你是不是认为我一旦不费一兵一卒拿下城池，就会抢了你的功劳，所以心生嫉妒？主公卑职不敢。哼，那就给我闭嘴！公台啊，我已拿出我的诚意，你赶紧命人开城投降吧。良禽择木而栖，能臣择主而事，希望员工不要食言。想不到曹操都拿不下的奇关，只被我袁绍3言2语不费一兵一卒轻松拿下，此事必然会被后世奉为一代佳话，想那曹操必然也会羞愤得无地自容。各位将军，那袁绍的自信已经极度膨胀，等城门一开，你等率领轻骑兵以最快速度朝袁绍冲杀，投石车也将毫无用处。此时袁绍等人已经来到城墙下，等待城门的打开。冲啊！不好，主公，我们中计了，快撤退！袁绍和许攸急忙想要撤回大军中，却被关羽轻松追上。袁贼休走，吃我关某一刀！眼看袁绍就被关羽砍中，高览及时出现，挡了一刀。主公快撤！
而典韦这边带着的陌刀队已将袁绍前线的投石车给摧毁了。陌刀营听令，以陌刀点火油，冲杀袁绍大军。一瞬间，陌刀营长刀沾满火焰，如同附魔一般，威力更盛，砍得袁绍大军节节败退。袁绍更是被吓得心惊胆战，快撤退，全部撤退！幽州内，刘成正在图纸上画着一种神秘的东西。主公，齐关那边由于袁绍中计，致使15万大军指挥失当，其中典韦将军利用投石车火油附于陌刀上，直接歼敌军2000，退敌2万。关将军擒获袁绍大将高览，斩敌5000，俘虏7000。这一切多亏了公台的安排啊！听着，鬼道也，攻城为下，攻心为上。袁绍这次吃了这么大的亏，必然心生恨意，对我们的求意肯定加大。主公，此次败退全是因为他轻敌，下一次除非我们拥有与他正面全力抗衡的力量，否则只有舍弃齐关了。放心吧，袁绍不就是仗着投石车的威能吗？呵呵，区投石车，我已经有了对付投石车的办法。敢问主公是什么办法？此乃火炮的图纸，只需要填充火药弹丸入炮膛，再以引线点火发射，声如雷震，威比天火。主公，此物真有如此神奇吗？袁浩，等我把此物造出来，你就明白了。你现在立即派人大量收集火药，可以用粮食换。没问题。1个月后，赵云等人在回幽州的路上，正好与鲁肃碰上。子敬兄，我们回来的时间居然正巧碰上。袁直兄啊，袁直兄，看来我们2人都心不如主公使命啊。对了，你说动袁术偷袭曹操的大本营兖州，战况如何了？袁术跟曹操可是苦战了一番，双方打了半个月之后，发现难分胜负，就协议商定，以曹操割地，让袁术撤退。估计是曹操的缓兵之计，说是割地，但肯定会找借口耍赖否认。不过我也没有提醒袁术，毕竟只有他们双方裂痕越来越大，主公这边才能安然无恙，高枕无忧。就在这时，突然一阵巨大的爆炸声响起。我去，刚刚那是什么声音？难道是打雷？这晴空万里的，怎么会打雷？各位将军，这几天我们连续几日都听到了这古怪的雷声哦。走，先进城看看主公去。城内。成功了，我终于成功了！炸膛了21次，终于掌握好了火药的配方量。主公怎么一个劲的在傻笑？不知道，但主公如此高兴，必然是有他的道理。估计是肉夹馍吃多了，副作用上来了。拜见主公。太好了，各位都平安回归，我悬着的心终于安稳了。主公，你身上怎么这么黑？这个大黑筒子是什么？还在冒着烟。各位，那袁绍仗着有投石车此等工程利器，但现在我们也有了堪比投石车的火器，此乃火炮，威能要比投石车只强不弱，无论是攻城还是防守，都堪比神器。火炮是什么？主公，我等还从未见识过此物。没错，这东西该如何使用？一群山炮，跟我来吧！3、2、1，聆听真理的呐喊吧！我改变主意了，我要亲自带着火炮前往齐关，炮轰袁本初。这该死的袁术，既然想让我割地赔款，还提这么多过分的要求，这是摆明了是让天下人以为是我曹操怕了他。军师啊，这什么情况？前几日主公不是都答应了袁术过分的要求吗？你不懂，前几日所有人都在，主公当然是不好意思发脾气。可现在袁术撤军了，主公又不想遵循当时的承诺，肯定要想个办法，给自己找个借口变卦，堵住天下人的嘴。那袁术多跟我要30万担的粮食，他真当我曹操怕了他吗？哼，早晚有一天我要与他一决雌雄。那主公，我们还要把协定割地换算成钱款给袁术送过去吗？送个屁，有种他自己来拿。主公，袁绍大军进攻齐关，久攻不下，反倒中了那陈宫的激将法，被打得兵败撤军。他堂堂15万大军，攻打一个守军不过7万齐关，居然不到4天就败了，是我小看了陈公台啊！主公，眼下要是我们商议好的赔偿1个月内没送过去，恐怕袁术就要急眼了。他急眼，我还先跟他急眼呢。我早晚要拿下豫州，亲至淮南，砍了袁术这颗狗头。主公，你下命令吧，我即刻就带一批壮士攻打袁术的地盘。此事万万不可着急。袁术和袁绍虽然早已经貌合神离，但到底还是血缘之亲。袁绍、袁术一旦联手，合成双刀之势，兖州恐怕不保。荀彧，你怎么看？主公，你认为袁绍会甘心败给刘成的军师陈宫吗？明白了，要让袁绍跟刘成打起来。来人，我即刻修书一封，送去给袁绍。
主公，曹操的密信上写了什么？曹操在信上说，我这次败完全是因为陈宫等人阴险狡诈，我并没有败给他，而是败给了我自己的一时大意。仔细一想，曹孟德说的这话也不无道理。如果我当时不轻敌，此时齐关早已被我拿下，我也早已入兵幽州。曹操看问题还是一针见血呀。主公，以我们如今的状况，应该要先行休整，再积蓄力量对付刘成。哼，不必休整，我法敌意相从，只要这次我不轻敌就行了。传我命令，大军休整半月，半月之后再次发兵。这次我一定要一举拿下齐关。与此同时，通往幽州的道路上，张飞骑着快马朝涿郡赶去。大哥，你单独叫俺回来干嘛？三哥，这次主公叫你回来，可是给你弄了好东西啊。什么好东西啊？莫非是珍藏的幽州城池？行了行了，三弟，你跟我来，叫你看一下我新发明的火炮的威力。转眼带着张飞来到了空旷的地方，摆着一门火炮。大哥，这是啥东西啊？黑乎乎的，比俺还黑。三弟可不要小看这黑乎乎的东西，威力不是你能想象的。看好了。哇，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三弟，我这火炮的威力如何？大哥，这叫火炮的玩意，威力也太大了吧！那么大一片林子，直接被炸没了。现在我一共弄出了3门火炮，全部都交给你吧。大哥，此言当真？这当然是真的。大哥难道骗你不成？袁绍虽然暂时被击退了，但此人心胸狭隘，此时他肯定咽不下这口气，相信要不了多久就会卷土重来。大哥，放心吧，到时候我保证炸的原贼肉夹馍都吃不了。张飞乐滋滋地看着3门火炮，仿佛已经看到自己如同天神下凡、人前显圣的画面。主公，洛阳来信，何太后已经往涿郡这边出发了。我知道了。时间匆匆过，不足半月，袁绍再次起兵的消息传来。这袁绍好快的动作，这么着急的调兵遣将，看来他是胸有成竹。我想袁绍是觉得他自己的大军都还在休整中，那齐关守军肯定也在休整，于是袁绍就想一鼓作气，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袁绍这老小子居然还会用计，这次有主公的火炮，难道咱们害怕他不成？主公，末将请命立刻去齐关炮轰袁绍大军。奉先，你跟子龙刚震慑完匈奴，而齐关守将有云长他们在，绝对万无一失。咱们这边主要是兵力不够。主公，潞关那边的西凉军与张合将军发生了冲突，恐怕要发起一场恶战。2位军师，你们怎么看？董卓那边需要如何应对？主公，不如让吕将军率领一支1000人铁骑，向董卓大军后方摸去。虽然张合将军实力不弱于董卓，但西凉铁骑除了悍勇之外，还有一个优点，那就是马跑得特别快，随时可以进攻，随时可以撤退。主公，末将愿往。好，元直那就由你跟着奉先走一趟。主公，那我的子龙，我要给你安排一个比上阵更重要的任务。何太后即将来往涿郡，你要做的事很简单，就是前去接应，确保何太后的平安。是主公，在下定不辱使命。与此同时，袁绍大军浩浩荡荡，再次兵临齐关。主公，陈宫、关羽正在训练刚招的部队，这其中有几千人是从我们这边投降过去的降军。果然不出我所料，他们伤亡情况肯定也很大。主公不可大意啊！咱们派出去的探子刚进城就打探到了消息，会不会有问题？我还用得着你提醒？难道你以为我会在同一个坑里栽到2次吗？属下不敢。赶紧催一下辎重运输的队伍，投石车和火油一定要尽快送到。是主公。此时的袁绍还浑然不知，一场炮火的洗礼正在等着他。兖州的曹操得到袁绍大军已经行至齐关，也是瞬间乐得开怀大笑。袁绍被我几封书信夸耀的，还真的又去了齐关。主公，袁绍这次恐怕是倾巢而出了。既然这样，即刻给袁术送一道信，我曹操要向他宣战。主公，此时宣战，万一袁绍大军轻松攻入齐关，兵分2路，一路向冀州，一路支援袁术，那我们可就是被前后夹击呀！荀彧啊，荀彧，你或许不清楚刘成是怎样的一个人，但我给你保证，刘成不会败。起码刘成这样的人物，败给谁也绝不会败给袁绍。你就等着看好戏吧。刘成这边也收到了齐关的消息。主公，袁绍的大军再次兵临齐关，并且扬言生死无论一个不留。这袁绍还是跟之前一样狂傲自大，他来了正好，让他看看我这火炮的威力。主公，咱们的10几名工匠紧赶慢赶，不眠不休，连续几天没合眼，赶出了3门火炮，加上之前翼德将军拉去齐关的3门，如今已经有6门了。炮弹一共赶制出了15发，6门已经足够了，赶紧派人将剩下这3门大炮拉去齐关。是主公。古人遇上现代火力，兵器
器碰上炮火天威，这么重要的一刻，我可不能错过，一定要亲自见识一下。我改变主意了，我要亲自带着火炮前往奇观，炮轰原本出。主公，兖州800里急报，什么事这么着急？曹操昨日跟袁术宣战了。曹操此时宣战，不过是因为袁绍要与我们开战，袁绍不能这个时候轻易派兵支援袁术，曹操是彻底没有了后顾之忧啊！曹操此人奸诈，这袁绍这么着急向我们发兵，必然也有他的杰作在里面。主公，既然你要亲自前往齐关，那属下有一计，我们可以断了袁绍后路和粮道，让袁绍一场大败后，再难以聚集力量重振旗鼓。不必，火炮的威力有多大，我知道。曹操和袁术那边，我们就先不管了。至于张合跟董卓的西凉军交手，一定要密切多派人观察。是主公，有袁执兄和吕布出马，董卓想来也翻不起多大的花浪。开炮！主公，您怎么来了？公台，我这次来带来了3门火炮，加上我3弟带的3门，一共6门。主公，我听张将军说咱们只有8枚炮弹，不知道够不够。现在有15枚了，除了3门火炮外，我还带了7枚。大哥，这不得把援军炸个底朝天啊！大哥，援军摆出攻城的架势了。来得好，把咱们的火炮全部推出去，准备开战。黑漆漆的8门火炮出现在战场上，显得格外的耀眼。主公，投石车都准备好了，不过对面抬出来了8个黑漆漆的管子。哼，一群蠢货！你们不会以为搬来几个漆黑的管子就能反败为胜吧？狂妄自大的袁绍当即下令投石车开炮。区投石车加火油，真以为这一点杠杆原理能威胁到我吗？袁绍啊袁绍，接下来让你领教一下我的手段。开炮！8门火炮齐射，恐怖的震雷，犹如天上凶兽降世，嘶吼世间的恐惧和压迫。随即冲天火光映照着袁绍的大军，点燃了整片焦土。尸横遍野的鲜血和死亡。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不可能！袁绍看着一瞬间被炮火吞噬的兵马，整个人陷入了绝望。大哥的火炮也太顶了吧！犹如天火神法，这火炮之下，该有多少生命陨落啊！袁绍大军还未开战就已经兵败了，恐怕光是大军混乱的踩踏撞击，就要死上不可计量的人数吧。3分钟过后，15发炮弹打完，袁绍大军已经在焦土中化为了灰飞，而幸存的人都陷入了死亡和恐惧的阴影，再也没有了战意，连投降都忘了。典韦，你即刻带着5000木刀手骑兵冲锋，凡有抵抗者杀无赦，至于不能抵抗的，就让云长派大军俘虏吧。是军师。磨刀营的收割无疑是压垮袁军的最后一根稻草，让本就被炸猛的袁军更是雪上加霜。战斗很快就结束了，众将士也回到了城内。大哥，总共就斩杀了10几人反抗者，其余人都是丧尸战役者。主公，9万多人全部都选择了投降，其他逃窜走的几万，由于兵力不够，我也没有下令追击。俘虏9万人，不错不错。自古以来，以少胜多少见，可以少俘多，却是难如登天啊！云长，这次你和我2弟可是占了头功啊！大哥，可惜放跑了袁绍，这家伙还真是命大，这都能让他逃掉。只能说袁绍如今命不该绝，只是恐怕日后再见了我，他怕是会留下阴影。同一时间，兖州曹操正与袁术作战前骂街。曹操，你真是阴险狡诈，无耻至极！之前你说好的，只要我愿撤军，你就会割地赔款，结果你竟然出尔反尔。袁术，你少在这里装好人，你发来的赔款协议根本对不上，就是想趁机狮子大开口，都要了我3倍。狗贼！你在胡说八道什么？我给的协议上与我们口头承诺的别无二致，你少在这里颠倒黑白。那口头承诺的赔款，谁能给你证明是多少？你有字据吗？都说了是口头承诺，有什么字据？那我他妈还说你口头承诺只要我100担粮食呢，你能承认吗？袁术啊，想你也是读了圣贤书的，怎么连这点道理也不懂呢？是喝蜜水喝多了吗？明明那么多人都听到了，我的手下可以作证。是吗？那我的手下也能给我作证。咦，他妈了个！岂有此理！曹操啊，你真要与我开战吗？架势都摆开了，你觉得还有回旋的余地吗？你吹响我的兖州也不是1日2日了，正好豫州那块肥肉，我可是做梦都想吞下。哦，那就开战吧。就在双方准备排兵布阵时，曹操探马突然来报，禀报主公，袁绍大军进攻齐关，不足1日就打败了，袁绍逃亡。你说什么？立刻派人探明情况，我怀疑这是袁术用来迷惑我的障眼法。同时，袁术也得知袁绍不到1日就兵败了。
胡说八道什么？袁绍10几万大军怎么会败？大战在即，你竟敢蛊惑军心，你是不是曹操的细作？主公饶命啊！属下并没有胡说，这是齐官那边传来的事实军报，小人愿以人头担保。怎么可能？齐官兵力才8万，怎么不到1天就取胜？这听起来太难以置信了！立刻派人去查，我担心这是曹操那混小子的烟雾弹。在经过1天的排查后，曹操和袁术才彻底知道袁绍1日被打败是真的。10几万大军就这么灰飞烟灭了？难道那刘成真是有神助攻吗？我们迄今为止还不清楚刘成究竟使了怎样恐怖的手段。公路兄，咱们议和吧，再争斗下去，等刘成吞并洛阳，恐怕就来不及了。此时此刻，我们2位如果不同仇敌忾，恐怕会被逐个击破。正有此意，曹操，这次结盟，我希望你不要再耍花招了，不然意义不大。刘成的恐怖实力已经比我们想的还要深，光是我们2个人的力量恐怕不够把袁绍也拉上。只有证明了袁绍的惨状，其他各路诸侯才会有警觉性。想不到当初诸侯会盟对抗董卓，我还与刘成联手，可陡然之间就发生了大变。另一边，刘成正在大摆宴席，犒赏各位将军谋士。诸位吃好喝好玩好，此次大败袁绍，我们近乎扩充了1倍的兵力，可都要依赖大家同心协力的信任。大哥，你那火炮的威力实在令众位将士大开眼界。有了这火炮，谁也斗不过咱们。那西凉军的统帅董卓不是还在那边蹦跶吗？咱们直接把火炮拉过去，灭他丫的！主公和内军太守王匡带着大量金银珠宝、良驹美女前来祝贺。大哥，这等小人理他作甚？其实王匡没有你们想的那般不堪，王匡也算是个人物，也不好让他千里迢迢的热脸来撞冷屁股。王太守，久仰久仰啊！来来来，快快请坐。早就听闻过刘皇叔，今日一见，果真是气宇轩昂，气度不凡啊！王太守过奖过奖，上次齐关大战，若不是太守借口罢兵之事，恐怕我幽州早已被曹袁2人的铁蹄所践踏。皇叔啊，今日前来，我只为3件事。1件事情是祝贺皇叔大败袁绍，第2件事情就是赔礼道歉。上次那10几车金银，在下分文未取，尽数归还。太守严重了，你拉来的那些金银，恐怕不止10几车吧？我这如果收下了，必定寝食难安啊！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再下来的第3件事情，就是要与皇叔结盟。经过王匡的语言输出，刘成才点头答应了结盟仪式，王匡才肯作罢。3天后，刘成就得到了一个震惊的消息，那就是袁术、袁绍2位表兄弟与曹操结盟了。不但如此，他们还以袁绍为由，四处召集诸侯会议，结成同盟。曹操这是明白单打独斗赢不了我，所以召集诸侯，以唇亡齿寒的道理，想要拉他们上一艘船与我为敌，还真是他一贯的作风。主公，曹操还修建了一座庄园，名为钟汉楼，当着天下悠悠之口，要邀请你去那座庄园自理会面，这是他特地传出的消息。钟汉楼名字倒不错。此事肯定是曹操那小人摆下的鸿门宴，主公千万不能去啊！若是不去，岂不是代表我害怕他曹操？子敬即刻替我修书一封，就说这场宴会我一定会去的。主公不可啊！放心吧，到时候我只需带着典韦和云长，我自有脱身之计。成哥哥，太阳都晒屁股了，你赶紧起来呀，我来服侍你更衣。婵儿，昨天晚上操劳过度，你再让我睡会儿吧。成哥哥，不是不让你睡懒觉，而是今天一早上有人传来口信，赵云将军护送何太后以及我和眼儿的爹爹快要到涿郡了。哎呀，差点把这事给忘了，太后和我那2位岳丈就要到涿郡了，你怎么不早说呀？赶紧服侍我更衣，立刻带人去城门口迎接。这衣服不错，有品味。你那件衣服都穿爆浆了，该换换了。我靠，太后就是太后，果然牌面拉满，居然是8匹马拉1辆车。成哥哥，我爹呢？王尚书应该在后面的马车上。主公，赵云幸不辱命，成功护送太后以及蔡大人和王大人平安归来。子龙啊，你身上怎么会有血迹？难道在路上出了事？主公，回来的路上遇到一伙山贼，大约几百人想要拦路打劫，被我击杀了。子龙，你身上没受伤吧？放心，主公，属下并无大碍，身上的血都是山贼的，属下并未受伤。皇叔，赵将军护我周全，击退山贼，功不可没。如此一表人才的英雄，你可一定要好好嘉赏。拜见太后。子龙英勇无双，此番护驾有功，必然会重重赏赐。主公，为庆祝太后到来的宴会已经安排妥当。太后，我已备下薄宴，请太后以及王大人和蔡公接风洗尘。
很快，宴会上众人一片其乐融融。刘将军刚刚进入涿郡时，发现这小小一个县城，居然是别有洞天，如同是人间的一片桃源仙境呀！不错不错，我与蔡公二人这次也真是沾了刘将军和太后的光，才能领略到如此一番景色。哪里，区小地方跟洛阳比起来不值一提。刘将军，在来之前我们就听说了，将军你大败袁绍2次，第2次更是以迅雷之势击溃袁绍大军，此等战绩可谓是震惊天下呀。不过那曹操如今已经联合了袁绍以及袁术，召集天下兵马诸侯，想要形成联军，不知对此处境，将军有没有应对之策？呵呵，王大人放心，袁绍如今元气大伤，只是丧家之犬，只能投奔曹操才能苟活。可我听说那袁术兵马也不少，而且兵多将广，如今和曹操化敌为友，恐怕不好对付啊。诸位不必担心，袁氏2兄弟好谋无断，不足虑尔。袁术更是心胸狭隘，不过是一种钟枯骨，我早晚必擒杀之。好了，王大人、蔡大人，骠骑大军能一夜之间让袁绍大军全军覆没，难道还会害怕诸侯联盟？我等可以尽管放心。我与蔡公只是有点担心，对骠骑大军也是有十足的自信。好了，在宴会之上不必谈论国家大事，大家一起干一杯。宴会过后，在刘成的承诺下，过几日就会向蔡邕、王允上门提亲。随之刘成就躺床上呼呼大睡了。皇叔睡了吗？不知太后前来是有何要事相商？难道没有什么事就不能来和皇叔秉烛夜谈了吗？刘成与何太后聊了几天后，胡关便传来战报：主公，张和吕布2位将军联手，已经成功在壶关将董卓的几万西凉军击退。哦，干得好！只可惜董卓跑得太快了，我方大军并没有追上，又让董卓这个老贼给逃走了。大哥，我奉军师之命前来传信。怎么了？曹操、袁绍、袁术三方已经结成会盟，他们如今三方会合，兵力恐怕会形成一个恐怖的数量。曹操不是还向天下诸侯发起了会盟吗？都有多少人响应了他的号召？其他诸侯应该还在观望。不过3日前，董卓派出信使秘密前往兖州。难怪董卓突然之间溜得这么快，原来早就给自己挑好了后路啊！董卓给曹操送去的结盟密信，回来时已经被我们所截获。以曹操的性格，天下的人都是他利用的手段。就算是董卓，他曹操肯定会答应同盟，不过要收取条件。主公，放任董卓与曹操会盟吧。文和，你怎么来了？主公，你击败了袁绍大军，我岂能不来祝贺？而且曹袁发起诸侯会盟，明显是针对骠骑军，我不放心，便赶过来了。你刚刚说放任董卓与曹操结盟，这是为何？曹操不是正在向其他诸侯发起会盟邀约吗？若是董卓大军前来，被我们杀得全军覆没，其他诸侯还会有胆子与曹操结盟吗？好一招敲山震虎，既可以解决暗中的隐患，也可以防止被老六偷袭，而且也可以导致曹操、袁绍、袁术三方会盟中产生裂隙，让他们都不愿意主动出战。好，二弟立刻回去，让人放了董卓的信使，记住要假装不小心。是，大哥。很快，就在董卓内心一片煎熬的等待中，终于等回了信使。太师，你怎么才回来？太师，我在穿过冀州时被抓住严加审问，幸好小人对严，找个机会溜了出来，不然此时已经命丧九泉了呀。行了，我不是听你讲这些的，曹操那边是如何答复的？太师，曹操答应结盟，条件是要让我们西凉军当前军先锋，攻打齐关。果然跟我料想的一样，想当初我何等威风，如今竟然要看曹操的脸色行事。刘成此人莫非真是我董卓的天生克星？全军听令，即刻开拔，以最快的速度前往兖州与曹操会合。董卓带着军队日夜不停，终于来到兖州与曹操会合。久仰太师西凉铁骑的威武，今日终于等到你了。孟德，昔日我们也算是同僚，如今同仇敌忾，可不能再念往日恩仇了呀。太师请放心，我曹操绝不是小肚鸡肠之人，既然要与太师结盟，那必然是真心相托。我已备下宴席，袁氏兄弟也已经等候太师多时，快请进。今日太师能与我等会盟，万分感激，不胜荣幸。来，痛饮此杯，让我们同心协力战胜刘成。没错，之前咱们之间可能会有些间隙，不过如今我们最大的对手是刘成那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狗贼。哼，董卓，你哪来这么大的脸皮？就是，你董卓之前的所作所为，比之刘成还要过分千倍万倍。那我们是不是还喊你一声董狗贼？
袁氏二位兄弟话一出，董卓整张脸色直接变得铁青。他没想到袁绍、袁术这两兄弟居然还明目张胆的不给自己面子。可恨，若不是现在寄人篱下，不能撕破脸皮，我一定当场拔剑。本初兄、公路兄，你们二位激动什么？我之前不是跟你们二人告诫过，太师既然来此地与我们会盟，那我们就是盟友，怎能将旧日恩仇挂在嘴边？岂不是有失大丈夫胸怀？说的是，老夫之前一时糊涂，犯下种种罪责。不过我已洗心革面，一心造福天下，此次结盟是诚心实意啊。好啊，既然是诚信，那么本次攻打齐关，那就以你的西凉骑兵作为前锋吧。不错，只有把你放在最前方，我们兄弟二人才肯放心，否则我们担心你会背刺同盟。毕竟你董卓可不是什么善类。太师啊，你看，实在不是我曹某有意要将你推在前面，可若是不这么做的话，太师又如何取信于人？此时的董卓也明白了，曹操、袁绍、袁术三人分明就是摆下宴席，唱了一出红白脸，让自己心甘情愿出力。各位放心，正所谓日久见人心，我董卓肯定会向各位证明我的诚意。既然大军缺少一个前锋，那我自然要当上这个先锋将军。太师高风亮节，曹某佩服。太师敞亮，看来我兄弟二人被你误会了。太师尽管放心，你做先锋，粮草供应和行军辎重，我袁术绝对能做保障。各位，我先下去安排了，你们吃吧。董卓离开后，曹操三人也交谈了起来。孟德，你摆的这出宴席果然奇效，让董卓当出头鸟，我们也可摸清楚刘成大军那古怪的武器。依照本初兄所说，齐关大军使用的武器无比恐怖，但我料想他们所使用的武器也不可能持续使用。董卓作为先锋，一是可以摸清敌情，二是可以消耗那恐怖的武器。我与曹操正在青梅煮酒论英雄，没想到下一秒竟被曹操暗算。我看今日谁敢动我家主公一下？子龙有把握没有？凭我手中这杆长枪，定能护主公撤退。没想到曹操还真给我发来了结盟邀约书，呵呵，有意思有意思。看来曹操是真的畏惧刘成了。素姐，曹操真的同袁术结盟了吗？他们之前可是打得不可开交，就为了对付刘成，竟然化敌为友。别说是侧耳你，就连我都有些不敢相信。不过如今看来，此事恐怕也是事实了。这刘成真是厉害，只用了几个时辰的功夫就打败了袁绍，让曹操如此畏惧。兄长，收集信息的探子都说那一天仿佛天雷降怒，火光冲天，战场一片焦土。不过我不相信骠骑军能有如此恐怖的手段。那刘成岂不是成了神仙？刘成大军对这件事的消息瞒得很严，几乎打探不到。不过这场以少胜多的战争，确切可以载入史册。父亲、兄长，孩儿立誓，日后定要像刘成一样，成为震惊天下的大英雄。好样的，不愧是我江东猛虎之子。如今的少年孙权还不知道，在未来的某一天，曾经的年少轻狂会化为无尽的耻辱。另一边，董卓的大军轻装上阵，以最快的速度直接抵达齐关城下，偷袭了齐关守军。还以为骠骑军真的跟传闻中一样悍勇无敌，可这一交手，才发现竟是些酒囊饭袋。太师还是别高兴得太早，我们这一路兵临城下，赢得似乎太轻松了。骠骑军闻名天下，怎么可能一点反抗之力都没有？哼，何必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如今联盟军人人自危，我增长一下士气不好吗？再说了，刘成手底下也不是个个都如吕布那般的怪物，区一个陈宫，我还没放在眼里。董卓此时还不知道，他能一路砍瓜切菜，不过是刘成的安排。军师，董卓老贼大军已经杀至城门下，赶紧让我下去杀他的气焰吧。益得莫及，典韦兄刚从主公那儿回来，必然是主公已有安排。不错，主公制定的战术已经交给军师了。那就好。不过二位兄弟，这先锋还是交和我打头阵。既然你要做先锋，那我等就让给你。至于我们，就全凭军师安排了。翼德听令，即刻命你为先锋，势必要在一炷香之内将董卓大军杀退1里地。记住一炷香后，不论杀退多少步，立刻撤退回城。随着张飞迅速杀出，带领着5000黑虎铁骑，疯狂与西凉骑兵交手。此将竟然如此勇猛，完全不逊色于吕布！快撤退，全军快撤！
嘿，还想跑？一个都他娘别想跑！将军，军事命令已注降，即刻撤退。如今已注降刚到，刚吓唬他们就跑了，俺老张的筋骨都还没活动开呢。军师，翼德已经退兵回城，董卓骑兵也已经进入最佳射程，云长已经率领2000人从小路绕至董卓身后埋伏。很好，大舅。军师，大哥当初说好了，让我来当这火炮的发令官，你可不能跟我抢啊！好，那就你来。开炮！随着张飞一声令下，在数不清的炮火洗礼下，董卓的骑兵队伍很快就被炸得四分五裂。这他妈到底是什么东东？快撤退！快撤退！董卓刚逃出火炮的攻击范围，还没来得及松一口气，就遇到前方等候已久的关羽。前方何人？董卓，关某恭候多时了。你是刘成麾下的关羽。既然听说过我关某的名号，尔等还犯我其关，难道以为关某的大刀生锈了吗？一起上，给我拦住关羽！董卓手底下所有战将齐出，与关羽缠斗。董卓趁机成功逃跑，很快只剩一部分残兵败将的董卓，疲惫不堪地回到兖州。太师，你可算回来了，快来尝尝我高价购的美酒。我在齐关与刘成军队血战，而你们呢，居然在这里饮酒作乐。太师，此言差矣，将士们要出征，我怎能不让他们过酒瘾？喝完这顿酒，就准备整兵出发。董太师，你手底下好几万的骑兵，可谓是横扫天下，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我遭遇埋伏，大败而归，损失惨重，真是抱歉了，太师，我们是真不知此事。我们准备喝完酒就整军出发，只是没想到太师你会败得这么快。我接近4万人的队伍，如今只剩下2万，战马亏损严重，你们必须补偿我。没问题，我和袁氏兄弟一人补偿你5000兵马。太师也辛苦了，先下去休息吧。董卓刚离开，袁术就对曹操的做法不满。曹操，你这是什么情况？他董卓兵马亏损，咱们高兴还来不及，凭什么一人派给他5000兵马？二位稍安勿躁，董卓的3万西凉铁骑骁勇善战，对我们来说都是威胁，而如今却被我们三方一人安插了5000兵马，对我们有利呀。孟德啦孟德，难怪世人都说你曹操要0086个新颜子。二位莫慌，距离钟汉楼宴会的日子就要到了，刘成已经送来书信答应赴宴，等刘成来赴宴时，我再派兵把他拿下。这摆明了的鸿门宴，刘成难道真有那么傻会上当？刘成何人？信奉仁义，天下人敬仰的英雄。如果他不来，必会对他的威望大大折损。据我对他的了解，一定会到的。3天后，刘成来到齐关，召集了陈宫以及一众战将。主公，3日前，董卓进攻齐关，被翼德用火炮击败，云长还缴获了不少西凉马匹。不错不错，此功先记下，等我回来重重有赏。大哥，你这是要去哪？之前曹操送来书信，在钟汉楼摆下鸿门宴，想要请我入瓮，我已经答应赴宴了。这次来就是要挑选2个人，随我一并前去赴约。大哥，这明显是计，肯定有去无回，你为何要去？放心吧，这件事情我早就安排好，既然敢去，必然能够全身而退。那我随大哥一起去，护卫大哥的安全。我也去，大哥到曹操的地盘啊，不放心。此去我就带子龙跟云长吧，你俩好好的训练新兵，看好齐关。很快就到了钟汉楼宴会的日子，刘成、赵云、关羽3人大摇大摆地出现在兖州。曹操已经恭候多时。成兄果然是天下英雄之楷模，竟然不带一兵一卒就赶来兖州赴宴，这还真是出乎我的意料。曹某人佩服至极。呵呵，孟德兄过誉了。孟德兄当着天下人的面向我发起邀约，我又岂能不来？我若是在孟德兄的地盘出了事，岂不是让孟德兄丢人？成兄还真是伶牙俐齿。来，如今青梅一数，我备下几瓮好酒，咱们故人之间把酒言欢，好好聊聊心里话。好，陈某正有此意。双方刚坐下，气势瞬间就变得微妙起来，两边的战将眼神相互凶狠的瞪视。刘兄，自从上次一见，没想到天下风雨局势巨变，今日相见，不如我们就这天下大事来个青梅煮酒论英雄如何？正有此意。当今天下风云变幻，不知天下英雄谁能入孟德兄之眼？呵呵，淮南袁绍43功，用兵无数，是英雄否？袁绍此人举棋不定，刚愎自用，不配称为英雄。那袁术手底下能人无数，富甲一方，是否英雄？袁术此人见利忘义，色厉胆薄，不过是一种中枯骨耳，我早晚必杀之。那江东孙坚勇猛过人，能否堪称英雄？孙坚虽勇，毕竟智谋不足，配不上英雄2字。刘兄，既然如此，在你眼中，怎样才配称得上英雄？孟德岂不是心知肚明？在你眼中，天下英雄不就只剩你跟我了吗？不愧是你刘成，一语点破我心中所想。只可惜我2人虽是知己，却也是仇敌。
曹操扔下手中杯具，下一秒，外面出现无数曹兵，将楼房重重包围。今日我看谁敢动一下我家主公！曹操这就忍不住了吗？也太沉不住气了吧！刘成，你们三人这回是插翅难逃，我不想动粗，你只需要一封书信，让陈宫率领你的手下投降，顺便交出天子，我保证绝不动你一根汗毛。恕我直言，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续接上集，曹操摆下鸿门宴，而我却有恃无恐。子龙，把枪放下。主公，没事，既然来了，肯定要让小曹尝尝咱们的特产。都如今这个局面了，你还是这么淡定？难道你以为今天还有机会走出这个大门吗？曹操，我又怎么会不知道你宁叫我负天下人的性格？只可惜你百般谋划，却拦不住我。曹操，我手上拿的这个名叫炸药，袁绍时几万大军以及董卓的西凉骑兵都已经领教过厉害。快撤退，掩护我撤退！没用的，你信不信？我把这些全部点燃，整个兖州城都会化为一团废墟，到时候你我二人同归于尽，谁都跑不掉。刘成，你真敢这么做吗？你可以试试。刘成完全一副有恃无恐的态度，曹操本就多疑的性格，令他瞬间紧张的举棋不定。主公，他肯定是在虚张声势，不能放他们离开。我家主公说话，哪里轮得到你插嘴？关羽，你找死！袁让，住手，不可鲁莽！读眼下，听见没有？曹操让你这小狗住手！关羽，总有一天我一定要杀了你。刘成，你走吧。那就多谢孟德兄的青梅煮酒了。改日我在涿郡摆上一桌山珍海味，孟德可千万不要拒绝啊！随后，刘成三人直接潇洒的骑马离开。另一边，袁绍、袁术两兄弟在得知了刘成已经中了曹操的鸿门宴后，乐得哈哈大笑。刘成那个自大狂，没想到他居然还真的钻进了曹操的鸿门宴，这回他是生死难料了。我有个计划，如今刘成落入曹操陷阱，我料定骠骑军不敢贸然发兵，不如我们趁夜偷袭，攻下幽州，平分天下。此计我赞同，还能让曹操嘎了刘成。事不宜迟，咱们立刻调派军马，连夜发兵，璀战必胜。当夜，袁术鼓动袁绍连夜发兵突袭幽州，可他们不知道，刘成、吕布、关羽早已离开兖州。主公，后面似乎有大批兵马袭来。难道是曹操已经怀疑我这炸药的真实性，派兵来追击了？咱们先找个地方躲起来吧。躲在暗中的三人看到袁绍、袁术的大军向着幽州进发。主公，似乎是袁绍、袁术的部队，不是来追咱们的吧？看他们轻装冲锋，肯定是想连夜偷袭齐关。估计他们都不知道我已经从曹操那里脱困了，否则曹操肯定会阻止他们。主公，军师他们不会有问题吧？放心，有典韦在。很快，袁氏兄弟带领的5万轻骑接近了齐关，而距离齐关5公里外，典韦正领着5000陌刀队接应刘成。典将军有一支5万人的轻骑队伍，正朝着齐关这边疾驰而来，领兵者是袁绍、袁术。想不到等来的是他们，正好就这个机会试试陌刀的威力。各位兄弟，以陌刀涂上火油点火，直接以最快速度冲杀。袁绍、袁术此时还幻想着如何占领幽州，可下一秒，四面八方的海杀声如雷贯耳。典韦率领的陌刀骑兵，个个手持燃烧的陌刀，从四面八方杀出。不好，有埋伏！等袁绍、袁术反应过来，陌刀骑兵已经杀至眼前，他们二人迅速朝着后方逃跑。得知此事的曹操直接气得两眼发黑。这么大的事情，为何早不来报？主公，冤枉啊！我被他们给困起来了，根本没机会汇报。禀告主公，袁绍、袁术刚刚回到兖州，带我去见这2个蠢货。你们究竟要做什么？当初会盟之时，你们2人可是承诺过我以兖州作为大军的根据地，而你们双方则要将大军的指挥权交给我，如今却又背着我暗中行动。孟德啊，这件事情不能怪我，都要怪袁术，这主意是他出的。袁绍，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主意是我出的没错，可你也第一时间点头同意了，现在却想让我背这个锅？不怪你怪谁？难道怪我？袁绍，住口！现在朝已经无济于事，你们带出去了5万人马，现在带回来多少？接近3万，那就是2万人了。我再一次提醒你们2个，全听我指挥，不要轻举妄动。孟德，那现在该怎么办？我有一个主意，那就是利用北边的匈奴牵制幽州的兵力。刘成大军这么厉害，全都是因为那名为火药的东西，但这东西肯定不多，让骠骑军先对着匈奴人消耗。几天后，刘成正在跟何太后聊天，田丰就匆匆忙忙出现。
主公，在下有要事禀报。没事，说吧。太后是自己人，不用藏着掖着。主公，北边急报，匈奴大军兵临城下。这群匈奴人，他们这是要做什么？不清楚，反正就是突然召集大军来到了幽州边境，既不进攻，也不撤退。咱们派过去交涉的人也得不到回复。上次派出子龙和吕布用武力压制，没想到对方乖乖识相，所以才放过了他们。这回怎么来的突然？立刻派人去查。主公不用查了，这是曹操干的。那匈奴大军按兵不动，曹操的目的是什么？曹操此人狡诈，既然这么做，肯定有他的目的。主公，曹操让匈奴大军兵临城下却按兵不动，其实是想让我们和匈奴大军开战。可匈奴人按兵不动，这场仗也打不起来呀。匈奴人只是被曹操以利益诱惑而去，当然不会主动下手。但如果先动手的是我们呢？这样就会挑起战争，引得匈奴人愤怒反击。卧榻之处岂容他人酣睡？右州守将一直提防着匈奴人，难免不会按耐不住。等我们打起来，那我们就是腹背受敌。好一个曹操，原来是想分散我们的兵力，让我们应接不暇。再来个身后黄雀。此时兖州曹操已经得意洋洋。元兄，我已收到消息，刘成已经派出吕布、张飞镇守幽州边关。吕布一介匹夫，很容易被激怒，而张飞更是莽夫一个。万一刘成打败了匈奴呢？不可能，刘成兵分两路，还要提防我们，他哪来的兵力？放心，这回幽州必破，你们就等着看好戏吧。袁术刚准备回自己的营地，就被一个小兵拦住。袁将军刘布。何事？有事快说，别耽误了我回家喝蜜水吃肉夹馍。袁将军，我家主刘成向您问好。胆子还真大，光天化日竟敢混进兖州。袁将军，我家主公深知曹操绝不是一羽之辈，所以想同你结盟。他这是想让我背刺盟友，告诉他我袁术绝不可能背信弃义。我家主公是很有诚意的。袁将军，我家主公说了，这张图纸上所绘的乃是我骠骑大军的秘密武器火炮。莫非是成功大破袁绍的那个武器？不错，袁将军，我家主公的诚意我已经带到了，在下告辞。对了，我家主公还说，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小兵撤退以后，袁术立刻带着图纸回到营地，迫不及待地展开查看。原来这就是火炮啊！要是有了此物，我袁术还用得着跟曹操结盟吗？我自己就能称霸天下。主公，在下信不辱命，将图纸交给了袁术。干得漂亮，文和，你的这招离间计非常耐丝。呵呵，在下也不得不佩服主公的聪明头脑，居然将图纸修改之后，让火炮发射5发炮弹之后就会炸膛。那袁术肯定会因为火炮和曹操撕裂盟约，但他一旦发现火炮不过是残次品后，一切都来不及了。而曹操这边也得知了刘成送给了袁术一份火炮的图纸。这袁术还真是两面三刀，大哥，我去把他给抓起来。不用，刘成如果派人劝说袁术背叛我，会这么轻易让我的眼线发现吗？我怀疑这是一出离间计，先派人盯着袁术得到图纸，他肯定会找能工巧匠仿制。我们先让他帮我们试试这份图纸的真假。屁！袁术在得到了火炮的图纸之后，立刻花费重金请了一批能工巧匠，然后找到了曹操。公路兄这么着急找我，是有什么急事吗？那个，孟德，我一直待在兖州，没回豫州，这许久没回去看看，心中甚是想念，所以想带兵回豫州看看，过一些时日再过来。原来如此，公路兄思乡心切，可以理解。不过如今我们结盟兵力随时准备调用，如果公路兄回去想要带一部分兵力的话，最多只能带5万。好，5万就5万，孟德，我一定尽快返回。10年修得同船渡，100年修得宫枕眠。浪漫花烛洞房夜，君须努力好做爹。朕在这里祝刘爱卿100年好合，早生贵子。接着奏乐，接着给朕舞。子敬前来，可是有要事禀报。主公，荆州刘表与孙坚要开战了。这件事情我也听说了，我已经派人打探过，刘表近年来一直在打造战船，训练水师，而且人数不小，看来是早有预谋。说起来，刘表此人还是汉室宗亲，前些日子还帮我杀了袁术。而孙坚此人，我们当初19路诸侯会盟时，对我也是不错。嘿，大哥，你怕什么？那孙坚、刘表2个老小子，他们要是不会管地盘，大哥帮他们管不就行了？3弟不可冲动，如今曹操方面都没有了动静，肯定也是在蛰伏观望中。我们先坐山观虎斗。主公，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此战江东势弱，在下愿意去一趟江东，探一探孙坚的口风。如果孙坚向
向我们求援，那主公就可借势收复江东，以占江南之地势。好，子敬，此事就拜托你了。刘表老儿小肚鸡肠，欺人太甚。素且那刘表兵多将广，此次出兵起码在15万，而且手底下汉勇战将多如牛毛，水战陆战皆善。而咱们这些年陆续训练的水军，总共也不超过8万，这仗该怎么打？怕什么？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广而在勇。我虎贲军皆可以一敌10，就算面对15万大军，也不必惊慌。传承普黄盖汗当祖茂，我要好好布设一下兵力。主公，骠骑军统帅刘成麾下军师鲁肃来使。刘成的军师鲁肃，这个时候他来江东干嘛？鲁肃居然是他？侧颜，莫非你与这鲁肃认识？素且我与鲁肃并不熟，但公瑾与他可是挚友同窗。公瑾曾多次与我提过，此人乃是能文能武之大才，定国安邦，治世为民。公瑾对此人竟有如此之高的评价，看来此人我是非要见上一见，待他先去驿站住下，明日请去会客厅。素且用不用我把公瑾叫回江东？他与此人熟悉，也好与之打交道。好，你立刻写信，让公瑾从鲁肃口中搞清楚刘成到底是怎么想的。另一边，曹操、袁绍正在谈论天下局势。刘表此战必败，而且一旦溃败，将会将他推下，死无葬身之路。那刘表手底下能人众多，有30-40万兵马，难道我们要派兵支援江东？不必，骠骑军最爱的就是多管闲事。刘成那边必然已经有动静了。刘成一旦帮助孙坚，刘表溃败一事就已成定局，而刘成兵力根本无法收复荆州，到时候我们就只管坐收渔翁之利。刘兄啊，恭喜贺喜呀！王太守不远千里前来祝贺，有心了，在下感激不尽。刘兄啊，我也不绕弯子了，我的地盘距离兖州实在是太近了，经常遭受到曹操、袁绍的打压，苦不堪言。若不是最近荆州和江东战乱四起，我甚至都没机会来这里给你祝贺。王太守的意思是想要我出手，还是如何？刘兄啊，我知道你手下有一种武器，名叫火炮，威力惊天动地，所以我想借上一线，用来震慑曹操的兵马。王太守，虽说我很想相信你，但火炮乃是我骠骑军最大的秘密武器，你这让我很为难啊。刘兄，我与你的岳父蔡大人乃是至交好友，我绝不会背信弃义。这样吧，王太守，你跟我岳父谈吧，他的意思就代表着我的意思。多谢刘兄了，那在下先告辞。等一下，太守的份子钱还没随吧？明白明白。此时江东这里，鲁肃已经跟孙坚会面。子敬，此次前来所为何事？吴公，在下前来是按照主公之命前来江东打探您的口风，看看您是会死战不降，还是会罢兵言和。罢兵言和，子敬莫要说笑了。当今江东和荆州的局面可以说是只隔着一江之距的死敌，哪里还有罢兵的可能？既然刘兄派子敬前来，还望子敬兄坦诚相待，说明刘兄之意。吴公，实不相瞒，我家主公派我前来，虽未直说，但是心中肯定存在着支援江东的想法，只是主公未说，我这做下属的也不可妄自决断，所以支援之事，我还要与我家主公书信详谈。好，我立刻备上江东最好的快马，来为子敬传递书信。若刘兄开出条件，只要取胜，某定不食言。哈哈，这个孙坚看似是个武夫，实则也是个心眼子多的老狐狸，这是在跟我玩文字游戏呀。鲁肃刚走出房间，便遇到了袭击。是谁？子敬兄果然敏锐不减当年，哪怕是做了谋士，身手还是这般迅捷。原来是公瑾，想不到既然能在这里遇见你，来来来，故人相见，一定要好好的痛饮。不知子敬兄如今在何处高就，官职如何？哈哈，公瑾岂不是明知故问？你能来找我，难道不清楚我的底细？公瑾若只是故人重逢，痛饮又能如何？但公瑾若是来为孙坚做说客，从我口中套话，那可就是白来了。子敬兄想多了，来，只为开怀痛饮。子敬兄，你先慢慢饮，我去趟公厕。如何？鲁肃此人谨言慎行，城府极深，想要从他口中套话，简直难如登天。如今江东形势危在旦夕，刘成到底派不派兵来，都快急死我了。偏偏此人还咬口不放，不肯说实话。若是想要让刘成派兵援助江东，不必着急，我有一计，可让刘成速调兵遣将，解凶之急也。
公瑾，快快说来。我与卢子敬相熟相知，他的一切我都一清二楚。只要我将他灌醉，然后模仿他的字迹，写一封书信，让刘成发兵。刘成看的书信必然相信，到时候肯定会出兵解困。可刘成万一看出字迹不对怎么办？放心吧，书法如同音律，知其源便能会其意。我若模仿，谁都看不出来。再加上鲁肃的印信，谁会怀疑？公瑾，此事就全靠你了。几天后，刘成就收到了鲁肃的来信。主公，子敬在信上说了什么？信上说，江东将士士气高昂，个个只攻不退，绝对不会投降，所以让我注意时机，发兵支援江东。至于条件，孙坚那边随便提。主公，此事不应该啊！怎么了，元直？难道你怀疑这封书信有问题？书信不可能有问题，这上面就是子敬的字迹，就连一些细节微末都一模一样。主公，这封信能不能给我看看？没问题。徐庶接过书信看了看，又放到鼻子上闻了闻。最近东吴那边有什么动静，或者有没有请什么人回去？有，孙策曾经派人寻找周瑜。呵呵，主公，这封书信肯定有问题。周瑜曾经与子敬乃是挚友同窗，而周瑜此人年少多才，精通音律，对书法也极有研究，特别是仿字，而且他对子敬很熟悉，像盖章的一些习惯，定然也能看出端倪。莫非有什么端倪？这上面有一股淡淡的酒气，子敬定然是中了周瑜之计，被灌醉了。周瑜以子敬的名义写了这封信，送给我们。周瑜小儿敢跟我玩计谋，正好把咱们的2万新兵派过去，吃他们的，喝他们的，再让他周瑜给咱们训练出师。主公，这招可以，他们必须想办法让这支军队有战斗力，不然江东反而会不保。很快，刘成派往的2万新兵就渡江送到了江东。公瑾，你的计谋虽然奏效了，但刘成派过来支援的是2万新兵，还需要操练磨砺，消耗大量钱粮。一旦上战场，战斗力还是个未知数。借来的兵马，到时候肯定要如数奉还，总不能把这支新兵派上战场打完了，再还给刘成战斗经验丰富的精兵吧，立刻训练，让他们短时间内适应战场。3天后，蔡瑁、文聘、张允3人率领着荆州5万水军朝江东而去，而周瑜、程普则统帅着江东3万水军与荆州水军交战。听说江东水师统领把原来的老将程普换成了一个名叫周瑜的小儿，真是可笑！让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儿来与我等上将作战，这不是送死吗？还是不要轻敌。周瑜此人之前有所耳闻，据说曾带领水军剿灭土匪，文武双全。难道我们还会怕一个无名小辈不成？全劲发起进攻！荆州水军仗着人数优势来势汹汹，不断的射箭。将军，由于风势朝我方袭来，我们的弓箭射程大大减少，根本射不中敌方战船。另一边，周瑜扔出一根羽毛，测出风速。风势助我，时机必胜，全军将士万箭齐发。说不说？说不说？我该说的都说了，我什么都没做。好你个婆娘，等我查清楚了，有你好看。续届上集，周瑜凭借3万水军大破荆州5万水军。他奶奶的，这周瑜难道出门看天气预报了？得归，赶紧撤军吧，这大风刮得我们的箭全射偏了。全军听令，调转船头。而魏延这边接连几次被孙坚大败，导致孙坚自信心爆棚，直接追击魏延大军过了江岸。魏延休走，今日我必斩你狗头，来给江东死去的将士们祭酒。怎么回事？我们的军队怎么打过岸了？大人，主公勇猛无敌，3次大败魏延。魏延就是个酒囊饭袋，根本不会指挥大军。主公这次是要必杀魏延哦。不好！开战之前，我就曾劝告过伯符，以江河为首，据守不攻。为何伯符不劝告史书？快，立即派人制止史书和伯符，叫他们回来。可已经来不及了，主公追上对岸，直接乘马追击了。另一边，孙坚军队战意高涨。肃切，开战之前，公瑾就曾劝告过孩儿，只守不攻，不可轻易过江。魏延已经溃败，还是不要再继续追击了。侧颜，魏延狗贼屡次辱我，犯我江东，此人该死。如今他已经被打得丢盔弃甲，宛如丧家之犬。若不追击，必然会放虎归山。只有杀了他，才能让荆州军恐惧，再也不敢轻易犯我江东。可是，好了，放心，我不会追击太深，只要击杀魏延，我会立刻撤退。反正江边有船，随时接应，不必担忧。孙策心中感到不妙，可父亲执意追击，他也不好劝解。将军，孙坚的部队要追上来了，命令大军放缓速度，让孙坚那条疯狗再发狂最后一次吧。孙坚等人快马追击，很快便追上了有恃无恐的魏延。魏延，今日你必死无疑。孙坚，你中我的计了，今天死的不是我，而是你这只江东壁虎。这时，只见黄祖带着人马前来。孙坚，给我死去吧！肃切，肃切！
孙坚死了，江东之主已死，立刻把孙策给我拿下，我要用孙策打开江东的门户。就在这时，周瑜带兵赶来，给我放箭，拦住他们！周瑜命令手下放箭，这才救下孙策。伯父，快走啊！等他们反应过来，我们就被包围了。弓箭，都怪我没有听你的劝告，我早该拦下父亲的。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快带着伯父的遗体回到江东安葬吧。几天后，孙坚死了，江东之主由孙策接任，而且孙坚肯定拜了周瑜为大都督，时局动荡，恐怕江东的那些世家快要按耐不住了。大哥，江东已经守不住了，你赶紧派我过去吧，斩了孙策，替你接手江东。翼德，不必心急，立刻备马，我要亲自去一趟江东。主公，万不可以深犯下。孙坚乃是当世英雄豪杰，我身为大汉宗亲，以仁义为本，定然是要去的。今日就出发，由子龙跟着我一起去。江东，孙策、孙权、孙尚香、周瑜身穿白色孝服，为孙坚哭丧。素锦，我已按照你的遗嘱，立公瑾为大都督，我一定会与公瑾同心协力，保卫江东的领土。报告主公，报告大都督，刘成亲自前来为前主公吊唁。你是说刘成亲自过来了？没错。二位不必感到惊奇，我家主公还是以仁义为本，又最爱惜英雄，所以必定会亲自前来。想不到刘皇叔还真是个忠义的厚道人呀！带我亲自去接见。晚辈孙策拜见刘皇叔，皇叔挂念父亲亡灵，千里迢迢而来，策心中感激不尽呐。我与你父亲神交已久，心中更是钦佩不已。想不到破虏兄如此英雄，竟然落得被小人残害的下场，怎能不让人唏嘘，心中哀乎？家父在世，也常常在我等面前称赞皇叔，乃是天下英雄之楷模，对皇叔更是敬重万分。贤侄啊，我就明人不说暗话了，可否愿意归顺我骠骑军？热！刘将军，伯父目前还没从悲痛中走出来，等伯父缓过来了，再给将军答复。贤侄啊，我劝你好好想一下。景生兄，目前何不一举拿下江东，成就一方霸业？玄德啊，这刘成亲自去江东的消息你可知啊？景生兄，你看这是什么？这是何物？我去拿袁术人头时，在袁术身上搜到的火炮图纸。这图纸想来是刘成给袁术的残次品。可如果我等找能工巧匠改造一番呢？刘表如今也不知道刘成去江东的目的。倘若刘成横插一脚的话，未来孙策肯定会为父报仇。玄德啊，这火炮仪式就交给你来办吧。城中有位名士教皇程彦，他女儿精通各种机关造术，你可以去打探一下。景生兄放心。建安3年，孙策在周瑜的劝说下，拒绝了归顺刘成。同年，刘成占据幽州、冀州、滨州，期间大力发展工业农业，使得百姓安居乐业。而兖州曹操与袁绍占领兖州、徐州、青州、豫州，不断与刘成发生小规模战争。吕布、张辽、高顺听令，命你3人率兵10万，即刻发兵曹操。末将领命。当晚，3人整了几个小菜，喝了几杯幽州台子。这次出征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奉贤，管那么多干啥？总之跟着主公混，有前途。你俩先吃着，我去趟茅房。吕布并没有去茅房，而是来到了貂蝉的房间。茶，此去恐怕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了。吕将军，你怎么在这里？嫂夫人，千万别误会，我喝多了，路过这里。那吕将军自便吧。茶。吕将军，你在胡说什么？吕布所做的这一切，全部被正在去貂蝉房间的刘成看见。谁在哪里？吕布听见刘成的声音，急忙逃跑了。奉先怎么如此慌张？莫非遇到什么事情了？此事定是被主公看见了，我到底该怎么办啊？我没事，时候也不早了，我等明天还得出发，多回去休息吧。张辽、高顺2人虽然很疑惑，但是也不好说什么。奉贤，是不是遇到什么事情了？看你从厕所回来就一脸紧张。文远，说实话，我一直喜欢貂蝉。啥？今夜去貂蝉门外，被主公撞见了。我去，那赶紧去找主公说清楚啊！说什么？说我喜欢嫂夫人吗？去找主公赎罪，不然等主公降罪下来，恐怕……别说了，文远，我真是该死。说不说？说不说？我该说的都说了，我什么都没做。好你个婆娘，等我查清楚了，有你好看。没想到历史竟然发生到老子身上了，吕奉先，你最好没问题。第2天，吕布、张辽、高顺正在清点兵马，而吕布一直心神不宁，因为昨夜他听到了殴打声。你将这封信送到嫂夫人手里，替我给她道个歉。属下遵命。文远，此去我等兵分2路去吧，你跟高将军一路，我自己一路。
奉行，我劝你临走前给主公说明白去。行了，此事我有想法，你先别管了。吕布的信并没有送到貂蝉手里，而是被拦截下来，送到了刘成手里。貂蝉小姐，对不起，昨晚是我喝迷糊了，我不该去骚扰你。此去回来，我会跟主公说清楚，真的抱歉。说，除了这次，以前找过你没有？老爷若是不信，婵儿只能以死来证明清白了。来人，快来人！建安4年，吕布等人与曹操在青州持续了长达1年的战争。最后，吕布发起兵变，带领5万人马偷袭了曹操的徐州，而张辽与高顺也因此败给了曹军。建安5年，刘成举全部兵力30万大军在官渡与曹操袁绍40万大军展开了官渡大战。刘成，明年今日我会到你的坟前祭拜。曹操，废话少说，开炮！我操！给我冲，拿下刘成！全军冲锋，杀光曹军！建安5年，曹操兵败，因骠骑军火炮的优势，摧毁曹军后方的粮草，从而击溃了曹军的主力。此战也奠定了刘成统一北方的基础。